3、2、1，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怎么理解超越班的超越这两个字。我觉得无限超越班是让参赛的选手超越他们自己，都是可以超越的，就在这里可以发挥他最能够发挥的才华。我当然希望看到真正从内心喜欢表演艺术的演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能够在他身上看到光，你能不能打开他这扇门？作为演员，你还是要去表现自己。本来演戏就要享受表演，我告诉你，最好就把一个人物角色吃透了。即便这个过程是折磨的，最后一定会是创造艺术的礼物。只要你有情怀，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足够的向上学习的刻苦精神，什么时候出发都是可以的，无限年龄，无限时空。我叫甘望星，然后今年26岁，比较出圈的一部竖屏短剧《三番官》，跟于英老师一起演的。大家好，我是演员于英，今年我27岁，演过60部短剧。哇塞！哇，坐哪儿？坐这呗。哎，我没想到今天这么热哎，我穿了秋。挺暖和的，你穿秋裤了啊？争霸总不穿秋裤好不好？假的，我是假的。我叫姚冠宇，今年29周岁，是演员，然后歌手。大部分可能是什么样的角色？霸总嘛。Hello， 大家好，我叫吴天豪，今年25岁，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短国地理专业户。你今年都多久没宠幸我了？快来看我吧，无限超越班等你哦。嗨 ，Hello， 嗨，哇，你们两个好面熟啊！好面熟啊！哇，天哪，第一次见面了，家人。跟他们经常在一些活动里有见面，有一种亲切感嘛。天哪，咱们几个先进来了，结果，哎呀，可紧张了。主要是我觉得我们进来这大家都熟人，我就觉得还是他好像还挺紧张的，不说话，有点挨，我挺挨的。嗨 ，Hello， 大家好，我叫齐牛正威。我虽然是科班毕业，但是我演的戏其实并不多，所以想在演员这个身份上深造一下。我叫张可盈，是一个演员，真正开始拍戏也有8年的时间了。大家好，我叫朱美琪，今年28岁。大家知道我应该是从《喜人奇妙夜》，是美女喜剧。参见夜莺，平生。好漂亮！多多指教。Hello， 我看过你的短剧，超喜欢。真的？你乖乖，我已经看是好高啊！你这么高啊？85。哇，你真的这么高？对，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真的这么高？这么瘦的，天哪！我有点社恐。先坐吧，先坐。他们让我们坐蓝色，哎，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分成两个队吗？对，分成2个。Hello， 哎呦 ，Hello， 老师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今年已经入行36年了。我发过很多的广东专辑，拍过超过60部电视剧加电影。本人叫刘璇，年龄45，多元身份，就是大家认知的是奥运冠军、演员、歌手、主持人。璇姐我就很惊讶，我没想到刘璇老师，我知道她是一名体操冠军。我们坐那边。哎，你们都坐这边。哦，我们是第一个坐什么意思呢？不知道为什么呢？有可能是前辈老师。前辈，对，前辈。哦，用年纪分的。我们的年纪稍微的那个。我们坐。好。为什么分了2组？什么原因呢？分2组，不是男女。他可能是按年纪来分的，不会是年纪大的跟那个年轻的对垒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硕，然后我是一名唱跳歌手。那你作为演员呢？没有，就是零嘛。我也想试一下成为这个演员的潜力有多少吧。我想成为演员。大家好，大家好。老师好，你好。Hello。哎，你坐哪一边？我坐这边。这边。哎，请坐，请坐。我刚刚就是知道他。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美美，今年18岁，自媒体博主。大家好，我是演员文格格，97年生，从业呢今年已经是第9年了，拍了有100多部短剧作品。我叫黄婷婷，今年34岁，现在在做演员，入行今年是第13年。Hello， 大家好，你好，我们是 AVB 组，是吗？你们现在就组 CP 了是吗？哎，我们 ABB 组你怎么过去了？不是，他让我坐这头。哦，你做黄色哦。他们有分配，但是我们猜不到为什么怎样去分配。你知道他是在网上特别红的一个，就是应该怎么说你是？我模仿对吧？模仿，我是小的时候模仿然后火的。嗯，对。第1名是那个王思雨，平常没看见你有这么大运功的，挺厉害的。一般都是觉得挺喜欢的，然后喜欢我的都是很多，让我来说就是妈妈粉儿、姐姐粉儿。我可选钟美美了，她都长这么大了，都长这么大，不是我怎么有一种看着她长大的感觉？哦，对，我老刷到你的视频，特别好玩。你怎么不戴那个演讲的？你好冒昧啊！就他是吗 ？Hello， 大家好，我叫开思源，今年22岁，我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毕业生。大家好，我是刘大月，今年29岁，是一名短视频剧情演绎类的创作者。嗨，大家好，我是黄艺昕，43岁，我的身份是一名演员，网络组合后剩男生里面去出道的。我一种肌肉训练了，就可能我隔一段时间我不做，可能会觉得，哎呀，好像是不是得来一下了？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浩维，我觉得《庆余年》算是我的代表作，已经有1年半没有任何工作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真硕，然后戏约我都3年没有接到了。大家好，我是谢依霖，1990年出生的，我在《小时代》里面饰演的是唐宛如，出道即巅峰。嗨，大家好。大家好。老师好，老师好。他们都是那边的，是过来这边的吗？对，我们。哎，我们的年纪。按年纪分。没有啊，弟弟吧。这里冠军是他。文硕，哎，你怎么混到年轻人的组里？我不知道，所以我就使劲凑过来坐一会儿。没事。张主见啊。这是什么个规律分的？不知道哎。他现在这种分组跟后面有什么关系吗？为什么要这样分？也许有吧。是小考，还是他们是跨界吗？不是啊，那我师哥呀，他不可能跨界。对呀。我们是中灯。有中灯，他们是，哎，我没说什么东西，我没说，杀一个车，我没说，口出狂言。Hello，大家好，我叫王铁柱，来自吉林长春，在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游记》主题乐园扮演齐天大圣孙悟空。我今年27岁。观众朋友们给我一个亲切的爱称叫雪饼猴。哇，猴哥啊，雪饼猴，我太喜欢你了！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好，雪饼猴，雪饼猴老师了。我就坐边上了，我这里摘下来。哦，坐。你们不坐，不好意思。没事，快坐。哎，你再坐，慢点。你没事。他有点看不清，可能。没事，我把这个摘下来吧。摘下来会好一点了。啊，
这就摘，摘的也快，这么多东西原来。听我长得还挺帅的。快坐。猴哥老刷到你，哎呦，谢谢，老刷到的，谢谢。我之前抖音经常刷到他在那个也是一个就是在模东北吧仿的是吗？他就是在长春动植物园，在主区里的 NPC 和 NPC， 我之前实操就是当地文旅那个部门跟他合作，给他送饺子吃。哦，酷。对，我做计划了。哇！哎，他们那边比咱们这边人多吧？他们那边3排，咱们2排。啊，还真是，还有很多人，后面一大排，还有差不多10几20部，10几20个。那接下来的人基本上就是坐在我们这个区域的。我叫上新月，然后我入行4年了。大家好，我叫江真宇，今年29岁，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是一名演员。我叫胡嘉欣，今年23岁，我已经从业9年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辛浩江，今年30岁了，17年进入到的这行。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志伟，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大家好，我是演员吴立鹏，今年38岁，我代表作就是《甄嬛传》里的那个3阿哥红石。大家好，我叫刘海宽，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从业年限今年刚好是第10个年头。我是演员冯建宇，我入行已经11年了。我叫王宇歌，从业应该是有10年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新人演员苏琪，今年22岁，入行快2年了。大家好，我叫许静雅，《满江红》里的蓝玉是我的第1个角色。哎呀，姐姐，我来拥抱你了！参见夜莺大人。哎呦我，夜莺大人，不会，这边都是已婚。我们是儿童。已婚与儿童组。这边是家庭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我的儿子18岁，可以。哎呀 ，Hello， 老师 ，Hello， 看你的节目看了吗？可喜欢。那你怎么没有参见夜莺啊？参见夜莺，专业。我昨天刚学会的，我才知道那个梗是什么。你才知道？对，我是不知，我就完全。我还是看了你的《边水往事》的，是哎，叫什么？那角色？毛盼。哦，我知道了。对上号了，全对上。我也看您的戏，老师。老师，咱们还合作过，您忘了是吧？你们之前认识？我们俩10年前参加过一个综艺。对，10年前。那是哪年啊？16年。16年。10年前。10年前。真的是10年前。我的妈呀！10年一个轮回，我们又回来了。回炉重造。对啊，我们就是要这样。那个青少年区已经坐满了。你们那边坐满了吗？对了，坐满了。哦，坐满了。好像是。是的，坐满了。哦。来了！哇！哎呦！老师好！啊，老前辈。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少天，今年是47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大概就是《流星花园》还有《楚留香》。很明显要来这边了，明显的是这个。只有那边有位置啊。我们这边是亲子区啊，亲子区这么和谐吗？老师，你往没事，我坐边边就好。你很害羞。你好。Hello。老师好。Hello。坐。好多俊男美女。好了，中灯们坐下。老师保养的很好。对，保养的真的很好。我们 F4 的流星花园，朱孝天，流星雨，你不知道吗？你没看过流星花园？没。那你是哪一年？我03的。03的，那可能没有看过。00年左右吧。那我还没出生。对，你还没有出生，超级火，超火。F4。还有人呢？还有。对呀。不是昨天我们一起的吗？对。哦，我以为你在演，原来你是真的忘了。哦，那个很长的嘛。很长的。所以我们是按身高进场吗？我是演员熊黛林，从业26年，做演员的话18年，我是差不多快2年没有演戏了。
因为现在机会越来越少了嘛，适合我的角色也是越来越少了。我来这里更多的是想要有演戏的机会。哇，大美女！哦，你好，欢迎欢迎，我们这一队。哦，那我坐这里喽。对，好了，谢谢谢谢，坐吧坐吧坐吧。好。坐吧坐吧，别这样别这样。好高啊，好羡慕，女神呀，巨高。那这样子你们的分区是怎么样？我们是亲子区。这个已经认了那个儿子了，这个已经他是我的儿子，我不能动他。你会难受吗？坐在我们中间，好像两边都是紧张吗？比你大那么多，有点，有点紧张。你有小名吗？就是朋友怎么叫你？硕硕。朋友叫我硕哥。硕哥，硕哥是吗？那我们叫你硕哥，你会难受吗？我不会难受，他有配得习惯了。好，叫硕哥。硕哥，硕哥你好。硕哥平常有做运动吗？你那么瘦啊？有健身，但是最近没有了。哦，一般都唱歌跳舞就健身了。我们好像几个审讯，对，就是我们证件拿出来检查，这一圈围着他，左一个右一个，都是这么在看着他。哎，我们这边一圈加起来几百岁。我们是100岁团，5个100岁团，我笑出眼泪来了。这边应该还有一个位置，还有一个位置。哦，还有一位，还有一位，还有一位，还有谁？还有谁？大家好，好久不见，又是我曾志伟了。好，那我们马上请出我们这届的无限监制吴镇宇老师，郝丽老师 ，Hello， 刘涛老师。哇塞，郝蕾好帅啊！何世飞老师 ，Hello， 欢迎刘晓庆老师，刘晓庆老师 ，Hello， 欢迎，哦呦，潇洒，好可爱。还有我们表演督导李成儒老师，哇塞，他出现了，我好紧张啊！希望我不要被他如坐针毡，如芒似奔。现在呢，我们第4季的艺员马上就要开始精彩的比拼了。怎么比呢？其实今年有非常多的不一样。这一季我们有很多的升级。首先，我们这一次的艺员的人数，哇，升级了很多。这次差不多快40人了。但是40多人很可能第1集过完就不见了一半了，对。第1集过完就不见了一半了，对。不见一半了，加油！妈呀，手心出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你们那儿分了2个区域，左边的是就业区的艺员，他们近1-2年或多或少都参与了一些影视的拍摄，而右边则是待业区的艺员，他们近些年来鲜少有影视作品的拍摄。哦，我最近也是在拍的是。那你是？对，那就这么。然后本季的入班名额是有限的，只有通过考核的艺员才能获得进入无限超越班学习的机会，这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季我们将启动更加紧张刺激的模式，开启第1次入班考核，艺员们将分为不同组次进行比拼，每组有1个入班名额。我选。我没有想要选。此外，6名监制，每人手中还有1个额外推荐名额，将在面试考核结束后发放给青睐的艺员。非常清楚了啊！好，来我们请出第1组的学员，直接就来了。我手机冒泡了，我是要蹦出来。第1组的2位朋友是。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
啊，第一组的2位朋友是王格格和谢依霖，有请。有请。加油！哇！有就业的，有待业的。对，哪一个是就业，哪一个待业的呢？待会请他自己介绍一下就知道了啊。大家好，我是谢依霖。演员这行其实挺刺激的，总是充满着未知和惊喜。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幕迎来的是高光，还是重新开始。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包守护，不管这一幕是晋级还是告别，总有一份守护相伴左右。那我有什么好怕的？走好每一步，演好这一幕。欢迎！各位导师好，我是演员王格格。我从事短剧行业已经第8年了，拍了有100多部短剧作品。各位监制好，我是谢依霖。然后我目前在内地的影视作品里面已经待业7年了，所以今天来找工作。他都找工作，没问题啊，看今天我们的表现怎么样？好，来王哥哥，你来自我介绍一下。好的。各位监制老师好。短剧演员，我是18年开始入行，刚开始拍摄的是广告短片，从19年开始就拍摄短剧了。因为短剧是在西安兴起的，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安人，然后刚开始也没有想这么多，只是拍。但当时市场上全都是男频，从23年年初开始有女频，我这一年大概拍摄了快60部左右的短剧。60，到已经300天了，就天天在拍啊。对，是一个无缝的状态。什么叫女频？对不起，我刚才就想问。女主视角展开的故事。哦。25年我就开始慢下节奏，然后我觉得我要好好挑剧本。然后25年它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有很多文旅剧，然后还有很多非遗剧。慢慢的进入这个好的有价值的这个内容状态了。这个是我早期拍摄的短剧的画面，这个是去年拍的。服化道、灯光还有它的构图，其实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对，看起来比之前的要有质感。早期拍摄的短剧的衣服，整部戏女主可能只有1、2套，像现在定妆就得1、2天。它会根据你不同的人物的职业，然后不同阶段，它会适配的头发呀、衣服、妆容。也就是说，现在制作的质量在提高，对，是吗？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拍了这么多年的短剧，你觉得短剧给你带来的收获和困惑是什么？我觉得收获就是自我上面的一些成长。我感觉我是被这个行业一步一步推着走到让更多的人看到，但我其实从来没有预想过我可以做到现在这样。困惑目前还没有，我觉得要走一步看一步，还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一个状态。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突破的出路之类的呢？我可能是想要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拍摄，长剧也好，然后更好的短剧制作也好。那别人为什么要把这个机会给你呢？那我也不知道，可能要看我努力吧。不是，你来是干嘛的？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来这里上发展长剧这个赛道是吧？还是你来晒你的成绩单给我们看？你来想什么？我自我不是很认可吧？就我来就是学习，就是犯错。就我希望就有这么多厉害的监制老师在，然后我肯定是能获得专业知识上面的提升。就学多一点，回去再贡献给短剧的内容是吧？贡献给表演，
哦，对，你的脸型是非常适合上镜头的。也许有一些表演的天赋，但是是否会塑造人物那是两回事儿，要看看你下面的表现好不好？好的，好的，好，好，谢谢各位老师。好。来，依林。大家好，我是谢依霖。那我就开始我的介绍。我是怎么出道的呢？就是1秒爆红变哥哥。哇！我当时的回忆回来了。对啊 ，hold 住。就是这样子。我都看到过。真的吗？谢谢。我的荣幸，我的荣幸。我就是靠这种很夸张、很浮夸这个表演呢，当时被瞬间很多人都发现，知道我是谁。但是观众是非常残酷的，你在1年以内，马上大家就腻了。结果黔驴技穷的我呢，就跑到了节目上去卸妆，完全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非常普通的一个女生。在刚好这个节目这一集就被当时的小时代的导演他看到了，很奇怪的我跟非常平凡普通的我结合在一起，很符合他内心唐宛如这个角色。然后我就从综艺咖摇身一变成为电影咖，我就从 hold 住姐变成亿万票房的以棒姐。小时代1、2、3、4，总共接近18个亿的票房。老师音乐，还真的有。小时代，哇！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好，老师停。再播下去，你就要付钱了。就是这样子，我就开始演电影了，然后大丰收。不止丰收了我的很好的好朋友，还跟我的女神一起拍了撒娇女人最好命。最后在2013年到2018年，噔，电视电影综艺就是这样。可是这个时候，2018年一场意外发生了，我怀孕了。然后我暂停了我的所有的演艺工作。有一个前辈跟我说，演艺圈就是一条绳子，一旦你放手了呢，就会立刻有人取代你的位置。所以很多人都说，你在还不错的时候，你就选择了放手，你会后悔吗？我的答案是，当妈好难，我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可是在这个之后呢，我觉得我有个礼物那就是我理解了我妈妈。我原本跟她是有很多的心结的，可是在成为妈妈之后，我就发现，我放下了这些东西，这就是演员啊，演员就是靠成为，然后理解，最后爱上。然后我觉得现在我找回对家人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在这边我想找回对表演的热爱，就是这样。这个好好。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的小孩还真的觉得我不想工作了，就是他们上一次我回去，然后管他嘛，你要吃饭，你要睡觉，你要干嘛？然后我女儿就说：“妈妈回来的日子就是很糟的日子。”我就觉得好，那我去工作，然后我也要让她看看找到自己的我是什么样，就这样。我很想给你一阵掌声。谢谢老师。你能够用那么轻松的表情来表达你的一生，很难的。重新再站起来不容易的，所以你可能因为再走下去的话，孩子因为这个节目了解了你。对啊，那慢慢来吧，慢慢来吧，总会很多东西会化解的。所以希望你能够过了我们这好几关了，成为我们班里面的成员啊！我非常希望，非常希望。因为我跟你聊几句吧，好不好？我对你相对比较了解，对，因为我们在另外一档表演类的节目，我们也有合作过。就是我看到你分在了待业组，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待业，我觉得你应该是有综艺的，有的。其实我特别认为你适合搞脱口秀，脱口秀。或者是另外一档那个喜剧节目。你们两个都拒绝他来当演员，你看。老师留我吧，求你们。我们只是说更适合。没事，看表演嘛。看表演啊，看表演吧。好的。出题目。
我们现在的考题是2位演员参加同一场试镜，其中一位获得机会，另一位怀疑他利用关系得到这个机会，2个人在后台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那我们商量一下。你们商量一下。就我在房间，然后来中。前面也是很 OK 的，就是我们第一组还是会比较紧张一点，因为临场发挥并不是我擅长的，就硬着头皮上啊，先做了再说。好，来，预备，开始。学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你最近真的太爆火了，怎么刷都是你，太厉害了。就一部剧嘛。哎，你怎么在这儿？我今天以为，就是今天是我，所以我才来。先坐。什么本来？其实我觉得 OK 啦，就是没差，只是我是觉得蛮扯的。就大家不是都知道这个，我前面谈蛮久了，那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啊。你真的不知道？你不看新闻的啊？我真的不知道，最近这么忙，哪有时间看新闻？而且学姐，我们之前关系那么好，你还记得我们关系好？学姐，我必须解释一下，我是通过正式的渠道参加了面试，然后得到了这个机会。你是正式的渠道？对啊。那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OK。你不觉得很荒唐吗？就是如果是我会做这种事情吗？就是这种我做什么了呀？我什么都没有做呀。这是好，我的错，我向你道歉。对不起，我不应该抢你的角色，好吗？可以吗？你要不要去上工啊？换你了。好，可以了。哎呦，我觉得王格格还是回到你的短剧赛道吧，该演短剧还演短剧去。谢依霖呢，我还是那个建议，你真的特别适合脱口秀。谢谢老师。就2个人都没有一刻是真正交流起来呀。他本来有一个机会，大家可以吵起来的，就没有利用这个。就是我做什么了呀？我什么都没有做呀。这是王格格想发力的时候，谢依霖有不接上去，就没接。对，谢依霖放。然后王格格就是一开始，你知道他来找你是要来吵架的吗？但是为什么一站起来，哎呀，师姐，感觉好像已经知道了一样。正常嘛？哎，师姐你好，哎，你也来了是吧？这个就是我们无限超越班的苦，每个人都要超级的头脑，马上就能够想好这个剧本是比较困难的。难。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刚刚能够做到，你把你自己的人生放在你现在这个角色，你就可以表现了。比如说，你教练机我试着，你不知道我已经明星演很久了吗？我家有2个孩子，你还跟我抢？我够惨了吗？你知不知道啊？你还300天的剧，对不对 ？OK。就可以用你们所有人生的对白填进去嘛，矛盾点不够，就是表演概念的错误，就是演戏不是演呐，而是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境里边和人物关系里面嘛。哦天哪，我的妈呀！那打分吧，看看谁留下。谁留下？残酷二选一。
OK， 对我来讲呢，其实在两个这个头发表演的话呢，其实是差不多。因为其实如果光两个自我介绍了，我一定是选依林的。谢谢老师。但是因为可能你好几年没有在演出，头脑会慢一点，突然就创作一些演绎的东西的时候，你还要在思考的时候就完了。那些东西马上出来了，所以在对戏的时候打平了。一个是0-0，一个是1-0，所以要1-0的话，我是选你的。谢谢老师。我觉得谢依霖还是可以留下来创作一下自己。谢谢老师。但是你也不是说不可以，我们再慢慢寻找感觉哈。好的，好的。我觉得呢，我看了你们俩的这个小片段啊，我呢反正是没选你们俩。两个都走好像不行吧？可以啊，因为也有两个都好，两个一块留下的。对，也可以，也可以吧？哎呀，他们现在在问必须2选1了。天哪！太严格了吧？我不选，我也不选，我不选，我也不选啊，我也没有想要选任何一个人留下。那就已经4-3了。对，好。什么？两个人都没签名，没选。我什么意思啊？2个都没选，这么残酷。好，你们俩可以离场。待命。好的，好的，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不要走啊，因为有可能会复活的。对。谢谢，谢谢老师。大家好，老师好。我知道现在大家情绪都很紧张啊，千万不要因为紧张的情绪影响了我们的发挥。我们这一季的无限超越班是守护成长季，而且我们这一季来了一位新朋友，就是我们的马宇宝。哎，马宇宝，你们知道马宇宝吗？听过。马医保呢，它不是一家保险公司，而是支付宝上帮助大家选购优质保险的一个平台。像医疗险呀、储蓄型的保险，包括车险、宠物险、意外险，在马医保上都有。好多险种啊，听上去好头大。对呀，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选保险，才会有了我们的蚂蚁保。大家都会觉得保险很难懂，但是在我们的支付宝上，只要你搜蚂蚁保，蚂蚁保会通过非常专业的比较，帮助你在市场的产品当中选择更适合你和家人的好保险。哇，那我一会儿就上支付宝去搜一下蚂蚁保，正好最近想给自己买一份医疗险。这一次呢，蚂蚁保呢也给学员们准备了一份超级贴心的大礼包，来给大家看一下。每个人都可以领一个大礼包，方便你们一会儿跑组用。哎，这是什么？蚂蚁保送卡？这意思是可以直接保送吗？这个我们后续再揭晓。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我们的面试，大家加油！加油！加油！来，下一组厉害了。下一组是一个喜王组，喜王组什么意思？喜王组，那美极了吧？哦，不是，不是吗？是喜王组还是死王组？死王组。首先，我们要有请剧本封神、全网等更5年的庆余年太子的扮演者张浩维。有请席卷海外的舞偶天花板《陈情令》的蓝氏家主蓝曦臣、刘海宽。下一位是台词刻进 DNA 的国民神剧《甄嬛传》里3阿哥的扮演者吴立鹏。有请偶像剧开山之作，风靡全亚洲的《流星花园》的西门朱孝天。好，4个男神站在一块，这一组我们真是难选。好，喂，你先介绍自己吧，好不好？好的。 3位就先往旁边站。好。老师们好，我是演员张浩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我是出演了《庆余年》的系列，第1部和第2部都饰演的是太子李承乾。这是几个《庆余年》中的经典画面。2024年8月，是我人生的最低谷。当时出演完《庆余年2》，
也是在我这个事业的我个人的最好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新闻。我被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发小给坑了，一个造谣诽谤的案件，原因是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有一个财务纠纷，因为我的性格也是比较直那种，我有很多事我可能接受不了，我就选择了诉讼，然后得罪了人，也是没有跟小时候的朋友积极的沟通，后来他用 AI 合成和假的聊天记录去造谣诽谤了我，然后直接让我的事业一落千丈。来说一下诉讼结果怎么样？诉讼结果在这里，是我的民事判决书，我是胜诉的。然后维权整个花了1年零7个月的时间，非常的漫长。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一个工作都没有的，也没有接到任何通告。这个是当时一个损失吧，一个汇总。因为确实不管怎么样，是因为我的原因造成了剧组的损失，我当时就把该赔的和片酬都退回去了。所以跟咱们那个综艺接触的时候，老师也问我有过多少个作品，我说30多个，但是具体数字我说不清，因为有一些作品是把我的脸换掉的。对，然后还有一个作品没有播，我是听说已经换掉了，要准备播，但是我又听说我的判决结果出来了，他们有在考虑把我再换回来正常播出。哦，所以具体的数字我也说不太清楚。哦，对，哇，这个，对啊，一个造谣就是这个。这是别人信了就信啊，然后最后你又回来，他们就已经不爱你。所以这个 AI 有好有坏哈。现代科技是好的，但是要用在正当的地方，不能犯法。哎，我去年也是这样，用我以前的采访的录像，他们做减肥广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弄去。好，我们继续好了。然后这1年半，我基本上就做了这3件事：维权、散步和遛狗。我觉得我现在掌握了一个技能，就是我不内耗。这个特别重要。我刚才在下面忽然想到一个点，就是维权、散步、遛狗后面其实还有一个演戏。以前我是在剧组演戏，但是我出事之后，我变成了给我爸妈演戏。我发现其实我爸妈根本在乎的不是我的事业发展的好不好，他们其实更多的在乎的是我的心情好不好，我的身体好不好。那我要积极的去彰显一个很健康、很阳光的生活状态，他们就放心了。就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会尽可能表现自己很开心。然后我醒了之后，我在我的房间里调整好状态，我来到客厅了以后，我就开始给我爸妈大放厥词，放心吧，一定可以的。去用我的情绪，让他们觉得，我儿子没有问题。我是2、3个月之前拿到这个判决结果之后呢，我觉得总要有第一步迈出去，所以我特别感谢无限超越班这个平台。还有第2个原因，就是我给我爸妈吹出去的牛，我圆回来了。感谢大家。好，现在有个考题，就是你经历了那个舆情的风波，被证明清白之后呢，你的事业就是没有马上能恢复过来。我们假设《庆余年》的剧组答应给你一个试戏的机会，那我们导师就是制片人跟导演。你就跟我们争取一下吧。好，准备开始。哎，志伟哥，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都是老朋友。来干嘛？我是在网上看到咱们那个3不是要开拍了吗？对呀，对。老师，那个这个判决书您看了吧？老师，我之前不是演的太子吗？我还是想演那个太子这个角色，但是可是浩维特别抱歉，因为你这个判决书刚刚出来，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已经选了别人啊。你要不要试试那个其他的？
对，不一定只演这一个角色嘛，对啊吧？对啊，可以试试吗？老师，我是没问题啊，但是网友他会觉得就是没事，您说怎么演我就可以，那就来。老师，我刚才我问那个副导演，我说今天如果试戏有没有剧本，他跟我说没有剧本，然后所以你有一个那个，那你演过2年，他没准备好啊，他不是你那演过2年的《庆余年》，那太子你有剧本吗？你演太子？比如说太子现在你再演的话，你觉得你这1年多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第3季你再演的话，有什么变化？行了，那就没有剧本，就是我就。或者你希望谁配合你？好，老师，能像以前一样，给我一段戏，或者是给我一个题目让我去演吗？因为这次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其实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然后我一直在给副导演要剧本，他说没有。现在是在演还是没在演？在演。我觉得他在演了，可能导师没觉得他在演是吧？监制可能觉得想让他演细节，就是感觉有点让人牵着走。没走，你得把戏进行下去，你得让戏剧往下走。现在是没走。要不你以前有太子的剧本，你记得哪一场戏你演一下吗？我看看你的功力还在不在。吴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演过太子，你太子里边最精彩的一段戏，你现在给我展现一下，看看你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功力和能力。我们现在缺个演太监的，你看看，要不然你给我们表演一段太监怎么样？也 OK 啊。好，老师，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太监？然后从哪儿来？然后那是你设计的。哇，这些你自己设置。我现在有点懵，加油啊！他脑袋放，他懵了一个，真懵，这会儿懵了。就一下就懵掉了，可能就是太久没有面对那么多人和镜头了，所以确实有一些不适应。我明白，老师，抱歉啊，可能是搁置太久了，就。你不争取，吴老师一笑，我就更害怕了。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他这1年半以来，其实确实没有工作，然后让他其实自信心也受到了挺多打击，然后没有状态，现在就对，因为我感觉他以前是一个蛮自信的人，对他以前很自信，能现在感觉到自信。但是他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就蛮受到打击的一个状态，明显看到。好看。你为什么演一个不争取的人呢？我刚才就是想，就是说，其实可能剧组不打算用我了，我一直在追问这个剧本的事儿，然后副导演也没有给我。哎，你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这临场反应没学过吗？对吧？你可以多一句台词，你说没有剧本吗？我谁不是拿到剧本了吗？谁不是拿不到剧本了？事实证明是有剧本的，你没拿到剧本，你就能判断剧组对你的态度其实是不让你演了。你要这样子嘛？所以这就是演员现场的主动性，你要把戏剧带到你想要的这个方向去。是这样，对于你的这段
就太糟糕的、太惨的经历啊，我们都是能感受到的，太唏嘘了。就是虽然你的官司赢了，但是你的能量也被这件事情拿走了大部分。希望你找回来，好吗？好的，老师。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但是你的眼神里面没有光。对，就是可能你过去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已经让你很坚强，但也很疲累。但是你真的需要更强，因为你刚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喜欢你那种文质彬彬的气质。但是看完之后呢，我觉得你太温了，温到让人觉得你没有了能量。你的眼神里面那种散的那种光一点都没有了。我觉得你可能更需要的去重塑自己的那种信念和信心，要让自己比你经历的要更强。你现在要强起来，要不然很难。明白，老师。真的。好，我们就下一位吧。下一位，好不好？好，请坐。好。这位就是刘海宽。到。就是这样的圈子。监制老师们好，我的名字叫刘海宽，就是刘海很宽，就刘海宽了。刘海宽。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这是刚好我出道的第10个年头。《陈情令》里面蓝曦臣这个角色呢，也是影响了我很多，直到现在过了很多年，这个标签还在我身上。那有些人就会说，刘海宽你天天《陈情令》蓝曦臣。不炒冷饭的吗？但我想说的是，即使这个是冷饭，它也是我自己炒的饭。我觉得一个演员，他这个一生当中能有一个被大家记住的角色，已经很幸运了。这么多年呢，我大大小小可能拍了20-30部作品，但是我最后给自己总结了一个外号，叫“爹系男主”。这个爹呢，他不是爸爸妈妈、父母那个爹，他是跌倒的跌。陈情令之后的一小段时间，我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的主动选择权，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是一个优质股。那应该变成红色，不能是绿色哎。绿色是跌股，这不往下跌吗？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是爹系男主，所以我是一个爹系的优质股但是呢，我相信我的基本面我觉得我的现在演员生涯虽然没有很久，但是我觉得是涨跌。现在我正处在低位震荡的状态，特别适合老师们还有观众们。慢慢建仓，然后满仓我不会再跌了，没得再低。就是我虽然没有红起来，我虽然是在低位震荡，但是我还没有退市，我依旧处在这个非常我热爱的行业里面。所以我希望通过《无限超越班》这个舞台，能让老师们多指导我，然后也能让更多的观众和前辈们多多的看到我有这么一个刘海很宽的演员，叫刘海宽。谢谢老师们。好。你平时玩股票的？这个真懂，要不然他不会拿这隐喻。不是，就是会略懂一些，然后平时会稍微关注一些贵金属之类的事情。金属，好可爱。听说你很想跟我们刘晓庆老师一块演戏是吧？对。嘿，现在就是刘老师坐在这里了，你想尽方法去求老师跟你一块去演戏。就是我特别想让小庆姐演我的女朋友。那你喜欢我当哪一种女朋友？做您自己，尽情的把您自己的展示给我。哎呦，大胆，厉害的，给他点厉害的，给我力量。你先说词。好，小庆啊。来，你在我心里是非常明亮的一颗星。那你在我心里，我先笑一阵儿，先笑够了，你再往下演。啊，你先笑，来。
好，我需要站起来吗？不用，不用，就坐好，坐好。哎，谢谢男朋友，谢谢。我觉得我像哈雷彗星一样站在你们的面前，你一直给别人，包括我，都是一种大女主的感觉。我希望有一瞬间，您可以当我哪怕2分钟的大女主，可以吗？那我需要，跪在你面前，你帮我扶起来。不用，我跪过来。跪过来，越来越近了。我要那个公主一点。好。哇。老师们，我想和小青老师演一段，大概是他等了我很多年，然后我回来看他了的一个段落。我是你的女朋友，不，反正不是老婆，对吧？对，不是。然后你就走了。对，然后我又回来了。多久回来的？30年。来吧。好。好啊。那个可以把我外套啥的拿一个。来，我有外套，来。谢谢老师。谢谢。他穿得了吗？那么小。不是，他不用我不穿。道具。好，预备，开始。小青，我没想到你还住在我们的老房子里面。你是谁？刘海宽啊，你忘了吗？刘海宽，好像恍惚之间是有这么一个名字。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这个是你送我的项链。好像是看见过。你记不记得，当初我们在芙蓉镇看星星的时候，我说你是我眼中最亮的一颗星。我问你，在你眼中我是什么？你说我是扫把星。这么难听的话我不会说的。你认错人了吧？我没有认错。否则我不可能开这个家的门。你现在是不是机器人？我不是机器人。我不相信你走这么远。我真的不是机器人。就是机器人。我说了，我不是机器人。我说了，我不是机器人啊！都这个东西会送给机器人吗？我们这么久都没见面，你还发火？哎呦！我30年没见你凶我。对呀，前面都不重要，但是你凶我。幸好你走了这么久，不然我现在不知道变成啥样。对不起，因为我真的很让我悲伤一会儿。小青，那个照片上那个人是谁？戴红帽子那个，虽说看着挺年轻的。你结婚了是吗？没有。我走这30年，你结婚了是不是？你结婚了吗？我没有时间结婚啊！我走的时候，你跟我说你会等我。脾气了，脾气了。我受不了了，太好笑了。哎呀！抱歉，抱歉。我没有效果，一直在发脾气。可是我走的时候，你跟我说，让我和他一起回来。可是你结婚了，又发脾气，第4次发脾气了。对不起。哇塞，
好，小姐，你坐，温柔一点嘛。你坐好。30年不见了，对呀，给人爱骂了4次了你。哎呀，不行了，我都快笑哭了。他就是我自己戴着红帽子去滑雪，挂了一张照片在那儿。那我其实有一件事情，无论你是否结婚了，我都想告诉你。这张卡是我出完任务得到的一笔奖金。啊。以后的日子，我来陪你，我们一起开一个店。开个什么店？那我们在芙蓉镇里开一个豆腐房。嗯，可以。你叫刘晓庆，我叫刘海宽，那就叫双流豆腐店。开在四川。好，好，可以，好，可以了，行。哎，太棒了！我觉得啊，你这个示范真的是很经典。为什么？因为老是等一个人回来就上映，但你问了一句多少年？30年就好。我30年就不认得他。我肯定是不认识。相隔30年，就第一个反应就是直接的反应，就是其他演员可能没你这个，但是跟你发了4次脾气啊。怎么说呢？我觉得海宽，我会觉得你如果做朋友的话，你是一个像傻憨憨一样的孩子，就是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爱。但是如果说作为演员，你在接戏的话，其实你还是有很多让我不敢想象你是真的表演学院出来的演员。因为你在接戏的时候，就是你不管是从语气语调上啊、体态上啊、情绪上，没有任何丝毫的变化，没有任何丝毫的感情，没有任何丝毫的表演。其实我是挺失望的。我的问题，对我会觉得和我想象中的差距有点太大了。刘凯宽其实是，但是你跟小信者的时候，你没有跟他互动啊，你就在你的剧本，你就只是你很急把你的剧本想抖出来。抱歉老师，抱歉老师。好，那就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啊，下一位。丁贵守护成长，无限超越梦想。本节目由丁贵儿脐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来，朱孝天。各位老师好，我是朱孝天，祖籍南京，出生在台湾省，今年47岁，然后我已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没有拍过戏。哎呀，曾经戏剧对我来说是一个游戏，第一次入戏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妙的缘分，是跟您的女儿曾宝仪，然后后来我就参与了《流星花园》，后来也参与了很多电视啊、电影的一些演出，但是在这之后，我再也找不到入戏的快感。我其实很努力，我很想在戏上面有一些建树，但是当时的情况是不允许的，因为公司是对我们有掌控的。其实当时有一部琼瑶的剧找上来，我看完剧本以后，我是希望能够去演反一，但是是被拒绝的。公司唯一的理由就是你还有商业价值，你没有必要去参与。于是10年的合约里面，我没有接到过任何一个我自己真正心仪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些年来一直没有那么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因为同质化的角色不断的涌上来，霸道总裁、过气明星、富二代，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当我终于结束了合约之后，我觉得我自由了，我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呢，我毅然决然地搬到北京来，我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去报考了表演系。我是技教学院，因为当时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学了2年多的表演。在这中间，其实我真的找到了我对表演的热忱。然后就在我觉得后面我可以再做得更好的时候，噩耗传来了，我发病了。我的免疫系统会攻击我自己，于是我的身材开始变形，然后我的精力也不像以前了，我没有办法再去面对剧组这样子这么高强度的一个工作，于是我基本上放弃了这件事情，然后我转去做自媒体。这几年做的其实还不错，我也慢慢的把身体调整回来了，我非常感谢现代医学。在自媒体的领域里面有一个赛道叫短剧，这个是我接下来会要去接触到的一个赛道，但是我觉得我要面对的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发现过了10年的时间，我已经非常生疏了，我现在连词都背不住。然后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目，透过各位老师的指点，可以帮助我再重新打磨一下，重新唤醒一下我对戏剧的热忱，我对戏剧的这个技巧上的一个觉醒，然后让我能够更好的面对我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谢谢老师。夏天，因为我们2个都合作过嘛，是，所以刚刚你讲的有些事情，我是没有在接触你这以后，我是不理解的。比如说，为什么你会觉得，哎呀，找我的人就是演这些，其实我不喜欢演，你为什么这样子？既然你对这个行业有热爱的话，怎么你会排斥去演任何一个角色呢？因为我觉得，在我的戏剧生涯里面，我的感悟是，人不是只有阳光面的，人性还有很多阴暗面的地方，甚至是说我们在讲述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不应该用这个角色的一个表现去判定他是善是恶。但是我所接触所有的东西，他没有给我机会去表现出这些我对人性的体验。永远是这个女生过来摔倒了，你搂她一下，2个这么对视就爱上了。然后所以我常常会在剧组里面格格不入，因为他们有时候还会挺懒惰的，比如说有一张床，然后导演会为了少拍一个特写，不去把这个床拉出来，把镜头架在里面。这个都是我在现场会跟导演有一些的争论点。我觉得这就不是戏啊，你所有东西都在简化，所有东西都在同质化，你只是为了要把这东西赶出来。导演说你会不会想太远？我说可是这不就是事实吗？我先说一句啊，我想大家肯定有很多感受，我其实听了他很感动。我们其实真的是很想保持尊重戏剧本身，尊重艺术、表演艺术，尊重这个自己的情绪付出，因为我们是以自己的情绪付出作为一个劳动取得报酬，或者得到大家承认我们这个艺术创造的结果的，所以不能够苟同这些莫名其妙的这些情节的构造，甚至于这种泛滥着低俗价值的这样一些内容，我非常认同它要有选择。我哪怕没有钱赚，我也应该有自己的坚定的立场态度。这个戏剧本身它是承载着非常多的信息的，它是有文化导向的。那作为我们演员本身，就是我把控我自己对于这个社会能够起到怎样的一种互动，体现我的价值，就是要有正确的选择嘛。没有钱怎么着？不可能离开表演我就饿死的，不合适的角色我就不选吗？你看现在的短剧，你看我现在刚才是写了几句的，你看很多内容就是嫁入豪门即成功啊，什么霸道总裁，什么强制什么亲吻，类似这种啊，有彻底恶劣的这种危险引导青少年这种价值的这种台词，这种情节反反复复出现。我不是说所有短剧都是不好的，不是说载体就是能够决定优劣的。
好的短剧也可以是好作品，长的剧几千万上亿的作品，电影也可以是烂东西。但是很多短剧现在是面临着一些问题啊，需要大家去警觉了，去改变了。所以我们每个演员有责任去做。谢谢你。何老师别激动，我相信透过这个《无限超越班》的这个节目播出，大家会有所改变。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但是如果按你们的规则，我们这个行业就不用生存了。因为你先听我说，肯定有幼稚园、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生，但是从哪来的呢？短剧培养一批演员，这批演员如果有抱负，他就去长剧或者怎么样，这个是一个生态的问题，你不能让很多人为了理想去实验没有生活，不可能。那不对，吴老师，我要跟你持不同的意见。我懂你意思，但是你要做到金字塔顶那批人，但是我们要从金字塔上面爬上去，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达成我们最金字塔顶这个目标。但是我觉得我同意，但是形式没关系，我说的是内容。我现在声明，不是说短剧不好，我是说很多或者有些短剧这些内容上面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不是，郝老师啊，你那个是观众的问题，口味是观众的问题。你不给他看，他就不会看到这些呀。制作的人他可以有这个把控的。好，对，同意这个。那来吧，我们开始小考了。下一位，我们有请吴立鹏。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演员吴立鹏。首先先辛苦大家看一个就是有点粗糙的一个小视频。我是谁？皇上，3阿哥又长高了，又长高了，长高了，又长高了，这太高了3阿哥这么大了，好魔性啊！这就是我最红的角色，我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比这个红，所以就是对我而言就是出道即巅峰。因为3阿哥这个角色，因为《甄嬛传》长期的受大家的关注，所以我就一直会有，网友在二创我的这个角色，然后会一直被大家讨论。我也很感恩这个，包括我来这个节目，我如果没演过3阿哥，以我这种水平，可能他们也不会让我来。我呢，就是这些年就一直在工作，16年，然后我拍了许许多多的作品，就是这些，都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喜欢。但是我自己都很肯定这些，我自己很喜欢这些作品。我就是这样一直在工作，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雄心壮志。我其实很不好意思这样讲，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想要冲。但是我要诚实一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完了，这个是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拍了一个叫《长江图》的电影，然后在10年前去了一次柏林电影节，去看了看外头。然后就埋下了一个影帝的梦，就想当影帝，特别想当影帝。我为什么喊呢？是因为这些年可能自己进步的没有那么快，我把这个梦藏起来了，它还在，但是我不跟别人讲。可能就想假装谦虚，想假装自己就是没有很在乎。但是去年因为我这个电影是跟那个辛芷蕾老师一起演的，然后他拿了影后，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好像这个火苗又重新点起来了，像发神经一样，就想喊一喊说，其实我也有这个梦想，是我的一个目标。我还会一直努力的拍戏，努力的工作，然后我有一个大目标，就是我想当影帝。来。其实有梦想一定是好事，对吧？有目标，我们才因为目标而行动起来嘛，对吧？但是路径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对呀，那不是很奇怪吗？我觉得你这2个，你刚才说的《甄嬛传》也好，《长江图》也好，你应该感谢你的运气。是的。
我实在是没有通过这2个作品看到你成为影帝的实力。因为《甄嬛传》它是一个大热剧，一直到今天都有人在讨论，对吧？你在一个等于它像一个好的平台一样的嘛，所有这个《甄嬛传》里边的演员，因为这部剧的红而都被关注到，对吧？这不能证明你在那里边演技很好。那么第2个就更有趣了，《长江图》是杨超导演的作品，他是你的老师吧？对。对啊。所以他找了你，对吧？他不认识我，我是石井市场的。好，那最起码他也是你们学校的老师。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当中是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的吧？是的。对，所以说没问题，就可以有那个愿望。所以路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不能只是喊口号，要喊口号大家都可以喊嘛。不是你平常做什么的呢？你平常喜欢做什么？除了拍戏之外是吧？我就是看看电影，然后健身，其余的时间就是跟朋友见面，待着。看什么电影啊？我看就是比较杂，就是我看哪个好，被大家热议，可能就看了。我觉得这样会培养不了一个好的演员了，因为没有思考的。对，您说的非常对，思考是一部分。没有一个表演是为了得影帝，我们只能对观众负责任。因为如果你能打动观众、打动评委的时候，奖自然会交到你手上。我是希望自己能首先自信，然后来到这里，因为你们一眼就能看出我的破绽，我就说，可以来被打碎，被提意见。好的。来，咱们看一下你的实力能不能配得上你的野心哦。你知道自信和自负是2个词啊，你是太自负，但是又真让你来的时候，你又缺少自信。对不起，老师，我不太知道我哪里表现错了，让您觉得我自负。可怕就在这儿，听你前面说又不争吧，又不抢吧，后来我就要喊口号吧，你现在就要当影帝，这不是喊出来的。我刚才确实演得很不好，我很对不起自己，也很对不起各位。对，你看吧。但是其实因为我感觉我好像，我说完之后我被问懵了。我刚刚确实我连题目我可能都没有听明白，我确实是演得非常差，是我的心理素质的问题。我因为前面跟各位老师聊天，我感觉我被误解了。我们没有误解任何。首先，我刚才重复了我对你的问题，对吗？然后其次，振宇哥跟你聊的时候还说你喜欢看什么电影。你作为一个想做影帝的演员，你都回答不出来你喜欢哪一类的电影，你也没有回答你喜欢哪个演员，为什么？他演了什么戏？对不对？哪个桥段，或者是他演的哪一个角色是你应该去学习的，你都没有。一个演员应该先享受在自己的工作里，而不是一直想着我要去拿影帝，对不对？你都不在当下去享受自己创造的这个角色，你怎么拿影帝？这不是空谈吗？对不对啊？对。来，请3位也站在中间来。我说2句吧，可能要扫你们的兴。对你们4个人的表演，我觉得就是看不到亮点。刘海宽跟这吴立恒2个人，这个没有戏。任何一个题目给你们，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你们2人之间的那种情感呐，那种矛盾呐，对吧？都没有，跟那磨磨唧唧。张浩维是吧？还有朱孝天，就是基本功的问题都欠缺。要严格的说，4个都不够格。我觉得你们4个人都有抱负。那我觉得有点太残酷。
要严格的说，4个都不够格。我和李老师的感受是一样的。纵然我们是一个守护成长季，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专业的一个期待。我们是演员，我们要展现演员的风姿、演员的专业，而不是取悦于谁。所以我实话说，我会有点遗憾。如果你要问我，我其实和您是一样的。我4个人，我其实都没有觉得他值得。我是等待，我没有想要选。我觉得你们4个人都有抱负，4个人都要把这个抛开，完全来跟我们融在一起。所以你问我，其实我4个都不选。但我赞成4个都不选。OK 啊，不选也 OK。我不选，好不好？我赞成。好吧。但我觉得有点太残酷了。就如果说如果4位都4个都不选的话，那可能这次的机会4个人就都没有。其实最后我们还是要选学员的。如果学员不够的话，我们还会开会再讨论，把哪些再拿回来呢？让我们把机会给后面的学员嘛。好的。好。如果这个是我们的决定，就暂时这一组我们就4个人不选，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些偶像的艺员，其实他们经过了一些时间的沉淀之后，也有一些阅历的积累，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偶像转型演员的黄婷婷和秦牛正威他们的表演怎么样？欢迎两位。好，有请2位。老师们好，老师好。好，那我先开始。老师们好，我叫秦牛正威，来自河南南阳，然后这是我的基本资料。我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虽然我是科班出身的，不过很多人认识我是通过唱跳节目。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梗，叫不一定需要糖和玫瑰。不一定需要糖和玫瑰，只有什么有音乐。因为我的说唱像朗诵，就是我不会说唱，但是我唱得很认真，网友们就会觉得很好笑，所以我其实下了这个节目之后得到了一种飞升。那个时候呢，我在电影学院刚刚读大2，碰到了很多很好的工作机会。我的第1部电视剧也很荣幸的参加到了《亲爱的爸妈》，在里面饰演的是闫妮老师还有王艳辉老师的女儿。后面也有陆陆续续的参与到一些网络作品，尝试了还蛮多不同风格的。然后我中间有大概暂停3年左右的时间，就是以客串为主。在去年的时候，重新想要就是做好演员这个身份。为什么又停了又出来了呢？因为我谈恋爱去了。我那个时候就是恋爱脑疯狂生长，就是觉得需要一个人过来坚定的守护你。我当时觉得一段稳定的感情，演员的这种职业可能是聚少离多，或者经常会接触到新的人，有一些亲密戏，不利于感情发展。所以我当时决定，要不然我过日子去吧。但是呢，日子没有过下去，发现其实爱情就是镜花水月，靠不住。然后女孩子还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有结婚吗？我当时订过婚。订了婚。对，但是后来我又结束了，没有结婚。然后有很多朋友他以为我已经结婚退圈了。这段关系还在吗？不在了，就是及时止损了。但是确实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我感觉我成长了不少。所以我希望来到这儿提升演技，然后成为一名合格的演员。谢谢老师。哎，对了，你这边有2个名字，一个是秦牛正威，一个是秦雨露，哪个是你的正名？为什么是改名呢？我的出生名字就叫秦牛正威，然后呢，秦雨露是我当时在恋爱期间改的这个名字，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恋爱期间，所以很多人以为我是为爱改名。其实我只是做了改名这件事情。很多人改名字是因为他说改自己的命运嘛，就是改了会更好嘛。其实我旁边那个振宇哥啊，他也改过名字。我改名就是因为我比较
常常用人家撞，还有那个就不够华丽，什么汤镇业啊，很华丽一点，我就是讲改要个振宇。对，震着宇宙。哇，要震着宇宙是振宇。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恋爱脑是一个褒义词，还是个贬义词，还是个中性词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中性词。认真对待一段恋爱这个事情，它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因为恋爱这件事情去放弃了很多双方或者你个人能够变得更好的机会，这个做法可能不明智。所以我觉得就是都有吧。如果是一个做别的职业的女孩，恋爱脑可能是偏贬义词的。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觉得恋爱脑很好啊。从生活中得到艺术的滋养，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你创作的源泉是什么呢？老师，您的这个观点就是我当时自我安慰的。我觉得一切发生皆有利于一个演员的经历。同时，我觉得人就是有时候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的。不，这个重点在于你不能只是停留在恋爱里面啊，那可能是大家说的恋爱脑。就是你应该提取这些供养给你的营养，然后你把它利用出去，对吧？这才是艺术工作者的工作嘛。我有不同的看法，对于表演这件事情和自己的私人经历。私人经历是创作的一个渠道，来源渠道，但不完全是。不要完全依托于我们一辈子要演很多角色，你难道都去体验吗？它来源是很多的，有书籍，有听的，有看的，有想象，有分析。它还是个演技，是靠各个综合的信息来分析到的。千万别听所有的人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只能听一点点，好吗？你谈3段恋爱的，你会演3个不同的恋爱的，那你以后演50个呢？那你50个去谈的，谈死你了。好可爱，我好喜欢他，很真性情。可以现场演一段吗？演戏吗？还是就比方说你现在对我在一路繁花就这样考试过，就是你现在突然看到门口出现你的男朋友，怎么对待？出现了我的前男友还是现任呢？现任。哦，出现了我的现任，现在门口，在我们这里。好，你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好。你怎么？老师们，那个我男朋友来看我，我能去跟他说句话吗？让他等会儿吧。好。不好意思，老师。还是演得比较很清楚的。谢谢老师。如果是我要来演的话，我就会这样。看到我演的吗？叫男朋友进来坐下。就比你要剧烈一点。小青姐演得特别细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不是说恋爱脑吗？你应该突然就跑出去了，不顾一切，这才恋爱脑。对，老师，那是上个版本的我。我现在可能，对，我现在在滋生我的事业呢。演得太常规了，要人家想不到的一个情景。好的。好，下一位。好。各位老师们好，我是黄婷婷。然后我是13年入行的，我是13年成为了一名少女偶像团体，叫做 SH48。这算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高光时刻吧。在团期间获得了1000万粉丝的喜爱，
可能大众对我现在的认知还是那个少女偶像团体的黄婷婷，所以我来无限超越班的目的之一，也是我希望告诉大家，其实我这些年一直在拍戏，我现在在做一个演员。然后这些年就其实围绕在我身上的一个话题，会大家问我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团体，为什么要退团。我是13年到19年在这个团体里头，那个时候我已经接近28岁，27、28岁。我希望能够有一个转型，但是当时的团体的定位还是少女偶像团体，它没办法根据我个人做出一些调整，所以在工作的选择和路线的规划上就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分歧。所以那个时候19年我就毅然决然地提出了解约，几乎是在我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候停下了所有的工作，然后这一停了4年。到23年，算是这些纷争全部都解决完之后，我才开始正式做一名演员，就一直在拼命的试戏，各种跑组。这几年已经有了15部作品播出，后面我还准备了一些我的那个演戏片段。好，停！你还往哪跑啊？啊！你喜欢的是我是吧？你有病吧？那么中二的话，我早就忘了。你要干什么？我杀了他！我想要他死！哦，很好看了。因为大家对我的形象还停留在那个少女偶像的阶段，但其实我现在34了。我想告诉大家，我这些年有了一些经历，我长大了，我可以接一些不同样的角色了。30岁也拥有打破自己、重新再来的勇气。还有一个职业的小目标，也是希望像在座的老师一样，能拥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代表角色、代表作。觉得吗？哎，很好，说的真好。就婷婷，你解约肯定是一件对你来讲非常大的事情。是的。就刚才我们看到，从那个偶像团体，然后到一个有质感的戏或者角色的表达，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决定，因为他就是那么样成长起来的。这是什么支撑着你？就是你勇敢的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就我刚入行，我其实是喜欢唱歌跳舞，然后是因为在团内接触到了演戏，开始喜欢上了表演。然后随着我年纪长大，我想要接一些不同类型的角色，比如他结婚了，或者甚至他带一个孩子。但是这跟少女偶像团体那个定位是违背的，就是公司不会为我选择这样的角色。所以如果你演了这样的角色，然后粉丝们看见了你，害怕粉丝不喜欢你吗？不是我害怕，是公司的路线就有违背，他不会让我去。对，公司也不同意啊。是的，是的。其实看真人就觉得，哎，为什么又来一个偶像？但见到黄土地，我觉得很美丽，感觉很融入这个山水人性的美丽。我觉得你选择很好啊，决定不然要跳到广场舞嘛。其实。就30岁都不放你们走，还要少女团体干嘛？那他是聪明的，年龄到了应该不是偶像了吧？我不知道对偶像这个有年龄的约定吗？我觉得在内娱这个环境，其实大部分偶像到了一定年纪都面临着一个转型。没错，是的，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见到太多类似idol， 然后转不过来的，他可能更大了，他都还有那个偶像包袱，所以就是说，你勇于做这个决定，你很棒，你很勇敢，选择是正确的，我觉得是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我很好奇的是，就是你跟公司解约4年，你是基本没有办法工作，那你怎么从这4年再出来的时候，你还能得到那么多那么好的机会呢？其实这4年，工作虽然停滞了，但是我一直有在试戏，只是聊到最后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会觉得，虽然你还挺适合的，但是他不想要冒这个风险，就最后就是不了了之了。有一次是我已经在进组的火车上，然后可能当天也上了一个不太好的热搜，因为当时还是有一些讨论，然后就接到了剧组的电话说，哎，不好意思，你不用过来了，我们可以给你买回去的票。当下我其实觉得，我想去，我想去当面见到他们，见到导演，见到制片人，我再当面争取一下，所以还是去了那儿，结果也没有反转，就还是没用我。后来就这样的事情，其实在这4年间一直有在发生，我自己怎么调整过来的，就是我不停的去上各种各样的课，把自己排满，然后每次去试戏，我也当做是一次我向业内展示的机会。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在拍戏，虽然可能大家最后不用我，但是以后说不定有机会。韧性很强。我说句真实话可以吗？我觉得其实你不算通俗美学当中，特别我们中国的美学当中，你不算最漂亮的。我是偶像的时候，你唱唱跳跳业务很好。那你现在转型了，他也不能靠他的脸蛋。当你现在转型成演这种苦的，从内心出发，靠自己演技的，很棒。我觉得这张脸才适合做演员，你太漂亮，代表不了普通的人的生活。对的。你代表不了普通人，你太精致。她可塑性很强，也很可以漂亮，也可以不漂亮，是不是？好，谢谢老师。没错，所以演员最重要的是。你们觉得她有点像梅艳芳吗？从侧面看。小考吧。就你们的考题是2个曾经亲密无间的女生，因一次背叛，多年不再联系，再次相见，想象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好吗？天哪，这很难，真的挺难的。这规定情境我听完我都懵。上3件，可以了吗？可以。好，来，预备，开始。好久不见。6、7年有吗？有。你来医院是？我体检。你在医院干嘛？哦，我看朋友。朋友哪个朋友？后来的一个新朋友。交了新朋友，蛮好。我蛮好，我就是没交到新朋友。这个还是我送你的。哦，那你随便找了一个首饰戴戴呗。其实我当年不是故意的。你到现在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不是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生气，我生气的是你对我的态度。你不相信我。可是当时你有很多细节没跟我说啊。我不想说，我懒得说了，我说了1遍你不信，我还要怎么跟你说？多说2遍不就好了吗？我们2个那么关系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多说2遍？现在这么多年了，那你打电话呀。我把你微信删了，我怎么打？我给你打不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黄婷婷，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过来拿一下。我陪你拿。没
事没事。来这里，过来拿一下。啊，你一个人来的吗？跟朋友。好，结果自己看一下，好吧？还需要更深入的检查。再去约号好吗？我们还有下面的病人。谢谢。让我看看。没事，体检嘛，体检有几个数据不正常，对，很正常。不是你这一圈都不正常。你给我，我看我去问医生。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别害怕，我害怕，你别怕，我陪着你。停，可以了。真棒！很棒。我是觉得他们俩都挺好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从个头、从形象、从表演的能力，其实都是有发展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婷婷啊，我真的觉得你的戏可塑性很强，而且演的也很好。又到我们投票时间。好了，你现在选谁？选他。谢谢老师。我觉得他的路子可能比较宽，秦牛正威，就是我觉得形象很好。但你太理智了，你有一个框住了你的灵魂。他太冷静，我有点冷静了。但是我是喜欢你的表达的，我觉得你在介绍你自己什么的，我是喜欢的。但我从刚才的考核结果来说的话，我会选择黄婷婷。谢谢老师。你觉得谁？专业来说的话，可能还是他好一点。你们选谁？你们选。对，我也是。都是。我认为黄婷婷还是可以的，她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她拍了不少戏，而且她比秦牛正威要开悟一些。其实很多演员，98%的演员演了一辈子戏都没开窍。我们4个都选王婷婷。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第一个终于有一个了，好吧？恭喜！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小青也不错哦，你也不错，谢谢老师。我们先请牛正威离场，对，往这边走啊。好，谢谢。我没有觉得我输给别人，因为我的对手蛮强的，但我跟我自己比，我就是超越了我自己的。好，王婷婷，你就成为我们第一个进入我们无限少年班的成员了，恭喜你！来，黄婷婷来领这一张，谢谢你。进入下一轮。转身，好，来。你就成为我们第一个进入我们无限少年班的成员了。第一个，太难了。开心，超级开心。就虽然也那段表演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缺点，有很多不足，但是至少得到了导师的部分认可，还是觉得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保守护。有请下面一组张伦硕和熊黛宁上场。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包袱，我觉得我有很多可能。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除了身高之外，我还拥有我自己的演技。Hello， 大家好，来喽，来喽！各位监制们好。OK， 我先下个楼。Hello， 各位导师好，我是张伦硕。各位监制们好，我是熊黛林。张伦硕，你能再走一次出来看看，给我看看，你再走一次。跟刚刚一样，再走一次，有没有？啊！哦，你刚刚垫出来是因为想跟他的高度一样是吧？哦。对，要不然就感觉有点尴尬。难怪他要走我后面。对，到这儿我就下楼了就。啊，踮脚了是吧？对呀，我说奇怪了，他怎么走路会这样子呢？难道钟丽缇喜欢这样？顺撇是吗？不是，他觉得自己有点矮，他踮着脚出来了。他们都在一个叫没工作组哎。待业组。待业组。对的。你待业多久了？我待业好几年了。好几年。就自从认识钟丽缇就不用工作是吧？很多人是这么想的，对，其实真的也是有难度，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好像不用工作，然后就不找我工作。其实我很想工作。那熊黛宁，你没工作就因为你嫁人呐，你去享受生活呀。其实如果说是工作的话，我现在在做直播，但是我是说是演艺的工作，演戏我是大概差不多2年没有演了，而且上一部戏还是跟郑宇监制一起演的。哦。对呀，我垫了几层那个鞋，垫到我啊，脚疼啊。辛苦了，辛苦了。你不用垫，你不用垫，我这个高度我们都演个夫妻。真的吗？对，因为辛苦志伟监制了。就从头到尾都坐着，他没有站起来。好，那就开始自我介绍吧。好，那黛玲你先休息一下。好的。来，伦硕。Hello， 各位导师好。然后我的名字叫做张伦硕，我身高1.82米，今年是44岁。首先呢，我是钟丽缇的老公，3个孩子的爸爸。这个为什么我一上来要这么介绍我自己呢？因为这几年新闻上、网络上对我很多的报道，大部分是围绕我的家庭，围绕我的老婆孩子。我觉得这个是我要面对的事情。在过去的5、6年吧，我上了差不多50多次的这个头条的热搜，但基本上都是关于家庭的生活的八卦的一种编排。然后就更离谱的呢，就是有一次我老婆直播的时候呢，粉丝非常的支持她、鼓励她，她就感动的哭了。当天晚上我就上热搜了，说我给她创造了一个悲惨的人生。但是好像很对味啊。有一些新闻一贴在这个人身上，突然就会觉得，哎呀，不好抠这个瓜。但为什么贴在你身上会那么对味？就是我也是觉得，就是他们练了我一个很厚的心脏。但是我是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因为我是一直都有各种各样的传说，而且不光是传说，还有了很多结果。我以为我永远不能够当演员了。当我出来当演员的时候，就碰到刘涛，然后当时我一说刘涛演公主，就该我说话，然后我就说公主，然后眼前都是所有的星星在乱飞，飞了以后来了10几遍，后来导演就说停，就是撤了，今天就收工。然后下来的时候他们讨厌，我们把它换了吧，这脑子都坏了。但是我仍然坚持在横店，因为那个时候我1分钱都没有，负债累累。于是我去跑龙套，
跑龙套就是你们在谈事儿，我在旁边站着，然后站着说拿水来，拿水来，50块钱一天，整整1年，我的外号叫横店第一漂。但是今天我仍然在这里，重写自己的人生，不怕从头再来。所以呢，因为你也有这样的情况，我就鼓励你不怕，谢谢。因为他们这样对你是帮助，对我也让你非常有名。谢谢老师。对。哎呀，来给你出个题吧。哎，好嘞。你的妻子病重病危，且失语，你到医院去看望她，跟她做最后的告别。我们请刘涛老师来给你配合。哦，好的，太好了，好久没出手了，刘涛老师。好久没出手了，一个病重的失语，没台词，脑子清楚说不出来，你在考我呢？对，不许你说话。我把口红擦一下，要不然影响人家看着我的那个情绪。对，你看，这就是专业演员的敬业。你看，这就是职业道德。好，你可以吗？这样斜靠着。我这样靠着吧，我这样靠着，你给我架子，这样架着不就行了？哦，来，是吧？对。来了。哎，你没睡啊？怎么样今天？我感觉你气色好一点了。还是那么好看。哎，我看你这衣服，他们没给你整好吧？好，放松啊，一切都很好。我跟你讲啊，家里面一切事情都非常顺利啊。小宝他在夏令营也特别的开心，啊。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好看吗？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穿的都是特别有范儿？这不张敦硕同款吗？你不是喜欢张敦硕吗？你看，以后我跟你讲，你就别再说我邋遢了啊！以后你要记得，你老公也能帅一把，好不好？别说话，嘘。我给你看看小宝的那个视频，好不好？视频，哎，我那个手机在哪儿？我去找一下。小宝的视频，小宝在夏令营呢，特别好啊！别哭，我知道你想他了啊。给他看看他的视频，让他看一下。你看了吗，小宝？踢球呢，黑了点，对不对？你放心，高兴的不得了呢。我跟他说了，妈妈过几天就好了，他也放心啊。他也没有担心。变得越来越美了，啊！睡吧，睡吧，睡吧，我的宝贝，睡吧，我的宝。好，可以了。非常棒，非常好，谢谢你。非常棒。好厉害！我
哇，那个助演真的厉害，高级助演。哎，这个是您的手机，里面有一张我们俩的合影，回头记得发给我。哎，你怎么打开手机的？直接点开拍照就可以了。哦，这样子啊？哎呀，我都不知道哎。他的设计很好，他起码一来就做悲剧好，就比那些人老婆很放心，状态还是放松的，但是你只停留在你的语言上。你的底蕴是要用你的欢乐压着你的悲伤，但是你好像底层没有太多那个。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差距什么呢？就你一进来已经知道，已经差不多时候了，说进来是悲伤的，但是反过来你不想看它，但是你转过来你要保持那种没事。哎，对，我喜欢的，对。做起来感觉没事，但是你知道你不行，所以进来的表情跟坐下来的表情是两样，这样观众就会晓得哦，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常常艺人的对白一根语气把它讲完是错的。我感觉你气色好一点了。我跟你讲啊，家里面一切事情都非常顺利，妈妈过几天就好了，她也放心。其实讲对白的语气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用气声，什么时候用什么声音，这是完全两回事的。这戏跟声音一起才能带动观众啊。你只是睡着了的时候情绪有点转变。张伦硕，你到医院探望过病人吗？我去过，医院的病房门是有窗户的。对。但是他病危，你们指定说是在医院吗？当好，病重病危，到医院去探望。刚才说是在医院吗？当然说了。说了。所以这些东西你都要注意观察。但是我想说一句啊，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录制节目，要这些选手去完成一些动作的时候，这么一点点时间准备，都是很难进入的。对。我们平时在演戏当中，要进入一种状态是要酝酿的。谁来跟我说话，我是很不开心的。马上就要进入的话，要演到我们眼中的标准是很难的。你这个观点不是理由。不，我认为是理由。那刘涛过去之后，他事先准备了吗？他为什么可以眼泪哗哗呢？因为他站在这个，他为什么可以？他为什么都能接受他呢？李老师，因为所以他站在，因为所以是他太冷静了。因为所以是他站在了这个无限超越班，而不是刘涛老师，是他要成长，不是他要成长，这个就比出来了嘛，对不对？不，都是刘涛你不对，你就是演得太好了。我觉得两位老师说的对。他表演的哪些不足，我们去给他提出来呀。我给他们。你现在认为我提出来的不对吗？对。那不得了吗？我肯定的，但是也要谅解他们呀。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人家跟观众解释，不是跟你解释。不用跟观众解释。我当然要解释，为什么不解释？那要不然办无限超越班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如果说你给他准备在别的场所，可能他演得更好。是。他们也不容易，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必须要讲，是为了他们更好。对。他们来干嘛？就是来听我们这些人说这些的。太可爱了！老师，没有人敢跟你这么吵，也就是我跟你吵起来了。每一次都有类似的这样的辩论啊，但是伦硕，你是一个上了4年大学表演系的本科毕业生，以及后面所有的学员不要乱鼓掌。我是一个表演老师，即兴表演是表演训练的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即兴表演完不成，对不起，就不是职业演员，好吗？说得好。老师们，我可以说2句吗？可以。
我认为，如果我的演技真的达到了像刘涛姐这样的水平，我可能在演偶像剧的时候就会一路在走。对的。所以我能来到这里，我就是首先承认自己的不足，我就是想来学习的。对。可能我觉得你这是太久没演了，我感觉到你的状态还是一个演员的状态的。我觉得你应该会的。好，谢谢。好嘞，谢谢各位老师啊，谢谢。我上学时候就这样，演完戏就要把它搬走。哎呦，邢黛林来。好的。大家好，我是演员熊黛林，我入行26年，做演员18年，然后这是我的 PPT。我是1999年偶然间经过一个商场，那时候商场的门口是有模特在表演的，我就好奇的过去看了一眼，也就是因为我看了这么一眼，就被星探发掘，然后我就开始做模特了。然后我有个秀导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你的外形是很适合去中国香港发展的，然后他就把我之前的香港经纪人介绍给我。2006年就正式的去中国香港去做模特了，一路也是非常顺利的。因为一过到去，然后大家真的很喜欢我的长相，就我非常多的工作蜂拥而来，就让我出名了，非常幸运。2008年就接到人生的第一个电影女主角，非常幸运是《叶问》里面的张永成。打什么打呀？你当我们家是武馆的？这个我看过。慢慢，我真的就爱上演戏了，然后就拍了一些作品。人唔可以單睇外表㗎，最緊要有內涵。漂亮，真係唔係公主啊？咩係公主啫？但係我想知道點解你哋唔自己刪呢？這一張照片啊，待會就死了。我現在緊張到會吐。我憑什麼給你答案？我憑什麼和這杯酒？梁朝偉，換一杯。哇，好感動，太美了，很好。大家都觉得这些是我的代表作，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代表作，因为我理解的代表作是。大家一提到这个作品，他第一个时间是想到你，然后那个作品才能成为你的代表作，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叶问》是子丹的代表作，不是我的。但是我成为这部作品的其中一员，我非常的感恩，非常的珍惜。我已经快2年没有拍戏了，第一眼看过来就知道我的弊端是什么，就是太高了。就是太高了，每个人都觉得哇，你真的好高啊，然后没有其他东西再讲了。还有就是我的年龄，我45岁了，生过孩子，结了婚了，每个人都觉得，哎，你不用工作啦，你老公养你就好了。但是我在家里照顾了3年的孩子，我觉得我跟社会脱节了，然后天天在家里跟我老公吵架。然后我老公说呢，你出去工作吧，我喜欢以前的你，以前的你在台上你在发光。所以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我想要从零开始，做一个职场的新人，作为一个演员，新人演员，我到底有没有机会再去演戏？谢谢。好，很棒，没问题。但是不能45岁就说你没有机会了，还早得很嘛。对，因为我的起点太高了，然后很多人找我演戏，他不敢找我演配角。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多失落，本来有个机会的，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不会演短剧，大家觉得我不会演配角，就不敢来找我。所以我今天也是很想跟大家说，无论是什么剧，无论是什么形式，无论是什么角色，只要有机会，我是可以的，我就会去做。这是对的，很正确。就好像说过去你是靠很多的运气，所以你机会找过来。现在我觉得你是在寻找机会，把握机会。你现在要寻找的是，除了运气之外，我还有的底气。那来吧，我们开始小考了。好，你要演一个长期被忽视与误解的妻子，然后向你的丈夫倾诉生活的压力。但是这位丈夫呢，却不断地指责你懒惰、别有用心，所以你经历了很多年的委屈与疲惫，让你彻底的爆发了，做出出走的决定。演我的丈夫，
你不是大志伟哥，志伟哥，来哇！哇！这个高度差不多，这个你一直坐着好了。好，拿个椅子来，拿个椅子来。志伟哥，你气场2.8米。我可以申请，我去换个鞋可以吗？因为我要做家务之类的。对，去吧去吧。我很快回来。可以了。来了。来，开始。我妈今天有打电话给我，说什么了？她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那你说挺好就可以了吗？我说不出口。什么意思？我只是最近太累了。累什么？又不用上班累。哎，真是。这家里这么多事，不是事吗？做个饭，收拾家里房子，这也叫累吗？这不是每个女人都在做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也会累？我每天也在外面赚钱了，你还不满足啊？耶，又过关啦！哎，我刚刚上厕所，我还发现厕纸都没了。你在家里干嘛呢？真是。我在干嘛？别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我伺候你那么多年，你又来了。每天看你的眼色，你高兴的时候家里就很稳定，你不高兴的时候，全家人都战战兢兢的。我突然很想问你一句：凭什么你就能对我指手画脚？凭什么你就是一家之主？凭什么我就是免费的保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什么？我想有我自己的生活，我要有我自己的事业。我不是一个保姆，我也不是一个人的附属品。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个人。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我在等你，等你哪一天能够看到我。可是你从来没有。你干什么？你说的这件事情谁做都行，我不做了。又在闹。走去哪了？我不知道去哪里，我只知道一件事。我要离开这里，我不要再这样过了。从今天开始，我要为我自己活一次。你还不是明天就回来？唉，女人真的是莫名其妙的。好的。哦。来，不要这样子。谢谢。我太矮了是吧？
好有喜剧效果。哎呀，好吧，非常好，非常好。对不起，可能很好，很好。这个戏的节奏，还是很好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会不太理解你为什么一直在用气声，而且那个肢体很僵。但是刚好呢，你又是这样一个受气受了这么长时间压抑的那样一个人物。我真担心你一直是这样，那个就失败了。对。后来你那一下爆发，一下就层次就出来了。因为会想到头那几年我要在家里照顾孩子。2个小孩，24小时轮番轰炸我是处于一个疯癫状态的。对，但是我先生回来，我要压抑自己，我不能把我的负能量带给他，因为他出去他也很累，所以我就很有体会。我在家里就是要，我为了这个家好，我要忍，真的要沉下去。但是要爆的时候，就是不理解，那我肯定会爆。我选一个废蓝，废物一样的，特别棒演的，要这样子才让你有多点想象力。后面我希望你有变化的时候，我眼神才给你。我只能这样子。所以我就很谢谢志伟老师。志伟哥这个线条设计的真棒。实际上志伟哥真的很气人。就我觉得这种完全忽视、完全冷暴力的男性，真的应该滚出家。会有这样的人吗？当然，就是我认为那个委屈和愤怒，就是他根本不抬眼看你，那个能量应该从那个对手身上来。好，来，我们一起2位站在一块儿。很棒。张伦硕呢，就是你刚才的表演就是太理智了啊，太冷静了。希望你今后能够听进各位老师们的意见哈，也要多拍戏，争取出来。这个女演员呢，其实你的身高不是劣势，我倒认为其实是优势。第二，你的眼睛非常会演戏。那我这一分肯定是给熊黛林，我这一分就给你了。这一票我是给熊黛林，谢谢。伦硕呢，其实你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但是呢，可能需要放掉一些任务，再用一些感受。是。人家老说节奏，但其实有些节奏是自己给自己的，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都可能需要去找一找。那你们2个已经给到熊黛林了，我就给伦硕吧。谢谢何老师。演对手戏嘛，当然是给熊黛林了啊。谢谢谢谢。我这一票还是给熊黛林的啊，好，我这一票给熊黛林。谢谢。我可以投2个吗？可以，可以。因为我觉得张伦硕他并没有准备，也没有给他酝酿的时间，一出来就变成这样，我觉得已经算很周到的了。我投他们2个，谢谢。谢谢。好，黛林，我们无限少儿班的同学里面，你是其中一个成员了，恭喜你。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观众。伦硕，你就先休息一会。拜拜，拜拜。好，谢谢你，祝贺。来，熊黛林。谢谢，谢谢。我就感觉第一次面试成功了，就非常开心。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剩下的都不是问题了，只要我在这里就可以了。谢谢，谢谢各位老师。好的，谢谢你，成为我们无限少儿班其中一个成员。接下来出场的可是一山不容二猴啊！一山不容二猴，2个都做猴王了。孙悟空，这出请出殷凯、王铁柱上场。加油！猴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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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呦，来了来了！哇，好帅呀！大家好，我叫殷凯，是一名动作捕捉演员。来到这儿，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动捕演员也是会演戏的。哇哦！黑悟空和孙悟空。这一升几十斤。好有气势啊！一来就把我们镇住。嗯，哇，对手来了！哇哦！哎呦，好像啊！给我扇凉了，我感冒了。太精彩了！两位到底谁是美猴王呢？这个是比较传统戏曲舞台上的美猴王，对，这个应该是黑悟空里边的造型哈。是的，老师。然后这一身衣服呢，就是他当中的主角天命人1:1还原的一套铠甲，大概的重量是在60斤左右。60斤？是的，哇！其实今天来到现场，我们小哥俩其实还想跟何老师合作一段。我们就是变一变，我们两个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们想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境。真假美猴王。我应该饰演什么角色呢？白骨精啊。嫦娥。白骨精。对。那我们对着看呗，对着看吧。行，好的。来吧，来吧。嘿嘿，你个妖怪，敢跟我去变个真假吧？啊！正合此意。哎，这儿来个老太太。谁说老太太？重新来。啊！你没看见老太太？第一个出来是老太太。走下来。小姑娘，小姑娘，经典。你把真心话说出来是吧？我下来我揍你我。不好意思，老师。还没来得及变。我一会儿不投你的票。好你个妖怪！俺老孙看你满身的妖气，必定是妖精所变。你才是妖精，你是妖怪，你是妖怪，那不何妨？你去找个明白人给咱们变上一遍，正合此意。好。哎，这儿来个美女，来个美女，好笑。哎，慢走。你是何人？有妖气。妖气？什么妖气啊？我只不过是一个路过这儿的可怜的老太太。刚才还是美女，变化的如此之快，还说不是妖怪。哎呀，齐天大圣啊，真是火眼金睛！老娘是千年不死的白骨
那你快给俺俩分辨个真假。看看你们俩，你是妖怪，谁是？他是妖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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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打一架吧，谁赢了，谁就是真的齐天大圣。妖怪，看吧，来吧，妖怪，来吧。好啦，别打了，我看你们俩呀都是真的。你。哦，这个老师好厉害呀！非常棒，太好了，很精彩。谢谢何赛飞老师，谢谢。都好。好，完你先休息一下，让我先来吧。好，谢谢。来，铁柱。王铁柱这名字很有力度。各位老师好，我叫王铁柱，来自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游记》主题乐园，扮演齐天大圣孙悟空。观众朋友们给我一个亲切的爱称，叫雪饼猴。这次我来是想宣传我美丽的家乡北国春城粉雪之都，欢迎你们的光临。为啥叫雪饼猴？刚开始我就在动物园的那个时候，无意间我看到了互联网上有一则新闻是6000块钱招聘，只压在五行山下，趴着负责吃，大家就被这则新闻所吸引，所以说我说那我们《西游记》主题乐园，我也可以去趴在那儿啊，开始吃水果，吃关东煮，贵。雪饼扛吃，我那天大概吃了将近30多片雪饼，完我就说了一句不吃了，太干巴了。哎，就这一句话被第三视角的一位游客把我拍下来，吃这个太干巴了，怎么吃雪饼？就登上热搜了，就给我了一个名字叫雪饼猴。哦，这样子啊。对，改变了我的命运。会不会很冷呢？趴着的时候，真的是夏天热，冬天冷，很辛苦。你11岁就开始参加比赛了是吧？我11岁开始唱戏的。哦，唱哪个剧种？我是学的是集剧。哦，集剧。但是去了动物园被投喂，这个职业挺奇妙的哦。真的。就好像你也是动物的一份子啊，就是趴着就翻滚啊、耍棒都没有机会给你去表演呢。你不觉得有点委屈吗？当时我的心里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一个斗争或者是想法，这是我的工作。你试过最难熬的一天是是哪一天？最难熬就是第一天。我清楚的记得我只露了一个头，那个时候没有人去投喂，把这个雪饼给到观众的手里边，观众都不上前。那个时候我心里边是挺难受的，哎呀，就是五味杂陈的，我也说不太好。有想过放弃吗？那一天我想过，但是后来我发现不能去放弃，因为我觉得 NPC 这个工作，你既然能谈上爱岗敬业，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场景需要做完。你现在还在坚持吗？我坚持，每天都在演。我觉得你说你五味杂陈，我听的时候也五味杂陈。作为一个专业的戏曲演员、京剧演员，不容易。然后去从事现在这样的一个岗位，我听着不知道应该是赞赏，应该鼓励，还是感到有点。我觉得这可能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有关的吧。就是我在你雪饼猴红起来的时候，我就看过你小时候的纪录片。有纪录片的。因为他小时候他参加那个地方剧的比赛，然后他是连续6期的擂主，对吧？擂主。
哇！你刚红起来就那个纪录片就出来了，当时我真的掉眼泪了，很心酸，很心疼你吧。我就觉得他这个孩子，他从小的这个家庭状况，可能会塑造他的这个能忍辱的这个力量。他家里状况怎么样？你自己讲讲好不好？行，我在11岁的时候学习戏曲。大概我学了1年多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在我马上要比赛的前10天的时候，他就出车祸去世了。因为戏曲演员有一句话叫“戏比天大”，我不可能说，我感觉就像临终的一种托付，把我托付到这个戏班里边，把我托付到给我的师傅，他就走了。就为了我爸，我也要学。无论怎么样，无论我就是残废我也。恭喜擂主卫冕成功！恭喜我们的擂主连续守擂5期。来，你别担心，我男子汉，完成你这个家。奶奶，8年的卧床脑血栓，也走了。我的爷爷，是心脏，长了一个粘液瘤。我就想把这个比赛所有的奖金也好，奖品也好，我想给他卖掉。完了，想把我爷爷的手术给做了，因为我家里边没有，我爸爸没有，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我就是家里的齐天大圣，就是家里的孙悟空了。看什么给你整个人干动作呢？是男子汉。你觉得什么是男子汉呢？特别刚强的是男子汉，就不管遇到什么坎坷，他都会面对。真的有点沉重。对，铁柱，你那一年是12岁。12岁。我那年12岁，完了就算是把这个命给救回来了吧。但是，我也在追求我的这个梦想，就是那个时候我说的是做一名会唱戏的一名大学生。完，我又重新回到了学堂，我念了12年的书，我考上了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后来，我又再一次接触戏曲，接触京剧。我认为，我身上如果没有戏曲人这种坚持、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就没有现在的王铁柱。谢谢各位老师，好孩子。其实今天我来到现场，还想感谢一位老师，就是刘涛老师，因为我们在长春的时候遇见过一次。是的，是的，是的。那时候刘涛老师告诉我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优势。”或者说你现在有这么大的关注度，《西游记》如果说再要去开拍，你一定要去争取这个角色。所以说，在我心里边一直也埋下了这个小种子。今天要感谢刘涛老师对我的这份鼓励和支持。因为在《西游记》里也是观世音菩萨去渡的美猴王啊，他演过观音。哎呦，就有这个姻缘。哎呦，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我们俩的缘分其实挺奇妙的，因为我今年冬天呢刚好长春的冰雪节，然后我去参加一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俩遇到，然后当我们就是在台下，我就开始找他聊天，聊着聊着，我跟他说，我说你知道马上就要翻拍《西游记》了。你一定要去试镜，然后他就退缩了。他说：“怎么可能？这个机会怎么可能给我？”我说：“你之前受过所有的苦，就是来照亮你明天的路。我认为你就行。”然后我就一个劲的鼓励他。然后我说：“不管这个导演是谁，这个团队是谁，我希望你去展示你自己。”然后后来我说：“如果你要是愿意来无限超越班也行。”我真的来了。对，后来我发现他真的来了，那一刹那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我还是挺感动。哦，是这样的一个缘分，太好了，太好了！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那不如你观音点化他一段。对呀，这已经点化他，让他来这儿啊！来吧，你们就表演一段观音五行山下度化悟空，来。悟空什么什么的，那就是什么？我被唐僧赶到那个
花果山了，我想到您这儿来诉苦来。诉苦啊！即兴观音菩萨即兴表演啊！那您就坐在这儿就行，我直接到那儿坐在这里就行了。哎。菩萨，菩萨，弟子拜见菩萨。菩萨，那个老和尚又把俺老孙赶出来，就因为我打死个人，可那是个妖怪变的，他不分真假，就把我赶走了。哎呀，你这泼猴，又来告状了。俺老孙这不有委屈吗？你打死的是个人吗？是条生命。哎呀，哎，菩萨，那他可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就把我给赶走了。他赶走你，是你的宿命。人敌不过天命。那照您这么说，俺老孙那还得回去？去吧，去找你师傅。看看怎么能够弥补，把这条命给还回来。哎呀呀！你要再在这闹，小心又要念着紧箍咒。菩萨别念，俺老孙走便是了。菩萨，俺老孙告辞。好，演得多好啊！哎呀，太棒了！太好了，完全接住了，完全接住了，完全接住了。好棒，好棒，好棒！哇塞，真的很凶。好笑哦，太好看了，太好看了。真的眼泪都出来了，好感动啊，刘涛。是不是他就是啊？你很好，刘涛老师也特别棒，那个词儿一边想一边说。厉害厉害，老师，你真好。好，言归正传，出一道题。你的考题是：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现在回到家，你开始卸掉雪饼猴的妆，像往常一样，跟你的家人边视频边卸妆，边聊聊天儿。我开始了。好，开始。好的，领导，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明天能把观众留住。你让那个替补再等我一天。谢谢领导。小孩，你过来！俺乃齐天大圣孙悟空。我自己都不信。喂，妈，咋的了，儿子？没咋的，你给我打电话干啥呀？打电话看你下没下班呗。哎，我刚下班，领导今天呢，这顿给我夸呀。凭啥呀？
那是我孙悟空演的好嘛？你大儿子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身的本领。挣不着钱啊？妈，你就记住，我这不刚刚大学毕业，钱不钱的对于我来说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一次机会。我跟你说个事儿呗，妈。说呀。我呀，争取到一个趴在五行山下接受大家投喂的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绝对能火。啥玩意儿啊？在五行山下接受大家投喂，就给吃的，给吃的趴那儿就给吃了呗。就是大家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哎呀，哭了？没哭，我说怕你惦记我啊。哭啥？刚才耍棒子的时候，把眼睛给打一下。哎呀，你就别说这么多了，你就等我好消息吧。到时候你在网上都能看着。我等啥好消息啊？家里不缺钱，你别给自己累着啊。你缺不缺钱那不是你的吗？我给的是我给的。啥玩意儿我的？啥玩意儿哎呀，好了，我我的呀？不跟你说了，挂了吧，妈。爸，你觉得我能演孙悟空吗？我一定行。齐天大圣，孙悟空。哎，好了，不要演了，把我害惨了。哎呦，好想抱抱你啊！没想到哦，这个。棒，加油！他所有的表演是最真、最诚、最发自内心的，无表演。很多演员演也演不出来。郝蕾老师突然间给他打母亲的电话，咋的了，儿子？他接母亲的电话的反应，打电话干啥呀？以及遮大家有掩，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瞬间的崩溃，然后挂断母亲的电话的那种痛苦，有节奏，有层次，表演的比较准确，最重要的是真诚。好，谢谢，谢谢啊。首先，王老师的表演的状态，我是觉得是很成熟的一个状态，表演状态，我也有被他感动到，但是我也有对我自己的自信。好，应凯，好，下一位。
哎，来，哦呦，都好帅呀！他怎么这么帅？哎呦，别我也调侃一下。上周，11名议员率先完成面试。做什么了呀？我什么都没有做呀。唤醒一下我对戏剧的热忱。可以，可以。我没有时间结婚啊！我想当影帝。你放心，高兴的不得了呢。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个人。真棒！黄婷婷、熊黛林顺利入班。是。本周面试继续。好想抱抱你啊！谁又能获得入班名额呢？好，下一位。哎，来，哦呦，都好帅呀！他怎么这么帅？各位老师好，我叫殷凯，是一名动作捕捉演员，今年29，从5岁开始练习武术，今年已经折腾了24年。我在15年的时候，以专业第1的全国水平考上了上海体育大学武术表演专业。然后在校期间，机缘巧合有个游戏项目找到了我，从此进入了动作捕捉的这个行业。你们可能会在一些很多的游戏作品里看到我的一些身手，就像24年爆火的黑神话悟空。哎，我有一法可超度孤魂。你还演过什么不同的角色？像刚刚《黑神话：悟空》里面那个游戏嘛，它里面有60%以上的角色，我都有参演。哦，像《和平精英》那么好嘛。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游戏，像《和平精英》《永劫无间》《原神》等等。早期呢，我也演了一些话剧，也演过一些影视的一些作品。在18年的时候，也给王一博老师做过武术指导。正好说到动作捕捉，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动作捕捉其实就是我们动捕演员，在一个360度全是光学摄像机的一个场地里，我们就会穿着像我那张照片，黑色紧身衣，身上贴着 mark 点，然后在场地里进行我们的表演，然后虚拟角色就会在电脑里来共同体现，就是我抬手，虚拟角色也抬手。我现在做动捕演员这个行业做了有10年，每年的一个开工的天数，可能有200多天。标杆，也是承蒙行业里的认可。我现在不谦虚的说，也算是行业里的一哥。肉谱一个是吧？你能演2、3个不同的动作出来？哦，可以啊，我可以先小演一段。好啊。我拿着，没事，谢谢，没事。虎怪，老虎。太厉害了，很厉害。哦，不容易啊。对呀、
刚才的形体很好。对呀，你就是这样。那个动作很棒哎。很难。动作只是动作嘛，但是我刚刚看你表情啊、眼神都很重要。这个会有帮助吗？大家不要被字面所误导。动作，比如他虽然说动作打头，但是他的情绪、他的表演状态都是要在的。也会用到里面的表情吗？有啊，在游戏当中也会采集我们的面部表情。啊哦，我刚刚很欣赏你，就刚刚演那个怪物的眼神。因为我们常说我们演戏的啊，我们叫观目。那观目很重要的。刚刚美猴这个小饼猴啊，他虽然戴着面具，他的眼睛也有戏啊。是的，是的，是很重要的。那现在他是要求走出幕后，放下他的现在的。我想来，更多的想展示一下我的身手，我的武术。可以啊。好。哇，好厉害！哦，天哪！哇，太棒了！太厉害了！哇，空中的时间很好啊。好了，厉害！我们还没鼓掌，这同学在后面已经鼓掌了，你看。有活力呼声了。谢谢。不是他在这空中有时间的。对，是很棒，那表现力很好。来吧，开始打分吧。来，两位。我觉得这一组可能蛮难选的。对。完了，这组咋选？我先表态。我提个议啊。很难呀。我觉得咱们破个例吧，两个全进入吧。对，我就想说，我要提议两个全进。同意。对，我也同意。同意。谢谢老师。这一次又破了我们那个记录了。哎，我们是4个的淘汰，这是2个就要进局是吧？对，你要同意2个进。你也同意。我们李督导，你的提议非常好。我想讲一句话啊，小饼哦，在我们这个节目，很多学员都来说很需要我们，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很需要你。谢谢老师。因为我们需要这种学生，我们需要大家来看到你对大家一种鼓励，人生就这样子，人生这样走出来的。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导师都能帮。谢谢老师，好不好？我会努力的。两位都是非常难得，非常好，恭喜你们！谢谢，加油兄弟！铁柱，我也想跟你讲一句话。在你年轻的人生里，你已经经历了99811难，希望你在无限超越班取得真经。谢谢老师，太棒了！我太激动了，我在这里哭的太多了，我在干啥？来吧。对，哎，先拿！哇！来，谢谢老师。谢谢。好棒，好开心。这两个确实难以割舍，是吧？对，非常棒，非常棒。来，皮肤亲起来。
对对，有事我全抛开了，有人俊。我应该高兴，大高兴吧。我能晋级是我的意外之喜。老师都看哭了。哦，那真的是被我的故事所打动哭了。下一步我想让他们被我的演技所打动哭了，这是我的目标。开心一过后，就是又开始紧张了，又开始焦虑，想后边我们是什么样一个赛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呈现一个好的作品，能给到老师或给到观众，才能让我们这一次的无限超越班之行真的是不枉此行。对。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好，马上我们请出下一组的学员，语音、甘望星还有姚冠宇，有请。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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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我们3个都合作过，也是短距离目前。好，来，大家好，哎，大家好。哎呦，来3位介绍一下自己。各位监制好，我是艺员姚冠宇。各位老师们好，我是演员于英。各位老师好，我是演员甘望星。非常好啊，老大了，你们3位都知道啊。来，冠宇，你先介绍自己吧，2位请到那边先坐一下，好不好？哦，姚冠宇先来哈。各位监制们好，这是我的基本资料。其实我出道已经10年了，但是近2年内才被人看见，因为我拍了短剧。这些是我的这几年积累的作品，大概3年的时间，积累了60多部短剧作品。60部，1年20部。这里面是有我自己原创的歌，我除了演戏之外还喜欢唱歌。哦。第一首《远行的斑马》，这首还自己做了自己 MV 的导演，对这个感觉还挺不一样，还挺新奇的。哦。然后2025年其实过得都还挺充实的。2026年的开头来到无限超越班，就想自己能有无限的精力和无限的能量，超越过去的自己，匹配得上自己未来的角色。谢谢。啊，姚冠宇真的是很帅哈。我发现他们短剧的男孩女孩都是很帅很漂亮。我觉得你不简单了，短剧里面很少有这样子的全才人物，又能作曲，本身是歌手，又能当导演拍 MV 啊。鄙人不才，我男团出道的，就是之前有唱跳过。鄙人不才都出来了。但是很厉害啊，听说你快要打倒柯纯了。柯纯很厉害的，你还叫什么 F4是吧？他是把柯纯已经刷下去，现在你才是一哥啊。有那么厉害吗？还有这事儿呢？没有。他说谁是柯纯呢？啊，不会吧？不是，他根本语音不告诉你，不可能吧？没这回事儿，只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当时呢，它只是一个平台的数据，只是当日的一个数据。就那么一天，是吧？这个就不说了，细节就不说了。没有啊，你不用谦虚啊。我刚刚在化妆间还看了一下那个数据，你是在他前面了。
今天呢就又不一样了，今天可能就是所以因为更新的太快，对对，没关系，反正加油，太快了，反正加油 ，OK。好，谢谢老师。谢谢你们，现在是新的 CP 是吧？然后要请一些老 CP 出来了，来，小甘，来，轮到你。甘星星。对。各位老师好，我叫甘望星，然后我来自湖南醴陵。望星。对。你跟女一合作过多少期啊？如果算上这一次来无限超越班，就是4大。然后很多人就是第一次知道我，可能是因为这2个阶段。我是那个来自长沙世界之窗的鬼，然后跟创造营2021。然后后来我就，受到了很多关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有没有然后？想要搞笑。然后就没有然后。然后后来我慢慢接触演戏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演戏这个，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对于我来说，需要一切从零开始，因为原先我就是一个，素人。接触演戏之后，我发现得先去把我的普通话给学习一下。然后后来我去找老师学的时候呢，老师就从每一个字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开口就是那个归音啊，对，归音，对。然后练习的时候呢，就老师拿那个筷子让我叼着那个筷子去咬字。这个方法行之有效吗？很有效。他这个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我有个例子，我也拍过一个电影，里边有个角色是小红云唱《寒灯发鼓》的，他就是筷子加咬着3根蜡烛，寒灯发鼓，他要咬着筷子的时候要唱，所以必须嘴皮子很有劲儿，才能咬出吐字清楚。对。我们来试一试啊。我说一句绕口令吧。好。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吃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的出租车司机。哇，这句还蛮难的哇！哎，这样说的很好哎。哦，那说的真好啊！你现在厉害呀！当然，说好普通话是第一步啊，但是说好普通话不等于说好台词。是的，因为非常多的学播音的普通话可能比我们演员还要标准，因为他们要去考级。对。那现在有 AI 了，你放心 ，AI 说的更标准。他们就是讲得清楚而已。对，不等于台词。所以当然你的第一步也是要学好普通话啦。好的。然后，这是我这2年就是参演的一些影视作品。哇！哎呦，这么帅！哇！帅哦，帅的。哎呦，帅的。哎呦，哎呦！没想到我老婆居然是个小霸总来了。它是一张影视脸，在镜头前是合适的，拍平面、拍图片和视频。你长得有点像郭品超。哦，哎，有点像，有点像。他怎么可以还这么帅啊？你是在夸自己吗？不是。他以前就长这样，他现在还长这样。啊，对，好，懂了，我们已经懂了。OK， 好，那你休息会，请你老搭档出来。4搭，语音，姨母笑，姨父笑。大家好，我是演员于英，我是非科班出身的。然后我呢，其实之前学的是理科，我学的是电气自动化。然后上大学那一刻，我慢慢的接触了自媒体，去拍了一些小小的短片。然后我就用我大学存的那几年的钱，
找了一个类似于进修班，我去学了几个月的表演，然后进入了这个圈子。有一段时间呢，就一直在家待业，去试戏一直试不上，直到短剧的出现，然后我就一步一步的拍，一步一步的拍，拍到有一天导演找到我，他说英子有一部剧特别适合你，我们可以一起创作一下，就是《好一个乖乖女》。就是我事业的转折点，让更多人认识了我。这部剧呢，也是和老师们熟悉的柯晨搭的。因为这部剧让我得到了很多的机会，出演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长剧，就是《玉名茶谷》，而且还和饶雪漫老师合作了《不一样的他之唐一》。在乖乖女剧宣期间，我跟柯晨有一次连麦，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怎么办？他说开年这个剧。这么多人关注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作品，我们走的是下坡路啊！所以我当时很害怕自己的能力达不到大家对我的关注度，所以我会尝试各种各样的角色。其实有很多我是驾驭不了这些角色的。我听到一句话，就是演员要向下扎根，向上才能开出花。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继续沉下心来，而不是去一味的消耗自己。然后我想跟老师说的是，我来无限超越班，我就是希望打破自己的一些之前的表演的固定化。有这么多优秀的导师，就可以跟老师们再更多的学习。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对，所以这个一直是我的疑问啊。其实去年跟柯晨也有聊过，就是那你在我们这儿学习完了，你是希望去拍长剧吗？我希望去演更多我认为我自己可以驾驭的角色。就怕你学会了就失业，因为那对学会就失业，就受众就不接受你那个那么平淡的。学会就失业，只是说节奏会快，其实是信息密度。其实短剧现在也有很多很慢的节奏，虽然说有些慢节奏不代表对，不代表那个细腻的过程，它是另外一回事情。明白。但我觉得，就是你看我们专业艺术学院还有综合大学培养出来的演员，他们很多都闲着没事干。那为什么专业的那些演员空着短剧没人请呢？因为他们吃不了苦啊。那就是我刚才想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人品，他们很能吃苦的。不，现在也有很多，现在特别多电影学院中戏上戏的，全都搬到横店拍短剧。他们在拍了是吗？在拍了，已经横店已经太多的专业的演员能拍短剧。对，这是一个现实现象。对，北京身边好多朋友都已经搬去横店了。所以我就是人咯，最后还是人。你们3位现在都能够这样子，我觉得是你们自己的为人很重要，你肯吃苦，对，这是最重要的。还有最重要是什么呢？不忘初心。你们是怎么出来的？红了还是这样子，你就会一直红，这很重要的。好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出题目了？好，来，请2位也出来，好，一起。因为你们3个是2队的 CP 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想看看你们的合作到底有多厉害啊！哇哦！语音，你想搭谁？你们搭的比较多，你们搭吧。好 ，OK， 好，我把内容告诉你啊，就是你们现在去露天的电影院看电影。你们是刚刚认识的，但是男的呢迟到了半个小时，来了之后，你们的场面是怎么样？有多尴尬？你怎么去解释？你们2个演一次给我们看看。那关羽，你在后面的同学里面找一个跟你搭，好不好？啊，可以啊，好。比较新鲜一点啊 ，OK， 好，你去找。好。我们可以申请点道具吗？有，可以。椅子啊，可以要椅子啊，啊。这女孩子心里有主意。那必然的。等一下，那我们待会儿。你从这边上来。来这边。我在这边。行。怎么办啊？谁能救救我呀？男生可以吗？情侣。女孩。情侣。没事，你随便选。
等一下啊！肯定得短剧的那边的得。哦，大岳老师吧，大岳老师可以吗？我想演点不一样的，大岳老师说我有点懵。哦，加油！这家给我乐的，来一趟凑一堆镜头。哎，好，别紧张，好，加油！你喜欢大岳还是大岳妈呀？大岳。OK， 来，预备。还在暖身。OK， 预备 ，Action， 开始。我哎，这个很可爱。其实我刚刚。他俩现在像拍 MV， 哎，我也是，是不是像拍 MV？挺赶啊，第一期就上手啊。没有，没事还有抱抱，还有抱抱。好看，爱看。哎呀，我也想演这种。哎，不是第一次约会就这样。好看，爱看，还想看。偶像剧还是要年轻人演。好，可以了。很棒，很棒，很细致。现在年轻人节奏这么快吗？第一次见面，还挺甜。怪不得大家爱看，我也爱看这种。哎，我不喊停，你们后边还想怎么着？人家第一次见面就上手了，对呀，就肯定要。要是你不喊停，也会喊停，因为要卡点儿收费了。啊，对对对，就是手段太快了，单一了。第一次是往里坐进去，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还是这个。对呀，而且你们在看什么的？恐怖片。恐怖片哇，完全没感觉到。对他怕吗？他也敢去怕吗？直奔结果，不用思考，直奔结果。而且你把他抱住以后，他接受之后，你的气息没有变化，你的身上仍然是刚才要抱他探索的这个气息，身体没有变化，哎。
哎，表演的训练啊，也真正的演员是你内心出现了什么画面，然后你把这个画面诠释出来，我们观众就带入进去了。第一次他迟到半个小时，对，什么都没有表示就上手了，你还答应他，你这波。那我应该我那个进来，我是看到大家就是因为露天电影院嘛，就都有很多人，我也不太好开口，非常之紧张，然后到非常之疲惫，然后到非常之兴奋，然后就是在这种反复折磨之中，我连对方的脸我都看不见，我当时紧张到这种状态上，救命啊！ OK， 好，没事。待会再评价他啊。我们请第二队来，关羽，哎，题目比刚刚那个要加一点点，因为你看过人家的，在表演呢就不公平了啊。你们要做不同的表现。OK， 好，来。但是在电影院吗？站着吗？餐厅嘛，餐厅怎么样？可以。那可以要椅子吗？要2张椅子，好，来。第一次约会哦，是吧？嗯，对。 其实比电影有点难演，对吧？他有对白了就。对，他不是直言反应了。来，预备，开始。我们一会儿再点单，谢谢啊，还有人。没点菜啊？等你呢。你好，点菜。 我要这个京酱肉丝，烤鸭卷饼，再来个西瓜汁，我够了。你看你吃什么呀？我没事，你点吧。我都可以。那就先这样。加2碗米饭啊。你没有啥要说的吗？第一次约会，你迟到了半个小时。 我刚刚扶一个老爷爷过马路，扶了半小时。那你可以给我发个消息啊，因为我在这儿等了半个小时，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你好得让我知道啊，我心里有一个准备啊，你这样的话我心情。我刚刚扶完老爷爷过马路之后，我又送了一个老奶奶回家。 你是去养老院了吗？这么多老人让你送，而且一个红绿灯60秒，你迟到了半个小时。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服没问题啊，我觉得这是好事啊，你可以跟我说一声，因为我一直在这儿等，我们第一次约会，我一直在这儿等，你也得考虑一下女生的感受。我刚刚穿越了。我习惯这些东西。你才跟我开玩笑，而且 OK， 可以，你说你穿哪儿去了吧？我送完老爷爷老奶奶之后，穿越到商场。 你坐下说。去给你买了个见面礼物。哇！喜欢吗？哎呦！再见，你快坐下，你早说呀！我刚刚是不是吵你说有点大？ 没有，你刚刚可以再大点声。好，停，可以来第2个方案了。换一个反差大一点的。那这个我们就约会很多次了，好吧？好，来，预备，开始。先不用点单，我在等人，谢谢啊。姐姐。哇哦！你先坐下，这儿人很多，你别公共场合这样。我不错，我迟到了，对不起嘛。
你先坐下。给你转过去了。支付宝到账。你先坐下，这人很多呀。姐姐，我想吃硬饭，我不想吃软饭。这是叫狼狗撒娇吗？啊！给你转过去了，没空哄你。转过去了。支付宝到账。哇哦！先坐下。我刚刚其实是去打工赚钱，准备养你的。我的钱够你花，不用你养我，好吗？先坐下。先坐下，这人很多啊，我没有空哄你。你凶我！完了！我的妈呀！你怎么还哭了？你怎么还哭了？你哭啥呀？钱转给你了，你别哭啊！这么多人，别出声！这么多人呢？你要不再加点儿？给你转过去了，别哭。支付宝到账。好丑。好，行。好。哇，有意思，有意思。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天哪，太牛了，太牛了！厉害啊！哎呀，我觉得大月挺好的，很放松，很鲜活。大月，对呀，我们是在考关羽还是在考你？但是关羽也不错呀，关羽不错啊，切换的人物啊。我们要看不是情绪，就是有一个人出现，我就觉得这组可以很好，非常好，非常好。谢谢老师，非常好，非常好，谢谢。好，那大月你好，对，谢谢你啊。好，我再来一个考题好不好？是2位男生的。你们2位同时在追求一个女的 ，OK？现在我们请手心姐你来客串。哇哦！来，你以为这是什么事儿呢？看我的，好难追啊！小姐姐好难追啊！来，预备，开始。3、2、1，开始。你说你喜欢他？你喜欢他什么呀？你告诉我呀。语气不对，你这好像是我没有什么可喜欢的。这都还是没有经过小庆姐的历练。重新来。你说你喜欢他，你喜欢他什么呢？他什么我都喜欢。你别碰他，你别碰他。哇，这么早就开始妒忌，这也不准。妒忌要隔一会儿。好。你知道他爱吃什么吗？我知道啊。哎，停！你们俩不能丢掉主角去说话。对的，我是主角嘛。这他俩注意力应该放在小庆姐身上，不是他俩要互呛。女主不好追啊！啊，来，不容易。你知道他爱吃什么吗？我当然知道，他平时就爱吃大鱼大肉，你知道吗？他鱼肉过敏啊！他什么鱼肉过敏啊？他就爱吃鱼肉。你爱吃鱼肉吗？停！不对，不是他们没向着你，他们争什么呢？你看你的对手干嘛？主角是谁呀？你们2个要跟小庆姐说话。跟我说话。对，来吧。你一会儿就看场电影吧，好不好？姐姐，你别跟他去。你首先叫姐姐就失败了。想跟我谈恋爱叫什么姐姐？不是，还是你反应快。对呀。他要叫刘晓庆或者小庆，也可以叫我泽天。不是，哎，你们2个老在那儿较什么劲？
你要追一个女孩，不得向这个女孩展现你的魅力和你的真诚吗？对不对？我觉得小欣姐的要求是对的，你们先一来两个吵什么了？他们丢掉主角的存对在。啊，你看，对，给他们上一课。学到了，学到了。好。那我可以退场了。可以了，谢谢。辛苦，辛苦，辛苦，谢谢。好，留下谁？三选一吗？我留下当中的。我当中那个。我原谅他们都，虽然那个求爱的方式不对，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爱，所以我就选他。哎呀，你看，让生气了，哎呀。好，我选姚冠宇。为了我的亲情，我也选姚冠宇。那我选望星吧。谢谢。要我选的话，还是相比之下啊，姚冠宇，谢谢。我简单说两句哈。因为其实我觉得姚冠宇，当你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的抓住了我们的眼睛，就是非常身姿挺拔的，我觉得很有一个演员的范儿。也很聪明，很会自己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设计人物，但是我这票我会选于英，我想说为什么呢？因为你小小的身体里让我觉得你可塑性很强，而且你非常能够适应迅速的跟演员的所有的反应，你让我看到了更多你未来的可能性。谢谢老师。甘望星呢，我觉得你形象超级好。但是呢，底气不足，可能在未来你需要去学习的地方，可能还是有挺多的。好，我更喜欢姚冠宇，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是有变化的，让我看到了。那现在票数怎么样？票数应该是冠宇。对。好，那恭喜你，加油。两位先休息。OK， 谢谢老师。今天我觉得受益良多吧，因为今天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最主要的是还是我的自信心不足。首先还是得自己变得更优秀，才能有那个底气来支撑。我今天对自己不是那么满意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可能更多的在表演结果，没有过程。我认为老师们对我的教导都是非常的受用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也学习到很多。好，那我们请出下一位。我现在最想看的就是新一代年少成名的孩子们，有请下一位议员黄硕。弟弟，加油！我去哪儿啊？王树没来吗？黄硕。王硕一次。王硕2次。王硕2次。好，那我们就换人了。好，王硕，我来了。我来了。各位老师好，我叫黄硕，然后大家可以叫我硕哥。硕哥，小孩哥。因为平时包括比我大、比我小的人，他们都叫我硕哥，可能因为我看着比较沉稳，对。然后这是我的 PPT， 然后上面是我的一些基本信息。我是一个唱跳歌手，虽然说我给我了一个这个年少成名组，但是我觉得我只占了年少，还没有到成名的地步吧。我没有系统的学过表演，但是有一丢丢的表演经历吧。就是在我11岁的时候，演了一个少儿大电影。还有谁欺负你？然后我平时喜欢自己拍一些比较抽象搞笑的短片吧，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然后我来之前，我还询问了一下上一季的一个学员，他是我的好兄弟，他叫于雨涵。他跟我说，来到这里很恐怖。
然后呢，女孩来，非常的恐怖啊。对啊，怎么恐怖呢？他就说很恐怖，然后让我多吃饭。多吃饭。然后他之前跟我讲，他上一季的演技从0到1，那这一季呢，我打算0到2，0到2。好，突然间奶凶。突然间的燃起来了。然后我也是一个挺爱演的人吧，然后来到这里也希望各位老师们多多鞭策我。我叫黄硕。好，队长。哦，我见过他，我们见过面啊。对，之前在《繁花》的时候。对，我也见过你。对。性格看到了，外貌也看到了，才艺不知道。准备什么能够让我们爱上你？你来秀一下。那我给各位老师带来一个小表演加一段舞蹈吧。好啊，来。耽误老师1分钟看一下。太好了。俺是熊大，光头强又来砍树了，俺得去看看。好抽象。熊大，光头强今天没看书呢，他在家看综艺呢。看啥综艺啊？他在家看《无限超越班》呢，里面有个叫黄硕的小子马上要表演了。哎，一边去，让我来讲吧。哈，老师好，我叫黄硕。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段舞蹈 ，music。老师的话。这真的是在自己的专业上就很有自己的魅力啊！真的是。谢谢老师。好。要不要？你跟于涵一跳舞就是变人哦，很有范。但是你是来当演员的吼？是。因为演员就越普通越好哦，就怕你习惯了那些很有范的动作啊，就。也可以啊，就起码比于涵好一点。啊，真的吗？于涵，你在看吗？我只能说，还好。那是当初于涵来这里的时候，又觉得又怕又贵。反应舞蹈都没跳，也没有那么活泼。对，因为刚刚你跳那个是可能你已经跳了好几年了，所以我看不出你的有特别的东西。你能够演一段戏可以啊。那我们就出题啦，就是你一个很喜欢偶像这个行业的人，但是你妈妈绝对反对，要你做回一个普通人。那有一天在家里面练习舞蹈的时候呢，就被你妈妈发现了。很适合。那谁来帮你？那耍一个妈妈吧。啊，对啊。那我请赛飞老师吧。赛飞，哇，好，赛飞老师帮忙一下好不好？好啊。想清楚。准备 music。说，我们说好了，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我们不去艺考。你是理科生，你怎么还是不听还要跳呢？你还要准备去考吗？妈，你冷静一点。
跳舞是我的梦想，我真的去跳啊！可是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说好了，我们不考了，你怎么还不听话呢？妈，你凭什么管我一辈子？说，你听妈妈说，你好好听妈妈说。你是知道你爸爸是怎么走的，这么多年，妈妈一个人抚养你长大容易吗？啊？我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些跳舞的人、跳舞的孩子有多辛苦吗？啊，你这个哮喘的病，你受得了吗？妈，你听我讲，很难，想出道、想当练习生很难，但是这是我的梦想。我只想求你给我一次努力的机会，好吗？你不记得了吗？你不记得你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演出已经倒在舞台上了吗？妈妈差一点失去你，你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啊？你答应妈妈不跳了好吗？我们去考理科好吗？跳舞比我的命重要。妈，我求你了，你给我一次努力的机会行吗？这是我的梦想啊！我的梦想不实现了。妈，我明白，但这真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哦，那你去死！你死！你死！你给我听着！你要跳舞，你先要死！你死了你再跳！你听我听着，你要么死，你要么我死，我们走，两个人总要死一个。这可能也是一种表达，就是偏执嘛，是吗？好，可以了。辛苦辛苦辛苦。哇塞，何小薇老师真厉害！我觉得接的挺好的，挺好的，真挺好的。棒棒的，棒棒的！哇，厉害厉害厉害！白老师，厉害厉害！不错，孩子不错，孩子投入挺快的。但是他为什么腔调有点问题啊？妈，你冷静一点。妈，你冷静一点，我只想求你给我一次努力的机会，好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应该怎么说？你理解我讲小孩子的一个对白的腔调。就你在表演情绪，我们没有看到你真的情绪。对，你太过好听的声音，或者太有
哦，那个不真实的声音，就没有何老师那么真实。每一个字都是你冷静一点，这是我的理想，我的愿望，你能放我一个吗？就这样的，好像你要注意。好的。但是黄硕就是刚才最后那一下啊，其实何赛飞老师演的已经非常激烈了，就是那一刹那，妈妈跟你不是你死我就我死，其实妈妈有可能去跳楼了。我觉得真的就是他就是老师一步一步的给你的时候，在那一刹那你真的可以跪下了，就妈，他真的有可能做出比你还极端的事情。不，他还是要练下去。就是我想说的这个情境。对，毕竟没有经验，没有经验。你希望在0到2，你现在还在0。对对，没事。好，那我们请出下一位，你在这里先坐一下，好不好？好，谢谢老师。除了黄硕以外，还有一位议员，我在30岁的时候曾经出演过他的职业。他在10几岁就拿下冠军，让全国观众记住了。下一位，请刘璇上场，加油！这是奥运冠军啊！奥运冠军，国之骄傲。来，有请刘璇。老师们好。厉害厉害！刘璇，你好，好久不见。对，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我好紧张，刚刚坐在后面的时候感觉还好，但是现在站在这里感觉气氛不一样。然后我讲一下，我是从5岁就开始练体操，练体操练到21岁。体操运动员是一个年轻的职业，他可能16、17岁当年就要退役。可能大家最认知我的一定是在悉尼奥运会上平衡木的冠军。当年也是中国体操平木0的突破，同时也是第一次我们中国女子的体操运动员还练到21岁还能再上场比2届奥运会的第一个人。然后我开创了一个就是体操的试验田，然后这个就是体坛的一个荣誉。然后我01年的时候，其实就进入了北京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我就有幸的演了第一部初电，叫《我的美丽乡愁》，然后演的是一个南下广州的打工妹。然后就是08年的《壮士出征》，这个是为我们北京奥运做的一个就是献礼。11年的这部剧呢，就是我正儿八经的在 TVB 拍的戏，叫《女权》。然后18年的这个《扶摇》是当时的大型的古代一个励志剧，演的是一个大反派。今天我真的是以全新的这个新人的姿态，然后跟大家来讨教。对，好，你就来这边的时候，大家很喜欢你的，后来你为什么又走了？我就真的是回去结婚生孩子去了。哦，现在主要是因为真的孩子渐渐的长大了，然后我自己呢也可以展翅高飞的去追求自己的热爱。还想拍戏？非常想。在所有的职业里面，我觉得演员跟我曾经的这个运动员的身份呢，就是在那个状态里面是很相似的。摒弃外界的杂念，然后你要全力专注的去对待。我听了，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体操运动员和我们演员这一行2个共同点，一个是你是肢体的协调性会帮到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注意力的集中性，这很好。这演员工作就是要注意力相当集中，因为我觉得演员其实是需要一个耐得住的心，就是你在创作角色也好，在这个环境里也好，就跟我们运动员一样。好，那咱们就来个题目了，请你用演员的身份再次给我们重现一下这些片段，可以吗？
我试一下吧，因为那个片段离我其实还是蛮遥远的，因为20多年了。对，好，高光时刻。我想请何老师像我的教练。原来是这样。当仁不让啊！哎呀，哈，教练，我就冠军的教练不得了啊！陈文老师是落地以后的片段。对。好，你是一名中国体操运动员，刚参加完奥运会平衡木决赛，在经历多年刻苦训练、伤病与巨大压力之后，你终于站在奥运赛场上，等待最终的成绩。这种好难演，好极致的情绪啊！一般这种夺冠，他们特别亢奋，你发现没？不是，演的是等待的那个过程，然后他那边一出分，对，还挺难。哎，我们是观众，我们也鼓掌啊！好，来，屏幕落地啊，落地。好优美啊！这个范儿一下就对啊！刚刚下落地之前的时候，想一定要站住了，完成。但是我现在很紧张。不是，我们先等一下分数。好紧张。9.82分，确认夺冠。9.85吗？确定是9.85吗？9.85啊！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u Shuan. 9.825分，中国队又拿了一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示热烈的祝贺，又夺得了一块金牌。哎呦，哎，你看有生活真的不一样，眼睛里面有东西，就是这个，你看，生活体验多重要。其实喜悦的哭不容易。哎，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呢。你要我演怎么演呢？那个都是谢谢妈妈，这不是这个很真实哎，很真实，会突然间被打的一下那个感觉哦。我觉得首先我要很感谢刘璇，你这段非常真情实感的这段表演，把你自己带回了那一刹那，也把我们带到了那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觉得就像刚才振宇哥说的，他没有看过这样的表演，那么难，但是你做到了。而且真的很了不起。对。你刚才出来的时候，其实在过去我们没有见面，我就觉得哇，这个女孩好漂亮，好美。但刚才经过这一段，我觉得不光是美丽优雅，而且是真的又有智慧又有实力。谢谢。
所以一个演员的悟性特别重要，他能听准题，是吧？让你准确地再现当时的情景，而且他做到了。我相信不管在哪个行业里，就是能做到金字塔尖上的人，一定是聪明的人，对悟性、灵性都非常好的。就他说的20多年以前，他重新去感受、建立这个当年的感觉，也是需要有调动力的啊。我相信给他叫他演另外一个角色，不是他自己也能演得好。谢谢老师。咱们打分看他们2位，我们留下哪个都很好啊。来，你也上来。可惜黄渤遇到了一个更强的对手，我觉得。这俩都好，都演得很好。好，来，那我们就对三位老师，就是刘璇，谢谢老师。我选刘璇吧。我也选刘璇。我选刘璇啊。OK， 好，我也是选刘璇。对，你看我们6个导师讲完了，都是给你的。如果我也给你的话，你就满分了。你会不会骄傲？如果你会骄傲，我就不给你了。当然不会啊，我冠军都拿了，我也没骄傲。OK， 我这1分还是给你。谢谢。好，全票通过。当然，黄硕，其实你已经做的比我们想要的还更好。如果说你没有什么表演经验的话，你跟这个赛飞老师能够真的接得住戏不慌，你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你刚好遇到了一个很强劲的对手，在一个比较当中，那是真的没有办法。感觉老师很厉害，然后我还需要多加油。对，好，你很好，你很好，你可以退场。好嘞，好嘞，好嘞。然后我们有请李老师给他一个刘璇来。对。进入加油。谢谢啊。他能在体操吃那么多苦，在影视界的苦都能吃。恭喜你成为我们无间超越班其中一个成员。谢谢，好紧张啊。金牌冠军他确实有，但是金牌它不是我人生的免死金牌，就人生是需要往前走的，所以我希望我自己也能成长，也能有挑战。咱们去那边看看学员们的情况呗。哎，好，走。哎，老师，我们之前收到这张蚂蚁保送卡，是不是拿到了可以直接晋级啊？那怎么行呢？这不是破坏了行业的规矩吗？没有听说过演员还能保送的。我们无限超越班可是要凭实力竞争的哦。来，我跟大家解答一下啊，其实这张蚂蚁保送卡呢，不是说直接保送大家晋级，这是蚂蚁保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你们大家呢可以凭借这张卡咨询蚂蚁保的专业人士，为你提供一张人身保障建议。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们都以为是蚂蚁保送卡，原来是蚂蚁保送卡。对，蚂蚁保上呢有各类优选的保险，现在去支付宝搜蚂蚁保就可以详细了解一下。OK， 好，那么请山主。我一直以为作为演员，肢体的这个功力也是帮自己加分的。那么我现在请出来的是江真宇、胡嘉欣、苏琪、许静雅。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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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来了！哇哇，养眼！老师们好。哎，你好。好，徐静雅，你先来。3位请到那边坐。各位老师好，我叫许静雅，然后我毕业的院校是北京舞蹈学院民间舞系，我去年刚刚毕业。
舞蹈改变了我的命运，就是在2021年，我刚刚考上北舞大学的那一年，张艺谋导演进行了《满江红》的全国选拔，然后可能我的面试表现也还凑合，所以我就一路的从初试进入到了复试，然后最后出演了《满江红》的蓝玉。这个时候呢，我也就是意识到了，作为一个舞蹈生转演员的这个过程中呢，我可能还需要一些素质的训练，然后。作为一个新人演员呢，坦白说，我来到无限超越班的目的，一个是就是和各位监制老师学习，看看我还有什么能够提升和改变的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增加一些自己的曝光度，然后让更多的观众还有更多的老师们知道，有一个叫许静雅的演员还在这个努力的去试戏，努力的去想要上戏。谢谢各位老师。好。这个你的资料卡上写的是婉婉泪亲的刘浩存，大家为什么这样形容你呢？婉婉泪亲的刘浩存什么意思？是说他长得像，就是像刘浩存。哦，我是有一点像浩存的感觉。其实我们刚出来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说你像这个人，你像那个人，包括说我们跟之前的某女郎都有类似性。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张艺谋导演他的审美可能是有他自己的一套体系，我们可能所有的人身上都有相似性的东西，但并不代表我们一模一样。好的，知道了。好可爱。他还挺能表达的，对，也很清晰啊。是的，是的。来，我们下个请胡嘉欣。各位老师好，我是胡嘉欣。其实我呢也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演员，我以前是练竞技体操的。你是个体操运动员？对对对。哦，好，来。我从3岁半开始练，然后练了11年，后来因为受伤我就退役了。就那段时间，其实是我人生中很迷茫、很低迷的一段时间，我就在想，我小时候没有培养任何的兴趣爱好，我以后应该干什么呢？其实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是跳舞，还有表演，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戏精。离开体操队的那段时间，我就在想，那运动员这条路是我父母给我选的，那我自己要不要坚定一下自我？去选择一条我自己想走的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顾我父母的反对，我就踏上了北京，就是开启了我的演员之路。好，这些是我后来正式做了演员之后拍过的一些作品，都是好戏啊。因为我也干了8年演员了，能参演这些大作品也是我自己的荣幸。虽然说都是演的一些配角，但是我自己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嘛，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观众负责就好了。我觉得他性格好飒呀，干脆。所以今天我站在这儿，非常的荣幸，然后能看到各位前辈，我希望你们能鞭策我，然后能对我严厉一点。我希望得到你们的指导。好，谢谢。很棒。Hello， 大家好，各位导师好，我是苏琪，我是学金融的。哇，学金融。其实我从小学习舞蹈已经15年了，然后我想去考院校，但是我妈妈不喜欢我做这一些，然后我就顺着她的意去学了金融，但是后来用我妈的一句话来说是孩子大了，翅膀硬了，我就直接去试戏进组磨练自己，然后我发现了舞蹈给我带来的帮助很大，我居然可以去演一个侠女，飞檐走壁的女人。然后这些是我1年多来积累的一些作品。都是短剧吗？不是，是长剧。有理想的娃。你是才拍戏1年多吗？对，快2年了。因为他去年的时候来我们这里帮过忙啊，无线助力员，对，有来过，来过，对，后面那几个故事吗？那个《山海情》，然后我演的是春燕，就是一个农村的妹妹。哦。但是它有一点好处哈，就是我们拍《山海情》有好几个女孩就过来帮忙演。
结果到最后每个看就是都说后面这个女孩不错，后面本来都讲她，对，本来聊的是纪凌尘，结果聊着聊着大家说这个女孩哪来的？这个女孩不错，很努力啊，很努力，我会抓住一切可以进步的机会。我来到这里，我想尝试一下从助演可以成为你们的主演。谢谢。好，加油，看实力哦。好，看实力，看实力。好，下一位张馨予。各位老师们好，我叫姜真宇。经过6年的舞蹈学习，艺考那年特别幸运，专业课考了第1，好厉害！我选择去了中央戏剧学院。当时我就知道说，我这辈子就想站在聚光灯下，我要当一个演员。当时因为市场也是流量至上嘛，我觉得光靠我试戏和跑组确实没有等来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机会，所以等到了2020年，终于下定了决心，先通过参加综艺节目让大家先看到我。当时确实让很多的人知道了我叫姜真宇，我觉得可能我离自己的梦想能够更进一步的时候，老天爷真正的狠狠为我摁下了那个暂停键。在第2次公演的时候，我颈椎受伤了，医生跟我说你的第4、第5节颈椎反弓，如果说你要是在执意参加比赛的话，等着你的就是高位截瘫。所以我不得不退出比赛。那个特别想让作品、让角色为自己说话的我，其实至今为止也没能够给那个夏天为我撑腰的创始人们一个漂亮的答卷。哎呦，哎呦！但其实也是在那个时候，戏剧一次一次又治愈了我。这些事康复过后，几乎是第一时间我就分享了我的工作。所以今天来，其实并不是想跟各位导师诉说遗憾的。暂停不是结束，我不怕失败，我也有能力会一次一次的重启。我希望来到无限超越的舞台上，有机会能够展现给大家，也希望通过跟老师们的学习，能蜕变成一个真正的演员姜真宇。谢谢老师。好，我们现在开始出题，好吗？就考他一下呗。考吧，考吧，丁贵守护成长，无限超越梦想。本节目由丁贵儿脐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告诉我，你的病不是真的，我不允许你生病。他这个病可以治啊，医药费也可以报啊。你不是买了好医保吗？人家就这么一个小病，让你给演成了绝症。不过癌症、心血管病，蚂蚁保好医保也能保。蚂蚁保好医保，大病小病都能保，医保报完还能报。可以报啊，可以报啊。你们的考题是一样的。我给你一段音乐，你表述一下这个音乐里面应该有的情感和情绪。在心里给自己设定一个合适的场景和身份，用肢体动作把这个角色表演出来。就边听边感受边做就好了，好吧？很难的。即兴听到一段音乐，然后用自己的肢体去展现自己想要展现的场景。我无法预判。我很久没有跳过舞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他要放什么音乐，我心里超级慌，真的是手心全是汗，然后一直都很忐忑，非常非常紧张，就是我能感觉到自己在颤抖。我们纯动作的 PK， 他们纯舞蹈的 PK， 看你一把汗了，我手都出汗了。前面的那段音乐是有一点点忧伤的，所以我前面想做一些忧伤或者是淡淡的东西。
然后后面有那种辉煌的感觉出来，后面再过渡到比较激烈的状态。哇，太美了，太美了！还蛮好看的。好，谢谢。你的情绪里面，我是看到的有开心，有期盼，不是那么明确。就我们也看到你听到音乐之后的情绪，是也有看到的，只不过就是它更像一段舞蹈表演，而不是表演。郝蕾老师说的话我听懂了，是因为你动作在先，情绪在后。没错，没错，应该是先有情绪，再有动作，而不是为动作而动作。他没说非得舞蹈。对，就是你只要有肢体塑造出来那个情况就行。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然后我想的是我自己是一个侠客。就没了。我觉得还不错的是，你整个舞蹈里面你的眼神很好，对，很飒。对。老师，其实我刚刚学的这个音乐有点短。你本来后面想表演什么？有一个起伏，然后我想可能翻一个跟头或者怎么样，就让它稍微完整一点。我们戏曲里面啊有程式化动作哈。然后我们所有程式化动作都是为人物服务的，那为什么要把这个程式化动作用在这个人物身上？要有理由哦，你没有理由。如果要我的话，这段音乐我不展示我的身上的张开的基本功，我是悠悠的带着一种状态走，我或者微醺走路，难道不是舞蹈吗？难道不是肢体表达吗？你的背景音乐，你不是音乐的背景。哎，这个想法会好一点，是吧？我其实讲了我自己的经历，我是一个特别热爱舞蹈的人，但是妈妈不让我去学。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去汇报演出，但是我看到他来了，我就特别紧张，我就忘动作了。我能看到你的情绪，看到他是有故事在里面的。我看懂了，看懂了啊！腿要抬起来，都因为情绪的关系，又不能马上抬起来。试一次，再试一次，又抬起来。就他不是单纯的跳舞，他是把跳舞融入到了他的故事里。好好好，谢谢你啊！很棒，很棒，很棒，很棒。我想要表达的是，我被推了进来，我只能跑，我必须得跑，因为我的后面有很多人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和角色，我必须先行动起来。
真漂亮，很漂亮，视觉美感。那我来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舞蹈生来学表演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考大学的时候，声带形表都要考的。考单门的时候，就是舞蹈生肢体之协调啊，表现力之好啊，对吧？这个你的柔韧度啊，等等等等，一定是优于没有舞蹈功底的学生的啊。可是上了学以后就有问题了。我们表演的形体是作用于我们塑造角色的，那除非说我们演的是一个舞蹈家，有单独的舞蹈，那如果没有的话，实际上它就是利用肢体去塑造你要塑造的角色，所以就我们不能只是在跳舞。要当演员，要塑造别人，要让别人住进你们的内心，把自己卸得越光越好，越干净越好。我们选吧，选吧。啊，我选舒淇。你选舒淇倩姐，我选胡嘉欣。我选胡嘉欣她非常棒。我要选，我肯定是选舒淇，她有设定的人物和故事和感受和情绪，就是大家能够被有代入感。对，我在舒淇的表情里面看到了眼神，任何时候眼神才是真正表达、传递情绪的最要紧的环节，而且眼神内心有了以后，肢体就准确了。相比之下，还是舒淇稍微突出一点啊。舒淇有一个，她歪歪的，很放松，她不讲你就不觉得你是跳舞的嘛？你来干嘛的呢？对，你不跳不太知道你学过跳舞，大概。对，你不讲都不知道你能跳舞。对，是的。所以这个是她的优点，因为当演员的优点。好吧，我也选舒淇。谢谢老师，谢谢。现在结果其实是出来了，舒淇是4个哦，所以舒淇胜出了嘛。哦，那就好，舒淇获胜。舒淇获胜了。好，棒。然后舒淇，恭喜你了，来。哇塞，羡慕啦！好，欢迎你来到我们无限超越班，成为我们的成员。哎呀，完了，马上就轮到我面试了，才发现那个证书跟那个手写笔记没有加进简历里。别急哥，笔记本带在身上了吗？我带了，但是我放在包包里压到皱皱的，好像不太正式啊。用扫描全能王啊，一键全部搞定。你看。一拍啊就能智能去褶皱，高清扫成 PDF， 还能直接和你的原简历啊进行合并。各类的证书呢也能清晰扫描，自动排版，规整又好看。哇，那么快？对啊，几分钟就能搞定。平时啊我报名办签证啊、交材料的时候，其实都用它，又专业又方便。我必须要把那个扫描全能王推荐给我的朋友们，肯定得推荐。有请下面一组。我看到2位议员啊，正好跟我和纪伟哥都合作过的，吓我一跳。他那个时候跟陈奕迅啊、杨千嬅啊那些，他那个时候比他们还红。有请下面一组。我看到2位议员啊，正好跟我和纪伟哥都合作过的，有请下一组信浩江、梁汉文上场。加油！Hello， 各位监制老师好，我是演员辛浩江，我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梁汉文。
我看到梁浩文的名字的时候吓我一跳，没想到你也会来啊！他那个时候跟陈奕迅啊、杨千嬅啊那些，他那个时候比他们还红。对，我小时候都听你的歌的。哎呦，真的。你先休息一下，好，让梁浩文来讲一下。好，我在1989年就参加新秀歌唱比赛，拿个男歌手奖。演出过大概原来有60部左右的电影电视剧，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客串了。然后我相信在内地的朋友比较熟悉一点点，就是在2002年播出的那个齐天大圣孙悟空，我就演那个唐三藏。阿弥陀佛，弟子玄奘，今天不耻冒昧，诚心踏入宝寺。悟空勿能误进啊！哦，对，我才想起来，他批版《西游记》那个年代，我还是那个小鲜肉的年代，把我的头剃光了。然后呢，有一些网友朋友就跟我开玩笑，因为我演个唐僧嘛，然后在我的人生当中，其实遇过不少的不顺利的事情。他们说我经过9981难以后，我终于在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在前几年就跟大家重新见面。我现在55岁了，我希望自己可以继续把握再次给我的机会，谢谢。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嘛。对。披荆斩棘的时候，你已经在乐坛啊之类的就重新出发嘛。啊，对。这一次可能是在影坛来重新出发一次。没错。对，非常好。你休息一下。好嘞，金浩江。对你先介绍，然后再会要你们2位一起来演。各位监制老师好，我是演员辛浩江。我是因为“该死”这个关键词被骂上热搜，从而走上了演员的上坡路。我演的那个角色是《边水往事》的毛潘。提到这个角色，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超雄、欠揍天团，然后飞扬跋扈。没有看过也没关系，我准备了一个视频，然后想请各位监制老师看一下。你确定要玩这么大吗？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你确定要玩这么大？明明是你们自己不懂。天哪，是他！哦，是他哦。英雄可救不了美人。但是我是太好看了，我当然狠狠追。你以为你谁啊？在二位奶茶。李老师。哦，这个就是我演的毛潘。因为这个角色比较深入人心，很多观众把我本人还有这个角色就焊死在一起，所以我也算是经历了一场非常抓马的网暴。吴镇宇在片场有没有缠你2耳光？是你接不住对手的戏啊？哎，不好意思啊，因为你对手太好啊。那是。不是，因为有时候骂你，网友逗你玩。你觉得当时你演得好吗？我其实网上骂我最多的一点是我瞪眼，但其实我自己演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根本我觉得是经验的问题。其实大部分演员都经过这样子的，刚刚出来演戏，以为自己不会演，就去抢戏，瞪眼啊，眉毛跳啊，对不对？然后就这里嘴巴抖一抖啊，就。你难道当时想抢他的戏吗？没有。所以你当时在想什么？是紧张还干嘛？因为这个戏也是4年前，我演这一段戏的时候，年龄跟毛潘在剧里的年龄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他的这种使劲儿，他其实内心是没有东西，他是在。他因为心虚所以炸，对吗？他在强撑着这个东西，我要比你强或者怎么样的，而且身边的人是没有人跟他说真话呀什么的。那如果要你再演一遍那个，你会想出另外的办法去演吗？可以啊。
那就好。你回想啊，我可以啊就好了，就有进步了，所以那个就翻篇啦，对吧？对，所以我来到这儿，我希望有机会能演到更多不一样的角色嘛，然后让大家看到我的这个多面性。好是。出题吧。好，既然2位都跟我们监制老师合作过，那我们这位老师下场帮他们搭戏。好，搭戏啊！来，那个桌子过来吧，理解了。演一个，你们有看过《Deer Hunter》猎鹿者？要玩那个俄罗斯轮盘，每一枪都是要命的，6发子弹，不知道哪一个中枪。里面就有1发，5发是空的。俄罗斯轮盘。明白了吗 ？OK， 明白。好，马来，进了马来，开了没？来，我追，过来。过来！哎，唔使，過來，過來，喂！過來，好，過來，走來。來，我求你了，走，来，Go！ 我求你了。没人愿意演死是吧？他没演那个被打死。哦，根本就没有了。不是，他们不演。最后1发，我已经给机会给你了。我已经说最后1发，你就拿着，你不拿我就射你，你可以啊，我来，我自己来就可以。所以我们这次考题是考最后1发。
你不死你就打死他好了。就是我认为那个真实的紧张感是有的，对两位都有，因为我看进去了。可以的。我觉得他们演恐惧的时候，简直是演得太好了，这么饱满的表演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我们不提醒你，只有1、2、3、5跟6是演戏的重点，因为你是脱离生死，他是要死的人。我都能看到你那第一发、第3发、第5发，你那越来越恐惧的变化，我看到。谢谢。就是我在想，演员在表演的现场啊，他有时候很多是需要急中生智的。他在表演的时候，我在抖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判断我下面该怎么演，什么节奏把它变化一下，想招。我们现场经常会碰到这些问题，要想招让它变化。这种演员其实表演的时候瞬间要照顾很多的情况，灯光怎么了，是别人演员怎么了，要顾及很多个情况来判断我应该做出什么反应。他在演的时候，你有这么多的时间让你想接下去第2枪怎么演，就是各种可能性都要把它有一些展示。但是OK， 我觉得这个演的还可以，可以，很好，状态是真实的，真实的啊。好，那评分吧。我觉得很难分呢。那分不了，分不了，因为其实各有各的状态，有点难呢。何老师，我觉得梁浩文先生更稍微成熟一点，我把这票投给梁浩文先生，好吗？选他，梁汉文是吧？哦，我想这票我给梁汉文。梁汉文。OK， 好，这样拿，不好意思。好，谢谢。慢慢的在探索啊。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就是你来接受这个。梁汉文来领这个入班卡。刚才表现真的有点紧张，然后好久没有在那么多人面前演戏，所以突然间，希望继续下去可以有更大的进步。谢谢大家。好。看完，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朋友兄弟，有个 VCR， 要跟你讲几句话，看看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听说梁汉文要参加这个无限超越班，我非常佩服他的勇气，然后继续的挑战自己，尤其是演技上面的。我听到他要参加这个节目，我就想到啊，我跟他合作过一部电影叫《烈火青春》，他演的还蛮好，挺自然的。希望他在这个节目当中可以不断的在挑战自己，继续闯，然后可以锻炼一下，应该会是一个很美好的经历。我觉得也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加油，我支持你的，梁哥哥，加油哦！谢谢，谢谢。刚刚面试完，感觉怎么样呢？紧张肯定是有的，但是老师们对我的评价，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你会很在意结果吗？其实每一次试镜都是人生的一个转场，和做音乐一样，面对挑战，我都抱着全力以赴的心态，我守护我的梦想，而马一宝守护我的后盾。希望人生每一幕都有马一宝守护，让我能安心去演好每一个自己。现在我们请下一组，这下一组的是刘大越跟朱美琪，有请。哇！
超越班。你好，无限超越班邀请您参赛，但名额有限，只能邀请1位，下午会通知。1位。嗨，妈，你演技这么好啊，肯定是你去。大月，粉丝喜欢的都是你，肯定还是你上这个节目，宝贝。就他那演技，我感觉你们无限超越班肯定邀请的是我。恭喜大月妈入围无限超越班。大月妈做了，准备。这塑料母女情是吧？凭什么是他呀？可是大月，这个节目很真实，到时候如果演技不好，是真的会被观众骂的啊。那到时候你们骂了我妈，就不能骂我了，就不能骂我了啊！哦，很可爱，很可爱。我太喜欢他了。大家好，哦，我是大月妈，很开心今天能战胜我的女儿来到咱们无限超越班。其实呢，这是我创作的一个短视频，然后里面的大月和大月妈都是我一个人扮演的。我叫刘月，是一名长期活跃在短视频领域的剧情创作演员。从2019年呢，我就开始接触短视频，19了，从一个个没有名字的配角，到慢慢打磨出了被大家认识的大月和大月妈。很感恩这些角色，让大家慢慢认识了我。看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你作为一名短视频创作者，为什么会来到无限超越班这个舞台上？首先，我很感谢互联网把我带到这儿。我来到这个地方非常的紧张，因为确实没有经历过，也并非科班出身，所以懂得也不多，就是喜欢爱好，就是喜欢捕捉生活上的小细节，然后把它加到创作里。没有人找我演，我就自己拍出来自己演。我想问一个问题，你那些短视频全部都是你自己创作的吗？坦白说是这样的，一开始其实是的，因为这6、7年我发布了500多条视频，平均每一条是2到3分钟。因为确实创作会有一些压力，到后面逐渐的去招了一些自己的人，然后去打磨合。然后来到这儿也是因为短视频的创作节奏非常的快，它的情绪和角色是属于爆发式的、碎片化的。来到这儿也是希望能够学习到沉淀呀这种层次感的一些演绎。谢谢大家。确实，当今的这样的一些平台，给有这个表演梦想的人提供了很多这样的机会啊，确实是挺好的。在短视频里面，不乏有这种善于表演、有创作各方面综合能力的人。我们有时候也刷，刷到好的，刷到有意思的内容、有质量的，真的也是给我们的业余生活带来很多乐趣的，非常好的。辛苦的。谢谢老师。不简单的，每一条都演2次，又演女儿又演妈妈，不容易的。偶尔可以，我每一次都这样子，都很累的。创作确实是人才啊。好，那我们请出下一位的学员，有请朱美琪。美琪。哎呀，辣的心呐，火辣辣的情，火辣辣的小辣椒，它透着心里红。参见夜莺啊！哎呀，太带劲了！吃你多皮甜，下一个组合有火辣辣的我，是配了范老师，我得去当领了。哎呦，可以。既然这么好，我是造型完毕的朱美吉。朱美吉是谁？其实大众对我的初印象就是喜人朱美吉，因为过去2年我一直在做喜剧，然后也是因为这个机会，我才来到了这个舞台。我准备了一段视频。我叫朱美吉，他们都叫我美吉。我与他人有何不同啊？梁山伯，你好好看看我。飞机上哪儿有邂逅啊？最近有那个你们优化了。参见夜莺。夜莺今天这么高吗？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你是劫匪，这象征权力的龙头杖就是我的啦。这不是儿戏，这是权力的游戏。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呢，它就舒服喽。对，我参加了《喜人奇妙夜》的第1季和第2季，在这个舞台上，我和我的搭档刘思维，我们组成了一个组合，叫思念成疾。我们这2年一直在自己编、自己演喜剧，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8个作品。
然后我们也收获了我们自己的大团，然后在第1季的时候，我们获得了冠军喜团。这一次其实是我，脱离我最熟悉的环境，第一次一个人来参加比赛。那就主要讲讲我的来时路。其实我是09年考入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就读中国舞专业。15年我考到了舞蹈学院，但是换了一个专业，是音乐剧，读了本科，并且19年读了音乐剧系的研究生。从大3开始，我开始演话剧，直到现在还是在舞台上泡着，会有一些安全感给到我。然后剩下的10年其实是跟郝蕾老师有一起。你演谁呀？就非常小，这个你有跟我同场戏吗？没有啊，对，所以就是在办公室里的一个小员工，对。然后这是一些古装戏，都是客串的一些角色。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团队的小伙伴想给我剪一个那个影视片段，结果没有办法完整的找出来，就剪完了有点像那种变装视频，就是因为角色有的时候太碎片了。我来的目标就是诠释一个能从头活到尾的角色，我希望有一个人物弧光，如果不行我就多活几集也行，一点一点来也行。对，就这样。谢谢老师们，谢谢大家。我觉得你们2位都有一个同一个点是，你可以尽快出来啊。我觉得很难得是女演员选一个喜剧路线，女演员当喜剧演员是不容易的。你们一开始去演喜剧的时候，你们感觉对自己内心有什么困难之类的吗？一开始就是觉得创作很开心，就很搞笑，因为我从小就很搞笑，可能也受我爸影响吧，他也就是很逗的人，然后我就天天，我从6年级的时候就看那个笑话大全，就天天都咯嘎咯嘎在那乐。对，他就天生就对。朱美杰就是就还是想演正剧的内容比较丰富的大女主的那个人物是吧？我一定期待，但是我仍然不想放弃做喜剧。就是因为现在市面上我们接触到的剧本都不是特别的好或者完善，所以喜人就一直重返喜人舞台。我是喜人的忠实粉丝哎，对，我会追着看的。那当然我也看过你，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进步是他不是故意搞笑了，他主题很深刻，有的甚至很深沉，只不过他们的方法是喜剧的，所以喜剧真的很难搞。我直接说出来，我看你喜人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没有像其他人那么出跳，是因为就你还是基于表演的基本原则，就它虽然是夸张的，但是那个情境大家得当真啊。对啊，那我也看了你的史密斯夫妇，我觉得就是那个没有完全掉在那个情境里。其实表演的原则，不管是喜剧、悲剧、闹剧什么剧，它是不会变的，所以就是我现在要给你们出题，也是来看看，就是你们的临场的感受力，好不好？来，你们2个是一个主题啊，请你们面对镜头。你们先放松啊，先什么都不要想，也不要预设，就是放松，就是真的听见我提供给你们的讯息，好吗？真的听是非常有利于表演的，好不好？这个情境呢，是你们人生中的最后一刻，你们要离开这个人世间了。你们的脑子里出现了很多的画面，像过幻灯片一样。那出现的就是你们经过这一生当中曾经出现过的场景。现在你以这样的视角看着你刚出生的样子，一个小婴儿的牛，接下来是你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样子，第一次进到幼儿园的你，
在院子里玩耍。这个时候，你突然看到了，其实你的父母并没有走，他们一直在门口等你放学。接下来又是一张照片，一张全家福，也是最全的一张全家福。想一想，为什么这会是最全的一张全家福？接下来是你生命中第一个喜欢的人，你看到他是什么感受呢？白了个眼。接下来是你第一次崩溃大哭的场景，请看到那天你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情绪？接下来，你看到了一张你去世很久的亲人的照片，想跟他说点什么吗？请用你的眼神把情绪传递给他。最后，你看到了现在的自己，想和自己说什么呢？也请用眼神向现在的自己把内容传递出去吧。好，结束。哇，演得好好啊！嗯 ，OK， 好，结束。来，你们俩对，我们也看了投入。那两位女演员也是比较能够调动的，有变化。然后感谢郝蕾老师平静的阅读，提供给你这样一个条件。我觉得你是放的比他要松一点，你还在呼吸，你还在呼吸，对后面的发展很不利。你越放的空，越符合这个规定情景，但是后面还是各有千秋啊。对，我觉得可能在大岳身上呢，他放空的刹那间就是来到了，而且我觉得大岳你的表现会让我觉得你这一生的每一帧都过得很美好，都是幸福的你。我很喜欢你的整体的所有的一切的一个状态。
你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去完成一个任务，而是瞬间的松弛掉了自己，只剩下眼睛和微笑和状态。但是呢，美极的进来的晚了一点，特别是当你看到了可能离世最远的你最在乎的那个亲人的时候，你把眼睛闭上了。可是实话说，你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那么亲，那么亲，可能小时候你奶奶去世了，奶奶突然出现了，那一刹那，也许你不会闭着眼睛半天，然后再重新演，就是你的演绎是在演的一个段落。他在感受你在演，对。它很明显，因为你们两个是在同一画面，所以看到我们整体的感觉是很真实和清晰。好，谢谢老师。我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老师们说的非常对。突然把这个人摆出来，我的防御机制会起来。不，你要享受表演，别急，你的任何角色也都是由你而产生的呀。刚刚你又不是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虽然是一个小情绪练习，但那也是一个人物，并不是你啊。所以美极你要在学的太多，在舞台太多，好像一直追赶自己的演技表演，所以你要改变一些想法，别那么标准答案，别那么用力去出来。大越当然他没有技巧，有时候会卡了2下，但我们能看见他眼睛里面看到的是。看到跟表演情绪是2回事，是吧？所以美极你要再放松一下，可能突然间有惊喜，别急，我知道你很急啊，你是武功的不甘心，你是可以的，哎。我想救美极，让他知道。有另外一个方法去对待表演的，你太极限太严重了，对于表演这回事，所以我想用我选你就能带一下，我选就改变他的观念，想改变一下你对演戏的看法啊。郝蕾，我不投，你不投，我不是特别满意，投票。我投他。我看到他那个深入的这种感情的各种变化。好，美极，好，美极。谢谢老师。我想把机会给大越。谢谢老师。好，那现在是2比1。美极的条件实在是非常好，是一个大青衣的条件。他如果说能够继续留在舞台上，能够愿意听大家的这样一种吴老师刚才说的，就是纠正你的表演的状态，对表演的认识，我觉得将会很有意思，啊。如果现在走有点可惜，然后但是你们俩相比之下呢，就此时此刻今天晚上，我还是觉得大越。要更好像要那个什么一点，好吧？那就我就不好意思先。好了，2比2，大越。2比2，来。哇，晋级2比2 ，OK。好。不是说所有的互联网能够成就一个又一个的喜剧人也好，视频这个创作者也好，他就能够说我是一个演员了。直到刚才的那个表现。我看到了他，我就又想到，就像上一次的丁真一样，就是那一刹那，我又会觉得，其实表演，它的灵气和它的开窍，就是在一瞬间，不管它出生于哪里。我这一票我还是会给大越，谢谢老师，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人，可能你没有那么懂。什么叫真正的表演？该怎么表演？但是就可能因为你不懂，你没有那么多的杂念，你也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技巧，你就靠着真诚打动了我。所以我现在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观众，你打动了我，我要投给你。谢谢。
3-2。好，3-2，陈如老师来。哎呀，你这关键了，你关键了，你关键了，关键了。我觉得从各方面条件来看，朱美吉还是好一些。好，3-3，好，3-3。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现在我们7个人有1个是弃权的。好，雷姐做决定了，那咋办呢？让我想一下，谁都说了什么啊？我选朱美吉吧。OK， 好。哇，谢谢，没关系，你先休息，很可能把你找回来的。好 ，OK， 谢谢。哎，我告诉你，如果你没选朱美吉呢，我会利用。你会跟我打起来是吧？不，我会利用我那个会救他回来。现在呢，我可以用我那个救你。老师，我等您，我会加油的。我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就已经很开心了。然后能听到老师们夸赞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因为我感觉我来到这儿其实就是成长。我即便是被打败了没关系，或者我即便是倒数第一也没关系，因为我也做好了做倒数第一的准备。只要我自己在这个演艺的赛道不把自己淘汰就可以了。美吉，你就过去领你的。哎呦，美吉，你又是这样干嘛？在这里。人生不是要这样啊，那么急干嘛？在这里。然后讲一下感言啊。这就是有好的老师引导嘛。好奇怪。放松。哎呦，不要这样哈。我头一次觉得我受之有愧一个东西，然后我很讨厌自己变成这样，我觉得很难看，但是我。哎，人生就是这样啊，就是那种大女主的胚子。我会努力，然后我也会完全的下去，再跟大约好好聊聊。然后没事儿，加油！说没可爱的女生。你看，表演有另外一个方法的哈。你放松了，你会更有魅力。对呀，我很难放松，但我会唱。为什么呢？好吧，很漂亮。好，恭喜你，很棒，很棒。好，恭喜你成为我们无限超越班第4季的成员。谢谢。我深知这个舞台上的曲和流对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而我偏在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德不配位。那个等待的人应该是我。他能做到的。棒。是不是很奇怪这个人？哎，太紧张了。哎呀妈，看着我都要哭了。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保守护。我们大家都知道，演员这个身份不光是涵盖了影视剧啊、话剧啊，我看咱们这些艺员当中，其实也有不少是接触过音乐剧的，有的甚至是音乐剧专业出身的，像张可盈，哎呀，和开思源，哎呀，加油，小老弟加油，哎，音乐剧加油！老师们好，老师们好，老师们好。啊，是啊，你们两个都是中戏的师姐师弟啊。嘿，这是我师姐。哦，她是表演系，你是哪个系？音乐剧系。但是可盈你也有过音乐剧的表演。对，就是因为演了高中的音乐剧，然后爱上了表演的。自我介绍吧，好不好？思源，你先来。各位监制好，我叫开思源，今年22岁。我去年7月份刚刚从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表演班毕业。
我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人，然后我性格也特别温和，对，温，然后再加上我在学校里面呢，老师经常会让我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包括很多老年人，所以说同学们喜欢给我起外号，他们叫我男女老少。我觉得我在学艺这一条路上，真的一直都是很幸运的一个小孩。大3的时候，我们的课变成1周4天课，余下的3天我都会和我的经纪人姐姐在外面跑组试戏，然后终于我在毕业前，我接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想过的机会，就是雷雨。我没想到我能和像胡军老师、卢芳老师等等其他这些优秀的老师能够一起合作演出李六乙导演的作品《雷雨》。在这个里面，我真的学到很多。这个真的算是我毕业之前吧最扎实的一次沉淀。你演周冲是吧？对，我演周冲，这很合适啊。在这个之后，我仍然在继续试戏，但是从毕业7月份之后到现在吧，算是9个月。我其实当中实际工作就只有2个月，因为我在影视方面确实没有接到什么角色。然后我选择2个月在乐园工作，我想边上班边建组试戏，也是带着麦，然后在室外是真唱、真跳、真演。那个舞台，我们每天面对那么多观众，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磨练。刚刚接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激动，然后但是紧接而来我就特别紧张。我也是，甚至睡不着，我会担心，我一直在犹豫我要不要来，甚至后来会这么想。但是前段时间呢，正好我和我的好朋友，张真源，我们晚上在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的想法，因为他这方面比较有经验，他当时就愣住了，他说：“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去？大家都不认识你，你最重要的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让大家看到你、认识你。”所以他这番话真的是挺给我鼓励的，所以我就决定来了。我今天站在这儿，我希望能够通过无限超越班的舞台，让更多人看到我，了解一个真实的开思源。来的选择是对的。哎，你在环球是干嘛的呢？对，就是室外的一个场地，然后冬天我们就会在外面唱音乐剧，讲一些故事。1个星期表演几天？演满了2个月，每天3场，然后1周差不多演3到4天，挺好的，锻炼。对，没有影视剧的时候，参加这种演出是对的。就没在家躺平，挺不错的，是吧？还在自己去工作努力，挺好。谢谢各位老师。好吧，我们现在要出题，要面对镜头的。那你用一个身份吧，或者是你自己也可以分别跟你的最好的朋友、你的恋人和你最亲近的家人说再见、告别。准备开始你的表演。好，跟着接着就是你最爱的你的恋人，相爱的一个恋人，告别了。再见。好，最后就是你最亲近的家人。老师，等一下，我调节一下。当然。哎，我有纸，我有纸。谢谢老师，谢谢。跟家人。哎呀。
啊。很好啊，很好，很好。你这是舞台剧演员呢，哎，放松好多啊。这个开源呢，我觉得最后的跟至亲的亲人告别的，我觉得非常有层次。先给他们告别，又让他们要放心吧，然后又摸一下自己的口袋，说没关系。然后到了拐角的地方，再看一眼，因为我经常就是这么告别的，我觉得非常好。以你现在这人生的经验，能够马上能够做到这3个，我觉得已经非常难得。谢谢老师。好了，那我们就完成这个表演，大家来，可盈，可盈。好。张可盈我知道是凯丽姐姐的女儿嘛，对吧？各位老师好，我是演员张可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参加学校校庆的音乐剧，然后由此就爱上了表演，出演过7部话剧、7部音乐剧，舞台场次超过100场。然后，特别有幸的是，我有演过小庆老师在电影版《原野》当中饰演过的花金子。今天特别想表达敬意，因为当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不止1次的看过那部电影，您在当中的表演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启发，我学习了很多。谢谢，加油！一共是拍过27部影视剧，相对而言，大家可能看过多一点的是《幸福到万家》当中的何幸运。就像何蔡飞老师有说到，我明白，因为妈妈可能我收获了更多一点点的关注，所以说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在网上会有一些负面的声音，或者是大家对我的要求会更高，这些都是应该的。所以对于我而言，我只会用更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也更加的努力。我希望我能够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向前走，哪怕慢一点也没关系，只要是脚踏实地的就好。很棒。你觉得你因为你的背景，你觉得这个是帮助还是压力呢？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不管是可能从小的耳濡目染也好，还是说看到的东西可能更多一点，就像我刚才听到薛炳侯，他还比我小，我听到他那些经历，我特别特别的感触。我明白这些是我多得的那一部分，那所以说这个是我更要给自己的这种压力和动力，这也是应得的。出题吧。出题吧。有个题目，那毕竟你是在艺术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那妈妈那个时候的渴望是万人空巷，那我倒是很想看看你这一代的年轻人对渴望里边的这个情节会是怎样的一种感悟。你渴望上学，为这个你痛苦过，你盼了多少年，上学是你的梦想，这我都清楚。我是想，咱们都还年轻，可以拼一下。他是这样的哈，妻子想考研提升自己，丈夫认为呢就安于现状吧，别去考了。可是妻子不甘心，坚持要追求自己的选择。好，找一个丈夫呗。来找一个同学，我找一个年上一点的。慢一点，大兴。打开。两边。哎，把门要拆了。跑，在哪儿？往哪边？老公，师哥，你演我老公吗？师哥，我来。有什么衣服能给我一件吗？我给你这个。跟我这个吗？算了，不西装不太行，没事。需要外套吗？没事，算了，没事，哥，谢谢。算了，西装算了，走。好，谢谢，拉这儿就行。
我演个什么样的男的？你就是 PUA， 然后你特别的普信。哦，我是大男子主义那种 PUA 你，掌控那种。张可盈，我在。哦，你来了，哇哦！哎，好，这个老公躺平。啊，真好哎，来，预备，开始 ，Action！ 老婆，老公，你回来了。我好累啊！你又累了。进来。你又累了，你又累了。你怎么化妆了？我化妆怎么了？不行吗？不好看吗？今天出门了？我今天没出门，你不是知道我在干嘛吗？还穿裙子？这么冷的天穿什么裙子呀？你不是说我腿好看吗？我穿给你看也不行啊。就是因为腿好看才不能穿裙子呀！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现在只在你面前穿了。那这样乐的挺。这是什么老钱的笑声吗？今天咱俩喝点。什么大事啊？先喝了，我告诉你。等一下啊。等等。烤这东西干什么？哇，你媳妇儿考上研究生了。不是我问你，你烤这个东西目的是什么呢？我想去工作。宝贝，我给你捋一捋啊。你考研是为了有个好的工作，你找个好的工作是为了赚钱。我现在每个月我把钱我都给你了呀，你都已经拿到结果了，你非得重视这个过程干什么呢？不是，我工作不只是为了钱呀。你工作不为了钱，你为什么呀？咱们做人能不能实际一点啊？那会儿我答应你，我说我先不工作，那是因为你说我们两个刚结婚，我不要跟你异地，你是这么说的呀，对吗？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很稳定了吗？我也想做我的想做的事情，我也有我的梦想。对，人都要有梦想，对不对？但是我想问，就是现在你好的生活都有了，你为什么非要去工作呢？因为我想实现我的价值，可以吗？你上班了，你上班了之后，这个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对着这个桌子、这个椅子、这个床，这一切这1亩3分地只有我一个人。你有一个很精彩的世界。我看着你跟你的同事在那说笑，可是我只有你，我只能在家里面等着你回来，然后你摸摸我，然后你摸摸我跟我说，宝宝，我今天在外面工作了什么？可是你甚至都不愿意跟我说你工作发生了什么，因为你觉得我不懂。我跟你说什么呀？你都知道你不懂，你让我跟你说什么呀？所以说你现在根本就瞧不起我。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多险恶吗？那又怎么样？你知道岗位有多少吗？你知道我想出去看看我自己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吗？你懂吗？你不要跟我说了，不要跟我说了。张浩伟，我以前只觉得你像你说的一样，你只是想用你的爱来保护我，但我现在觉得你只是用你的爱来控制我而已。你记得好吗？我不只是你的爱人，更是我自己。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去。
好。张浩也比昨天演的好啊。对啊，张浩演的很好啊，谢谢师哥，我得谢谢你。谢谢师哥。这个很神奇哦，你。好，你下去吧。你先下去吧。谢谢师哥。好棒，演得好，我非常惊讶，因为我觉得你收放自如，然后你在这里面这个有层次的，就是跟他说你可以出去见世界，但是我们见不到，因为这个比较符合我大女主的看法。我觉得你在爆发的当中是有层次的，而且是有缘由的。我觉得在表演上面，我觉得爆发点是非常好，而且收起来也是很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因为对比郑志伟跟熊黛林，对，熊黛林她有曲线，你知道有个线条，棒收回来，收回来，收回来，收回来回去。但是你就一度，就呼麦吗？这是。但人的情绪是很难像飞机一样的往上。但是你如果这个即兴表演的爆发力、所有度、台词啊、密度都有，还是不错的。你不要认为那是一种压力啊。有个老演员很有名，叫葛存壮啊，戏演得好，人家都说，这是他儿子葛优。可是后来呢，人家见着葛存壮，就说这是葛优他爸爸。所以我希望你以后少听到张凯丽的女儿，说这是张可盈的母亲。哎，要不要一起上来吧？咱们评选吧，评。然后我支持一下开思源，这个小孩挺努力的。我当老师，我教学生，我见过太多你这个年纪的孩子，他们真的每天都在玩游戏，也不想事儿。但是你看，你又演过李六仪老师的戏了。又是专业院校毕业的，但是你还是在没工作的时候愿意去到游乐园，就跟薛炳侯一样的，能吃苦，我觉得挺棒的。你们这么大的孩子，你愿意吃苦的太少了。但是这个行业就是不吃苦做不了的。非常好。我儿子早上是这个意见。我给可盈一票吧。谢谢老师。其实这真的是有点难给，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很好，我觉得里面很能够让观众去带入，而且我觉得我们无线教育班就是需要你们这样子的年轻人，让我们去培养，希望你们能够更了解自己，就能走得更远。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应该加入我们才对的。他们两个呢，在当下都不能说有多完美，但是他们让我感觉就是好像看到了优秀的好苗子，不想让任何一个失去这个机会，因为他们都很优秀。那两个我们都选中，可以吗？我会跟小庆姐一样，我两个人我都想留下。行啊，我也选两个。我是两个呀，那就两个都进了。谢谢老师们，对，很好啊，来，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开思源，谢谢老师。恭喜两位，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们。绝对是意外之喜，我也感觉好像我曾经为学表演啊，包括练习声乐舞蹈那些熬的夜花的时间，好像都被看到了。
我想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努力提升。如果大家看到了在努力的小张就可以了。我们有请下一组，请吴天豪上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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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我，加油！加油！也不许多，哎呀，上去不许多啊！来了，哎呀，哇，老师们好，各位监制们好，督导好，我是曾经呢默默无闻在长剧当中一直当小透明4年，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却在短剧当中1年呢成为了短剧姐弟恋天花板的演员吴天豪。哎，哇啊！你有没有跟小庆姐演过？演过没有演过？没有演过怎么说天花板？对呀，姐弟恋的天花板在这里。对呀。啊，对不起。没关系，我们展望未来。对。啊对 ，OK。我今天就是等了很久，然后在后台一直干呕，然后让大家笑话我。就是我是一个看上去特别开朗的人，然后我的 MBTI 是 EFP， 就是快乐小狗嘛。我是一个气血特别旺盛的人，大家可以看我没有涂口红，然后就天生嘴巴这么红。你确定你不是上火吗？刘涛老师，我这还没有上火，而且我看见你讲了那么多话，你从来没有看过我跟吴镇宇，就是看完小静姐就看郝蕾，看完郝蕾就看这2位。不敢看是不是？不敢看你们。不是，因为我姐弟恋演多了。没有，老师，其实我只演过2部姐弟恋，就演成了天花板。那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毕业于电影学院嘛。之前我一直都是在假期时间，我去试戏、建组，在长剧当中饰演一些小配角的角色，然后我就会觉得一直没有很好的机会，可能我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路？直到我接到了一个剧本，那这个剧本第一次让我看到，原来短剧也是有这样可以，干干净净去讲述2个人感情之间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刚好就是姐弟恋，也就是我的第1部作品。江南十杰，这部作品呢，我在其中饰演的是一个黑芝麻汤圆儿，也就是外表白白的，然后内心是黑心儿的。通过这部作品呢，让大家认识到了我，奠定了我先在短国当中是一个弟弟的一个形象。随后我在25年底呢，拥有了过了30亿播放量的剧，它叫做《金屋藏娇》。随后呢，我就进入到的一部剧叫做《18岁太奶奶重整家族荣耀》。这部剧是一个系列剧，它确实是一个爽剧，但是它讲述了很多人文关怀呀、家国情怀呀，还有一些航天啊，还有一些就是一整个家庭当中的很多的温情的一些小故事，是一个群像戏。这部剧呢，确实让我打开了自己非常多的在短剧当中的一个知名度，让我有了很多的流量。那不如来个考题了吧？好呀。好，题目就是年下弟弟向暗恋多年的姐姐告白了，那姐姐再一次拒绝，弟弟的坚持与姐姐的挣扎，就在这次碰撞中达到顶点。那要不要邀请哪位姐姐？刘涛老师，可以吗？好，可以。刘涛老师就是什么恋都能，黄昏恋好不好？黄昏恋啊不，没有。好，来，预备，开始。怎么了你？姐姐，你看上哪件？这件怎么样？你觉得呢？我觉得我能看得上。哦，对不起。唉，我都搞不懂，为什么天天安排一个这样的人在我身边？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你觉得很委屈啊？委屈的话，辞职吧。我不辞职。从你第一次拒绝我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我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做好一个项目，而不简简单单是做你身边的一个助理。我觉得你可能也是喜欢我的。啊！天哪，你疯了吧？你是不是疯了？哦，天哪！我们很多地方都不合适。是我没有谈过恋爱，可能你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但是弟弟，你是想让我教你怎么谈恋爱吗？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知道年龄对你来说，喂，快一点啊！你跟谁打电话？跟我爱的人。他打给男朋友了，你要过去。我去，不能再去。不可能！我每天跟在你身边，你爱的人在哪？怎么了？天哪，要命！快点！你好，怎么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他常跟我提起你，他说你这个人工作很尽责任。没事的，我知道我女朋友优秀，但是你还年轻啊。但是这些时间到了，我该走了。8点的电影，现在都7点半了，走了。好。这就是我爱的人，弟弟。走了。好，可以了。还是挺好看的啊，挺好看的，有可看性很强。哦，很荣幸，很荣幸。其实里面有一个转折位置啊，刘涛老师是给你的啊，你想学什么？那个时候是应该有一个转变的，但是你不推进的话，他只能打电话。真的。其实啊，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maybe是要一直有蜜蜂围着它。这样，方法太单一啊。那先休息一下。好，谢谢。OK。老师好。我想借个机会，老师给我出一个考题，正好我想在表演上再找找感觉。可以啊，那来一个即兴表演好不好？我是一个身患重病的父亲，我不想治了，所以呢，我就现在要跟你道别，你是我儿子啊，中间10遍啊，我们看看即兴表演，懂吗？没问题，我准备好了。爸，别哭啊！我走了以后，最放心不下就是你。爸，你别瞎说。这病太费钱，爸不能连累你啊。爸，我去年在蚂蚁宝上给咱们买了好医保的医疗险，有了这个，大部分住院的医药费都能够报销，不会拖累我们的。哦，我接个电话啊。喂，怎么了吧？误诊了，啊，这保险用不上。不白买，好医保呢，大病小病都能保，还覆盖了很多先进的医药，有了它，治病才有底气。好，我听你的，给自己多一份保障。看，结束了。你这段确实演得不错，还能让大家记住好医保，买的是安心，用不上是幸运。谢谢老师。OK，下一个。下一个。
无限超越班第1阶段面试已接近尾声。姐姐，你凶我，他常常跟我提醒你。你不要跟我说了，不要跟我说了，叫我比我的命重要。下一阶段，艺员们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你只要演一个角色演得好，同类型的角色就会经常找上门儿。现场就有一些艺员正在经历这种情况。有请下一组，尚新月和赵志伟。有请两位，加油！加油！哎呦，来了！哇，哦，好帅，好美，是呢，各位老师好，我是演员赵志伟。各位老师好，我是演员尚新月，然后是一个山东女孩。好，我介绍一下自己吧。各位老师好，我是演员赵志伟。我出道经历是非常顺利的，人生第1部作品就出演了男主。紧接着我接受了一些很莫须有的谣言，这些谣言造成我丧失了很多的工作机会，然后自己呢也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去告黑成功了，但是人生也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和自我怀疑的阶段。然后在人生非常低谷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这样的角色，就是《点燃我温暖你》当中的高建宏。这个角色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非常惹人讨厌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赋予了我一些机会，但是他也束缚住了我。在往后的3年当中，我接到了将近10部戏，这10部戏里大大小小的角色，基本上都是反派。没演过好男人。他演那种疯批，就是那种斯文败类，演很好是吧？我觉得自己现在的角色类型有一些单一。老师们好，我是演员尚新月。其实我入行也有4年的时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会演一些比较乖巧的角色，比如说《安乐传》里可爱的侍女艳琴，然后《珠帘玉幕》里卓玉的娘子岳云秀，还有《吃饭跑步和恋爱》可爱的大小姐许晨曦。我觉得这一类角色可能跟我的外表比较适配，然后我演起来也会相对轻松一点。但是我拍着拍着，我发现好像我慢慢进入到了一个舒适圈里，我好像只能演这一类角色，我也很怕导演、观众觉得我只能演这一类角色。这个是我第1个反派，跟以往完全不同的角色，疯批、恶女、心机。我很想让观众看到尚新月还有多种可能性，有不一样的一面。赵志伟不被定义，他不怕演反派，就怕以后只能演那一种反派。我也想让大家看到，我不仅仅可以演温婉的妹妹，我也可以演锋利的反派，然后可以演各种角色。好，非常好。他俩一个想演反派，一个想演正派，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现在不是非白即黑的东西嘛，很多角色很立体的，所以我不觉得你应该去这样考虑。明白。对，因为我也是反派专业户嘛。你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地盘。首先，渣男都是很帅的，能演渣男就是帅的。这个小可爱，你也是，你就在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好呢？我同意，就是别把这个作为障碍。我明白，老师。好，既然这么想突破，那我们就来个小考吧。好。赵志伟，你现在来个正派的警察吧，然后尚新月，你来演他的妹妹。好。OK， 这位警察在抓捕犯人的时候，发现犯人是自己的妹妹。哇，好精彩，精彩！
好想演，我最喜欢这种戏码了。Action！ 我已经到了，你们在外围布控，我来实施抓捕。不许动！警察，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转过来，转过来。我让你转过来，否则我开枪了。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了？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怎么了？我朋友让我来拿东西。你朋友？你朋友是谁？哥，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你第一句话就……你告诉我你朋友是谁？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站住！我们的抓捕任务非常详细，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回答我，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我都说了，我替朋友来拿东西，你不相信我。OK， 停，来，停在这里。又变成干嘛广播剧啊，还是干嘛？就剧情不是只是用来说的。再说一遍，表演是行动的艺术，你们要行动起来，好吗？内心要行动起来，真正的肢体要行动起来，不是在这你一句我一句这样说下去的。你一进来发现这个人站在这儿，首先这是犯罪嫌疑人吧？你们来抓捕来了吧？你看你用了多少句，你来干什么？你怎么会在这儿？他说他是替别人拿东西，哦，你就是这个贩毒犯，你看多清楚啊！对呀，是吧？好，不好意思，两位不好意思，先休息一会。我觉得可能他们两个确实发挥的都不好，但我为什么想说一句呢？是因为当时上新月他出来的时候，他真的让我眼前一亮，对，他在发光，他的这个光芒，好高的评价。他的这个光芒吸引住了我，甚至就是赵志伟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我还就忍不住的老要去看他一眼，老要去看他一眼。我觉得就是你在发光，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女演员的样子。我小的时候就希望自己长大以后能长成这样。我觉得你未来一定会有发展。因为大家看见你都会被你吸引，我觉得你去哪儿试戏，他都不可能放弃你。就我已经完全的被你吸住了，因为我觉得你太有魅力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加油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们有请下一组，请冯建宇、王宇歌上场。各位老师好，我是演员冯建宇。然后这个是我这些年拍过的，一部分戏，基本都是长剧，然后还有一些网大。最好的角色呢，可能有80多场、90多场，然后最差的呢，可能2场戏、3场戏。但是其实对我来讲，我没有违心去接过自己不想演的戏。2025年，我拍了2部短剧，这是第一个是男2号。我的人生态度就是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所以我珍惜每一次机会，也希望我能在演员这条路上不负热爱，不负期待。谢谢。好，各位导师好，我是演员王宇歌，这是我这10年来参演过的一些作品。或许导师们也没有看过我的戏，但是一定知道这2个角色。我朋友特别喜欢您的歌。哦，14爷的玉坠，竟出现在了福临身上，还帮皇上明察。这个有印象。其实我也很感谢短剧的存在，它拯救了我，也让我有很多可以工作的机会。好，
来一个题目吧。呈现一个被附身控制以后白切黑的邪魅一笑。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我们在一起8年了。真的。他这个速度不够，应该一转身就变，一过来就是特别恐怖的。有变化，但是还是个正常人的变化。我的人生中没有利益，只有丧偶。这是跟题没切中。你呢要演一个哥哥，家境贫寒，然后你在弟弟不知道的时候帮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然后你们2个人发生了争执。哎，来吃烤冷面，烤冷面！哎，对，我哥的烤冷面可好吃了。弟啊，哥啊，帮你申请了一个贫困补助，前几天申请的。我跟你说，800块钱1个月。有了这800块钱，你上大学，就生活费上边哥能多给你资助一点。这样的话，你跟同学们去交朋友啊，也好。老板多放点辣椒啊！哎，好嘞。哥，哎，谁让你申请的？隔壁的摊的吗？啥？谁让申请的？这是好事啊！我问你，谁让你申请的？不是，你怎么的，弟？你看他提手，你不提醒他，这个面永远都不错。不是哥，我觉得你蛮热心的，谁让你申请的？你让我签了这个单子，你让我以后在学校怎么样？又来，我告诉大家，我爸死了，我妈死了，我哥是个卖烤冷面的。你觉得丢人是吗？烤冷面，停，好。给你告诉你的这个生活情境，你不去利用，那你怎么能演？靠什么演呢？我们手又停了。他那个鸡排哥一直回答人家，一直手在这啊，这样，他的嘴巴一直不停的在讲的，因为这个东西就会糊的，会。做完你的，做你的，做你的，对呀，做完你的，做你的，做你的。啊，对，做完你的，对，是，这个哦，好吧，下一组吧。各位监制好，我叫黄艺昕，来。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80后的爸爸妈妈也许看过。哦，我是2006年的画10级网红，后舍男生的成员。我觉得是互联网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让我走上演员这条路。希望我能在演员这个行业里面，做一只打不死的小强，坚持下去。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钟美美，然后是一名剧情类的短视频创作者，然后从13岁的时候去模仿老师。点名了，给我往起站啊！吴丽丽、李丽丽、钱丽丽、赵丽丽、孙丽丽、王丽丽、刘丽丽、丁丽丽、牛丽丽、周丽丽、郑丽丽。来站！你们犯了一件我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马上都啊！咱们一群丽丽，盛产丽丽呀都。每条视频都大概100万点赞左右，然后那个时候，平台呀、涨粉啊就非常多，一晚上涨了大概100多万粉丝。我最拿手的就是演一些女性的各种的工作角色。那就表演出来吧。啊，真的？对，好吧，就还模仿上一季郝蕾老师说的那句名言啊。我觉得你根本都不用听，我发明了一句话：不红就是原罪，红了什么都对。不红就是原罪，红了什么都对。这句好。我记得这段，我记得这段。
对，很像刚出道的王祖蓝，就是模仿什么像什么了，太好。对，那我们就出题啦啊，你们父亲欠了巨额的债务，就追债的人找到你们2兄弟，就要求你们还钱啊。那我来演那个追债。你找谁啊？哎，等会儿，哎，你找谁啊？来这边来。哎，陈淡文是你们爸爸是吧？是这样的，这一堆就是他的欠单啊，一堆啊，这堆欠单呢欠了我们500万，他赌输了啊，累大不累？你这历史加历史，500万，我不找他找谁？如果这样，我们可以叫法庭就是封了这个。你爱哪告哪告去，你爱哪告哪告。告诉你，我们有权利把这个屋子封了。封，来呀！我，你看看这哥哥，你看看这些。你要办法律程序你就去办，如果到时候追到我们这边再说。好，你们就这样，好吧。你们没有词儿，你们没有对白。戏剧的累程，它是从每一句对白开始的。起房子是这样起来的，没有对白哪来的冲突？给到你的，你说500万，你们反应都没有。对呀。但是哥哥转换保护弟弟这一点，我觉得很好，衍生出一个哥哥保护弟弟的这个温暖的东西，这个很好。别上前，喂。稍等一下，虽然他的表演在被干扰，但是由于他的表演，我还是愿意相信这个情境的存在的。谢老师，要我选的话，我觉得相比之下，还是王艺兴比较成熟一点，比较有一些自己的行动线的一个意识。我也选黄艺兴，对我同意，我也会选黄艺兴。我也选王艺兴。好，那就出来答案就是王艺兴。哇，又要来一个了。来，先拿到这个牌子，你就入班了。谢谢督导。好了，各位导师辛苦了啊！我们所有的艺人啊，已经考核过，也全部结束了。现在我们有12位艺人成功入班。但是一开始我们不会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名额可以补选一个我们觉得值得推荐的艺人吗？我感觉我们可以的是什么？希望，我内心肯定非常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个席位。紧张了吧？宣布结果最熬人了。现在还是一个待定的状态，就可能还会有那么一线的生机。我觉得如果要是有一个可以展现的机会的话，我基本上是挺想要把握一下的。紧张，就是有点期待，会不会真的能留下来呢？何老师，救救我！他呈现的还不错，挺可爱的。我觉得他也是必须的。好，就这样。好，来。好，再次恭喜12位已经入班的我们的同学啊，恭喜你们！谢谢老师。OK， 好，请坐下来。来，我就宣布，能够进入我们无限超越班，成为我们的同学的是哪6个？好，我来宣布第一个，我选择的再次晋级的哇，谢谢老师。黄
王朔这样完成的也还可以，基本上把我的戏接住了。哇，恭喜王朔！我选择的，我选择的。刘大越啊，在这边闪一个。刘大越最大的优点在于他很有一种释放和感受的能力。我希望能够帮助他开发一些他过去可能不曾想到的，但是对他未来的创作会有帮助的。小金姐，我来。谢谢，出乎意料。周夏天，因为我原来看《流星花园》，我特别喜欢，而且他并没有颓废，并没有消失，所以为了这个，我都要支持他。啊，我选择的是辛好江。辛好江整个的精气神就是职业，不松散。好，不抽你。我本来真的想把少天跟大越的被人选走，所以他是在注影的时候就挺好看的。这个是江浩伟。我跟你说什么呀？你都知道你不懂，你让我跟你说什么呀？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多险恶吗？我希望把你别再去遛狗，遛到这里都空空如也啊。OK， 那我来，我呢比较喜欢喜剧的演员啊，所以我给的是钟美美。你爱哪告哪告行，冲啊风来啊来！来，太棒了，美美。我说啥？是吧？那我真的很想留下来。好难过，把握的机会就没有把握住。挺遗憾的，就是我来到这里就是要来学习嘛，要来碰。刚刚呢，是我们可以从我们每个人的推荐的补6位是吧？因为我觉得优秀的学员很多，我们能不能再补一个，所以变成12个，可以再进来我们最后的入班的成员。OK， 这是对你们很好的消息吗？这里24了一共。因为我想给也是姓张的，姓张啊，张，哇哦，张伦硕哥，伦硕哥，伦硕哥啊，哇，谢谢，对，就希望你习惯表演这回事。我跟他说了，妈妈过几天就好了，他也放心。谢谢。怎么办？我一个人在这里很尴尬哎。小青姐啊，吴天豪。我觉得吴天豪他在这一段的表演当中表现得很好。我没有这个意思，他非常的沉稳，经得起风浪，就可以给他讲。我会努力的，加油！我来喽，1、2、3。王哥哥，对不起，我不应该抢你的角色，好吗？可以吗？好，那我来宣布，我这里的是一个女生。我语音。
谢谢老师，谢谢。觉得语音还是挺清醒的。小姐，到我了。哎呦，很甜哦，你不是一直对呀，就是很甜呀，就是很甜呀。你看，那就是很甜呀。姐姐说我的话算数了啊。我觉得就是你在发光，就我已经完全的被你吸住了，所以我一定会把这个票给你。我觉得感觉刘涛老师像天使一样。那还有就是最后一个，还是男是女的？这个呢，我考虑了很久，我很希望能够给他，因为很难得他又回来了。又回来了。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喜剧演员。虽然她已经成为妈妈了，但是我希望她再次出发。耶！谢谢老师，谢谢你。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加油加油加油！耶，我来了！那让我占 C 位吧。耶！我本来确实是挺平静的，但是6个导师都没有一个人选我，真的是有点小小的失落。哎呀，五味杂陈呐，这或许就是人生吧。我奔赴过来之后，落了一场空。我也想过我自己会被淘汰，但是没有想过表现得这么差。就是我内心肯定非常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个席位，有感觉还是没抓住这个好机会。好，今天如果没选到的，大家不要完全觉得失望，因为很可能我们第2轮、第3轮，大家有机会是飞行回来。好，在这里恭喜我们24位新的学员加入我们无限超越班。我现在隆重宣布，无限超越班是正式开班。上课喽！然后呢，马上你们可以加入我们的鸿雁，我们家宴见。谢谢，老师们谢谢。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百威黑金很浓很顺，邀您观看无限超越班。走吧，进去喽！来，走。来，欢迎大家来到鸿雁。今天呢，我们的4个监制在2楼的4个房间为大家准备了4桌晚宴。因为我们是24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房间限额是6人。6个人。大家待会儿可以任意盲选一个房间，参与到1位监制的晚宴当中去。盲选，这只能靠命运。我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对，你们不知道会跟谁一起共进晚餐。我想找曾志伟老师。我也是。有恐怖呀！一入宫门深似海。那我们先走啦。加油！就我们这边，走。也不用跑了，慢点。慢点，不用跑。冲！有这边有一个，1、2、3、4。老师，你偷偷告诉我一下里面是什么？不能看吗？还有屏风挡住，啥也看不见啊。不能看吗？不给看。这封的也太严实了，根本就看不见啊！这样盲选心跳好快啊！哎我天哪！哎呦，啥意思？这谁能猜得出来？门口站一大保镖。看不见，这上面只有标号嘛，咱也都不知道是谁，也不让看，这啥目的呢？这是1是吗？不能看。哎呀，哥哥，你怎么那么不近人情啊？
告诉我们吧。哎呀，哥哥，你这太讨厌了。要不就撞吧，就这个吧，就这个，就这个，再选就不知道怎么样。金宝姐，来第一位。哦，那边是什么？有人进去了吗？有人进去了，那边有人进去了，那边有人进去了。啊，要被抢了一会儿。什么？这是谁？这是谁？进去就不能再出来了。这是谁？看见？就不能再出来了，您确定一下。这是谁啊？我不知道。这是哪位老师的？不知道，不过菜色看着不错啊。江浙菜好像是。我们能吃饭了吗？一心梗，我选这个吧。你这都能认到我在外面？我看到是你，我都已经这样了，太好了，我就想你进来。因为4号是我幸运，你坐这边，我坐这边。因为4是我的幸运数字啊。这为什么是喜啊？什么意思？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怎么回事呢？嘿，我知道了。吃饭吧，饭。先吃饭吧，是谁不重要，饭重要。有人跟我一块选2号吗？走，咱俩都干这个。我们也跟走，走。等会儿我预感不对劲，咋的？别出来，别出来！有人干啥了？不是，里面有。这挺好，你相信我，相信我，老师。我感觉看着挺好，相信我，走司机，走，你相信我。怎么样？思妍，这是什么？啊！是什么？你相信我，这个绝对可以，你快来。什么？你相信我啊！哎呀，这可好了。我来，老师。相信我。说一下呗。哇，天哪！我觉得我应该是唯一一个没有一窝蜂去看房间的状况的人。我又观察到，就是我想要搭档的一些学员，刘璇是其中一个，铁柱我也挺想碰一下的，还有舒淇，然后最后我抢在最后一个名额之前进去了。欢迎，欢迎！这是什么情况？咋进来了个？我就喜欢你这个表情。1、2、3、4，其他房间都挺好的。我们齐了。Hello， 嗨，来吧。好，我们够6个人啦。你来了。来啦。哦，欢迎。哎呀，哇，哥哥来了。Hello。哦，这位。来了，你好。来，我们满员了，开始吃。我进去，先是狂赶饭。我们到了，是不是可以吃了？不是吧？得等监制吧？给了一个东西。完了，我怎么觉得有点恐怖呢？哦，不是，开始了，这就开始了。怎么说？哎，规则卡。欢迎各位议员来到荒岛。哎呦，吓我一跳！你们6人是来自同一个公司的职员。本是结伴出来游玩，却因极端环境被困在了这个荒岛上。欢迎各位议员来到一对新人的婚礼现场。这是什么？谁结婚了？欢迎各位议员来到黑山帮的年度总结大会。黑帮。欢迎各位议员来到演员曾志伟的退圈宴。退圈宴。接下来你们将有15分钟的时间讨论角色分配和剧情，请注意，15分钟后将直接进入剧情演绎考核。什么意思？我是来这儿演戏的。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是来这儿演啊？剧情演绎考核。没有想到，以为只是去吃个饭而已，结果一下子就说有任务，慌，我人就麻了。惨了，不知道要怎样去处理那个事情。完喽，太恐怖了吧！说的是那个鸿门宴。今天的婚礼上出现了2位不速之客，
一位是新郎3年前消失的绝症前女友，一位是新娘的那位渣男前任。2人竟来到婚礼现场抢金。人群中，新郎的妹妹默默着看着新娘前任，那是他暗恋8年的学长，而妹妹的身边正站着他现在的追求者。接下来你们将有15分钟的时间讨论角色分配和剧情，请新郎和新娘的扮演者带上胸花，请注意15分钟后将直接进入剧情演绎考核。看不明白。不是，我们先把人物理清啊。新郎、新娘、绝症前女友和渣男前任，新郎的妹妹，新郎的妹妹，新郎妹妹，还有一个追求者。哦，三男3女，正好。你们挑，剩下的我来。我打算演妹妹。你哪像妹妹了？我当渣男。不是。我暗恋你。你暗恋我。暗恋你8年。OK。我当妹妹身边的追求者。不是，那你对我穷追不舍，我暗恋他，可以。行，那你就是新郎吧？新郎。哦，这里边好像有个胸花。新郎先要带上那个花。哦，对，来，谁做我新娘？你先挑。我更想演前女友吧，演新娘，我不知道咋演，我脑子空了。行，那我来演新娘。你先进还是我先？你进来打闹是吗？你把桌子掀了，吃什么吃？潘子附体。对呀，吃。你是他去世的白月光，假死。那我得虚弱一点，把口红擦了。那我还是对你们家庭有帮助的人，可能这个酒店也是我家的。可以啊。你的小名是什么？我出生的时候，人家叫我老头了。老头。你真实年龄是多少？我43呢。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我们正好差15岁。我天！我抓马呀！是了。坐好了。一场婚礼，6个人5段情，新郎与前女友的旧情未了，新娘与前男友的爱恨纠葛，妹妹对学长的一腔暗恋，追求者对妹妹的穷追不舍，再加上这对新人即将开始的婚姻，全撞上了。哎呀，哥，哎，挺好，新婚快乐，新婚快乐，谢谢，新婚快乐。哎，今天还满意吗？太好了，我就等你来，你知道吗？来，来，我们喝一杯吧，喝一杯吧。有人来，上。哎，怎么样了？啊，咱们几点开始彩排？哎妈，来，现在就可以了吗？现在可以了啊！哎，那个司仪叫司仪，好。哎，恭喜朱女士、王先生！哎，谢谢您啊，恭喜王家啊！那不好意思，我们在这里小小的空间彩排一次。好的。妈，你坐着看，这样今天开心，你别紧张。好，准备。哎，格格你坐啊，你坐这儿。新娘。哎，新郎一拜天地，哇！2拜父母，哦，3两人对拜。干什么了？两人。老头，我回来了。谁？他们之前一个画室的婷婷姐。等一下，我处理一下。好，新郎王。等一下，那个婷婷。等一下，别激动，小心点，你别激动。王先生跟朱女士，根据我们要不你先等等吧，怎么了？啊，没事，嫂子。比较熟的人，这是我学姐。对，我们之前的一个朋友。我们彩排我们的。嫁给王先生吗？婷婷姐，嫂子别担心。看着你活着，我真的太开心了。但是今天是我个婚礼，有什么事情能不能回头再说？哎，婷婷姐，阿姨，格格。老头，我回来了，老头。
结婚。不是在干嘛？你出去，把事情解决完。搞得什么乱七八糟的你？麦姐，先出去解决。不是。哥，玲玲姐，哎，这不是你酒店吗？叫医务员呀！你冷静一下啊，我会解决啊！哥放心。起来，先起来。不是妈姐，要不跟我说呀？我现在像个傻子。哎，要不要有些药？要帮忙。哦，啊，没事吧你？啊，没事。你是不是？哦。妈，就是他以前女朋友。哎，找谁？哦，你好，我找朱美吉。学长。哦，朱美吉女士在那边啊。哦。你哪位啊？我是美吉的朋友。娘家的朋友是不是？是的。来，快来吧啊，来吧啊，你跟聊聊天。美吉。啊，是啊，我们处理点事情，啊，你们先聊聊啊，先聊聊。你怎么来了？你不该出现在这儿。你叫的？什么情况？你好点了吗？妈，别拿这个。你知道我今年结婚的。他身体不好。你们等一下啦，我这没时间。哎，新郎，我没时间，过来。哎，先把流程走一遍。对，把流程走一遍吧。来，好，新郎新娘朝拜天地。不要！一拜。等，你哭啥呀？不要啊！不要！你骗我一个礼拜。你听我说，甜甜姐，今天老头，你等我1个礼拜，因为离开后就有配型了，我就能治好了。你等我1个礼拜，我要结婚，等我1个礼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不会发短信吗？我以为我等不到配型了。美吉，来，你闭嘴，你也闭嘴。这位女士，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今天我们俩要结婚了，对不起，下边还有很多人呢。对不起。你要不要先离开一下？不要。他有病，让他坐好了。那我坐在哪儿呢？他有病不是应该去医院吗？是。谁逼着你结的婚吗？啊，你自己要跟小朱结的婚，你现在又怎么样啊？妈，我哥心里也难受。对不起。你难受是什么意思啊？这姑娘也是你当婚礼是吧？对不起，阿姨。啊，甜甜姐，你别哭了，我走。你等我一下，对不起。你等什么？你到底要怎么样？要不别办了。我结这个婚是因为我怕等不到他，我想给王家留个后，我怕你看不见孙子。你什么东西啊？任何事情你都把责任推给别人，哎，你一点责任没有，好不好？妈，我先走。哎，嫂子，你别松开。美吉。你们俩处理。你别去找他。哥，你真的是，婷婷姐，你怎么？行，没有，我那个，你们俩处理好不好？
为什么是这样？走吧，走，在这待着干什么？黄一欣，我觉得他太闹了，你知道吗？他已经闹到让我没有办法去看其他人的表演啊。对不起啊，大家，今天取消了，今天我们不结了。我做错什么了？我想孝顺也不行，我想很喜欢的人在一起也不行。要不我们趁着这个大好日子，你们结个婚？这不对吧？要办是吧？来，不是要办，不是要办，嫂子，嫂子没有。来，双喜对不对？来，黄一欣来，站起来，来，我的钱是。来，黄婷婷，站。是不是叫黄婷婷？要不你们两个先出去啊！你们先离开，来。你别怪他，你别怪他，你别怪他，我对你不起。厉害！这就是你跟我说你找的老公？对。他比我安定。对。大哥，不行！不是你的错。我出去就出去呗，就跟你又跳又什么啊，他怎么想啊？对不？没有，阿姨，你过来跟哥哥说一下。别拉着他，妈，这就是你处理问题的态度，是不是啊？你给我站起来！喂，他有点精神不协调。给他拉回家，给他拉回家，让他回家。结什么婚？结婚？老太太，阿姨，不是你别我受够了，老太太。我受够了，老太太。我也受够了。找你。不是，阿姨都是为了你好，你指着你妈，真有本事。找你老太太，找你，你跟他们老太太。他们找你老太太，好。阿姨。好，不如你们两个要不要结个婚呢？不要。啊？你别吃那么多，我们这个是还给你，还有下别说，你闭上嘴，你闭上嘴。哦，不好意思了，你哎呀。妈对你，但是妈心里也难过呀。妈来生男人长大不容易，你怎么能跟妈那么说话呢？你活该你去跳！他有没有难过吗？神经病！还有你，死就死了，你为什么还要回来？都好不容易把你忘了，你俩要结，一起结，一起滚！什么东西？你这神经病！我没脸了，我没脸了。妈，你也别难过，冷静点啊，冷静点。我们现在应该就是告诉要来的亲朋好友，是吧？先让人家都别来了，咱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我咋说呀？我跟人咋说呀？没有必要吧？怎么了，县长？要不要？哎，你报警啊！现在我报警，我家酒店，我去报警。兄弟，他哥，他翻白眼呢？不会，有点。我有点太哥，你别这样，我哥哥，很难，好难。振宇哥在旁边爆笑了有2分钟，因为我们太抓马了。就不好意思，我在担心。振宇哥在笑的时候，其实我也想笑，我一边眼泪哗哗的，我一边低着头，我在那儿也想笑。哥，阿姨，他晕过去了。没死吧？死不了吧？死不了，把他抬走。醒，你是他妹妹。他一直这样什么意思啊？你先进来，哎，来，我们继续彩排哈。好，新郎。你别笑了，主持人，今天请你干嘛的？新郎礼，我没办法，结果他这样不行，他为什么呢？黄一新又要跳楼，又要昏倒，你给不给别人机会让别人演嘛？拎起来。每个人都有过去的，没必要闹成这个样。像打球一样，我把球发给你，是吧？如果我们俩都是高手，我们俩就打很激烈的球，就很漂亮。那你打过来，或者说你一直在发球，对方一直都接不到球，别人就不需要在了嘛？哇，那场真是很崩溃。今天你先回去好不好？我们先处理这边的事情，之后的事你们俩自己说，可以吗？好吧，你先走吧，好吧。好吧，是我教子无方，我对不起你，我跟你。对不起嫂子，我不是对不起朱美琪。阿姨，我先走。好，回去跟父母解释一下。你让他自己在这儿。哎呀，你自己跟他好好想想吧。我的妈呀，太疯狂了！刚刚我就想自己走了，我的妈呀！哦，这是在那边表演。哦，彻底疯了。真的还想再活500年？不要啊！把他带走。那2、3、8。够了，够好笑了，太好笑了。欢迎各位议员来到黑山帮的年度总结大会。黑山帮是本地第1大帮，你们是帮派的核心成员。今天总结会上，你们需要向新帮主汇报这一年的工作业绩，但你们当中似乎有人隐瞒着更深的秘密。有卧底，有点意思。业务部门举例：行动1组、2组，善后1组、2组，财务组、宣传组负责帮内各项宣发工作。黑山帮还要宣发？黑山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对，现在已经说了4组了，还有一组是监察组。哦，现在有5组，但是我们有6个人，就是有一组要有2个人。对，那直接分吧。我觉得行动组2个人嘛，赢了的2个人，行动组。然后行吧，然后第2轮赢了的人，咱们这样更快了，可以，好，来吧，听天由命。对，黑白配，黑白配。哎，那谁不，财务组哥，我财务组。对，你是财务组。管钱呢。宣传组，我要干些什么？物料。你们当中似乎有人隐藏着更深的秘密，就说明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人会有一些特殊身份。这个就是不说出来，有可能就有人在演，要么就是可能在过程中在演。我做那个房屋租赁吧，要不都行，行吧？房屋租赁吧。你那个平台可以是订酒店的吗？订飞机、订酒店的吗？做了，这不就很大吗？哦，是吧？那我这不就是啊？这不就是那个和那个了吗？我不就是那个和那个吗？宣发组，好，这宣发组一下就累了。好多东西，不知道怎么宣怎么发。老师来了，紧张了。你别说，我心跳开始加速了，我也是紧张了，那肯定的呀。我听到了高跟鞋的声音，女帮主。帮主好。哎呀，坐，帮主好，帮主好。水给您倒好了，这么客气干嘛？坐。好久没见了，特意点了您喜欢的上海菜。怎么样？最近？今年财务组，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去年在业务上面，我们总共赚了3个亿，但是今年2个亿还不够。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宣传方面，还是在什么方面出了问题。财务组刚刚说的问题呢，是这样：行动1组，他们做了个 app， 就花了1.5亿，还做了个什么主题曲，然后要找一个什么很出名的歌手，非得让他来唱，又花了1000多万。行动1组这么做，是因为本来我们这个板块已经到了第2的位置了。人家那家公司请了柯纯，我们只能请现在的顶流明星姚冠宇。好笑吗？今天什么日子？1年1度述职大会，也是前帮主走了1年的日子。他是被我们自己人干掉的，就在你们6个中间。汉兰，大哥跟我说，他最信得过的人就是你。我跟大哥从小出生认识，我肯定不会做那个事情。最新加入就是你。我记得有一天，你跟他吵得很凶。我刚来1个月。你刚来1个月，刚来1个月的人，能坐在这张桌子上吗？姚冠军是我爸，我刚从国外回来，我爸说让我回来替帮派做点事情。他有问题，你也脱不了关系。不能吧？我爸为人那么和善，我这，对吧？为人也这么和善。
帮主，您看我看，我怎么跟老帮主认识的？你们都不知道是吧？我售出的第一套房，就是老帮主买的，那是我恩人，他把我招到公司来的。我们的帮主太太都是我介绍的。那你更有居心了。我是裙带关系进来的，他好我才好呀，我怎么可能害他呢？我。1年了，没有抓到凶手，到现在都不能入土为安。大哥，你救过我，帮过我，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下辈子见。我没做过，不是我。大哥，你对我什么样，我自己心里最清楚。咱们两个一起吃过的那个烤冷面，我现在还是自己想你的时候就去吃。我倒要看看是谁把我大哥害死的，我看着呢。大哥，从小是你把我带大的。我今天一定要看看是谁把你害死的。雷叔，小时候见过。我爸跟您是好兄弟，虽然没想到第2次见您是这样的情况，但我既然继承了我爸的事业，我也一定会帮您查出来，到底是谁害的你。老帮主，你从小看着我长大，虽然我也经常揍我。但其实我还是把你一样当父亲看。放心，我一定帮你找出凶手。张浩为、殷凯，你们对老帮主的忠心，他听见了，出去吧。张馨月。出去吧。凭什么让我出去？因为现在是我在抓凶手的时候。拿好了，出去。就你们3个了。老帮主就死在这把枪里，这枪里还有当时被卡了这几颗子弹。
你们肯定其中有人是认识这把枪。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自己承认，我不会让你死那么难看。当初你爸是对老帮主意见最大的人，这枪是你爸的吗？我没见过帮主，我是真没见过，我怎么会见过这把枪呢？我刚回来1个月。过去没听你爸说过，他还有你这么个儿子。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他那么多私生子，我上哪儿知道去啊，兄弟？哈文哥，今天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解决了。你想怎么样？我看看枪干嘛啊？哼，那么激动啊？这枪是假的。我就想看看谁会拿这把枪。这显然这枪不是你的，是你的你不会拿起来。行了，走吧。不是你。谢谢帮主。熊黛林，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我没事。你没事，你心虚什么？我心虚什么了？你跟帮主什么关系？他每年给你那么多钱，你还不够？是不是你？你管那么多钱，你敢说你没有中饱私囊吗？是我做的。这么多年，我当他是我最好的送礼，他抢了我最深爱的女人，我喝醉酒了，我忍不住了，我就能杀他。他都承认了，我可以走了吧？我不相信。他都承认了，你为什么不相信？你走吧，你走吧。他为什么要承认？我不知道。因为那个女人是你。他为了你杀害了帮主。我不知道。你不要冤枉，你不要冤枉他，不要冤枉他。是你是吗，梁汉文？係我做嘅，係我做嘅，你對咗我啊！不是，不是怎么样？你想不想死啊？爱你的男人都死了，你不想死？来，起来，给你一次机会，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说？
哎，死的太不值了。行了，没什么好说的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呦妈，累死了！哎呀！天哪！我想到，他也是为我，然后帮主也是为我，我不知道他能接得住。哎，你真的好厉害！你们两个好有默契啊！我们一开始我们一点都没有商量过的，就是自己想自己的事，最后居然跑到一块儿去了。但我只是想到了这条线，结果汉文科居然秒懂什么意思，就立马站起来保护我。我说，哎，对上了。其实那种即兴的游戏、演戏的游戏，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我跟冠宇在讨论他爸爸那个剧情的时候，我瞄一瞄那个手枪，然后他反应很快，年轻人呢很快就已经拿那个枪了。我没有想是涛姐，我巨惊喜无比。本来我预计的是黑帮派的这个新帮主来了，我要就是很不爽他，但是我看到是涛姐，我就瞬间转换，开始成小二了。我还给他搬椅子，给他叠那个餐巾，就是爱慕已久。哇天哪！对啊，哎，好累啊！第一次这样子被人打死。对啊。你一点都不爱他呢，人家都死了，你多少感慨是吧？你两个人终于都死了，一个死了，一个又死了，你不趴在他的尸体面前跟他那什么一下，给你机会你也不给他点呢？那我就是最大了呀！想不到，脑子懵了。丁贵守护成长，无限超越梦想。本节目由丁贵儿脐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网指定赞助播出。告诉我，你的病不是真的，我不允许你生病。他这个病可以治啊，医药费也可以报啊。你不是买了好医保吗？人家就这么一个小病，让你给演成了绝症。不过癌症、心血管病。蚂蚁保好医保也能保，蚂蚁保好医保，大病小病都能保，医保报完还能报。可以报啊，可以报啊！老师好，老师好。干嘛？军服。大家好啊，坐。老师您坐。啊，原来你们没有准备我来的是吧？连椅子都没有。老师你坐我身上。老师你坐。出了头了，坐好坐，外面有椅子，是吧？啊，你去拿，我去拿。快！我来开门。快！来放这里，来坐。好。你看你们这么多年都忘了，老师叫你坐，你真的坐，我还没坐，你们坐。老师坐下之后，我们再坐。坐 OK 了。啊，好久没见你们了啊！今天见你们呢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今天特别叫你们来，我是想告诉你们，我准备退圈了。所以呢，我是想布施一些接班人。那今天我就想从你们里面，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我觉得还行的。今天考验的主题是解放天性。我很看重演员的一个点是不被自己的形象和外界的评价所定义，所以我希望今天你们6个怎么样能够让我开心？谁先讲？我先吧。好。大姐先。笑了。
在你身邊，路雖遠未疲倦，伴你乜恨一段接一段。你是在唱广东歌、广东话还是国语？这是粤语。我连个广东人都听不懂，这是粤语，多厉害！好，下一个。正月里是里啊，正月里初三四儿，社里头放年假，我们两个去串门儿呀。我想问一下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这所有动物里面哪种动物最容易摔倒？最容易摔倒了？最容易摔倒，就它站不起来。狐狸，因为它脚滑。人说云，我觉得你应该离开我们这里了，你先出去吧。啊？可以离开我们。老师，那个我来。老师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所以我决定我可以坐的离您近点吗？可以。我哋好兄弟啊嘛，記得啊，你出錢，我出包。係啊！你仆街喎！頭先啊，你話你出錢，我出包，唔係啊！哎呀，我哋30年交情，你竟然呃我啊！30年啊！好。啊，你出錢，我出包。他们都没有想过去模仿我，你一直都在想模仿我，就证明呢你是有心机的，你就是想夺我这个位。对呀，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出去了。可以，我唔想走啊！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啊！我说你这么口不对心的人，走。可以，记得打电话啊，有空要联络啊。哦，大姐这门关的最快了。哎呀，轻松很多呀！我把他们3个打发出去，是因为我觉得你们3个还是我想帮的啊。但是最重要是，其实师傅哪会退圈呢？啊，还是会干下去的。害我开心了一下，啊不，我就看你们到底你们有谁想谋求上位？哎，没有啊，希望师傅永远都在，您是我们心中的榜样。我们是6个同公司的同事，先定职位呗。我觉得是。怎么办？怎么办？你说，你比较经验丰富。他肯定他实习生，我们俩一样的，我们俩。我也是实习生吗？这样子，那你是刚刚转正的啊，然后我是这个部门里面其实是做最久，但一直没有升职的。他是这个部门最高的领导，然后他是跟着你的小助理，你是部门里面最刻苦耐劳的。合理吗？太棒了，你以后做编剧。一个团队最害怕七嘴八舌，与其他们七嘴八舌，不如我赶快编出一个情景，至少大家有一个逻辑思维顺着走。哮天赞特别好，他就像一个当时的编剧，他能把每个人的情节给我们编好。那我们的戏就在状态里面、对话里面丢出来。 OK， 没问题。这就不能太那啥了，不能太干净了，一会儿。是。哎，有 feel， 你们这样子是对的。主要下海。哦。哦，压缩饼干。哎，不要拿走，不要拿走，这是道具。你干嘛？你是去干嘛了？我这不给你们去下河摸鱼去了吗？
呀，你真变猴子了，像猴是不是？啊，你不要在这里再做美猴王了，拜托。没有，他太习惯了，他已经进入那个。是的，是的。我没演猴，老师，我刚才也没演猴，只不过你们看我像猴而已。因为你的动作都是这个。这没有，我是在这搓手的，老师是你们有一种固有的思想的。就跟老师，你们看六小龄童老师现在演什么戏，他都觉得你带入到孙悟空。对，这也是。这边吗？这边吗？哦，是你们几位啊？潘老师可以拥抱吗？你们好，你们好。大家好，老师。我们就是在一起走进戏剧。好。好的。好，快坐坐坐。你们应该也感受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是在一个荒岛，你们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们第一个环节去完成的任务命题是，在荒岛里边，白天有光线的，此时此刻遇到饥饿，会是怎么样的？跟我想完全不一样，我以为是给我们一个情景，然后大家自己演，结果主题一丢出来，哇，我也有点愣住。你们会怎么样的去表述你们的饥饿？相信你们的饥饿是成立的。好，开始。饿死了，还不吃饭？饿，不咋吃了。哎，就剩那么点了。嗨，我刚刚到山上去看了一下，还是没有船经过，然后手机还是没电，也没信号。没关系，大家冷静一下，我们先去找点东西。没事，你吃，你先吃。老师，来，好了，这是我们团队现在唯一的希望。来，这边有压缩饼干，先解决这个。不能再吃真的都没有东西吃了，我们还不知道要等多久。铁柱，你能不能冷静一下？如果说你想活下来，信号的情况下，我们就得救了。手机有信号，我们就得救了。难道你们不想出去这个地方吗？我待了3天了。王铁柱的表演有戏曲的功底，命题饥饿，他演饥饿以后，引发出来饥饿以后所产生的可能的动作，他在不停地寻找各种体现饿。你怎么了，铁柱？啊，我吃的太急了，没事，我勒一下就好。因为饿冷，他又去穿衣服了。因为这个环境怎么办？他去眺望，有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个点引发出来的各种连带的反应，他这儿找动作，那儿找行为，那种形体，哎呀，填得满满的，相当饱满。他们现在几个人跟疯了一样，能量这么消耗，不是会更饿吗？大家非常的饿，先要把当下的问题解决，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朱孝天、刘璇呢，我认为他对命题的理解有所缺陷。首先，饥饿形态没有表达出来，更多的在以年长的身份动员大家、安定大家过多了。
舒淇一开始的时候啊，我注意力全到你那儿去了，缩在那儿，我感到饿了。但是你一直是这样，太单一，没有行动，没有发展。黄硕这是一个小孩，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办？你得赋予行动啊！你肯定得想办法。他是个本能啊，你中无助的东西都没有演出来。你也一样，太被动。大家对环境的感受还不够，一定要围绕这个命题来做事情。那通过这样分析呢，相比之下，王铁柱的表演通过自己的肢体感受也有了，延伸也有了，为什么要串来串去，行为逻辑都有了？我觉得王铁柱你可以先晋级啊。都饿过呀，饿过就那还哪有功夫还说话啊？看有啥你就吃啥就完了呗，这不就是饿吗？第二个命题是你们在饥饿的情况下，你们感到冷了，它是要叠加来演的。那个味道。我们靠近一点好不好？大家挨着点吧，不然实在太冷了。看远过来。这都第几天了？姐姐胃疼怎么办？我们凑紧一点，太冷。那这样也不是办法呀。就太在一窝堆里面了，只是冷，缺少行为，没有创造力，就是需要创造力。是不是可以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人从外头过来呢？有没有一个人呆呆地望着海面？还是没有传来？怎么办？有没有一个人说我去外头找一找有没有石头可以滑的呢？所有这个动作的时候都是你们要带着这种都要冷到冷也是有程度的。现在最突出的就是刘璇，他的行为躺下抖啊，璇姐，他有递进，有发展，有程度的变化。可是他的躺倒没有刺激到你们更多的行为，它是有连贯作用的。戏剧是需要想象空间的，所以说这个环节刘璇胜出。又饿又冷的情况下，夜晚恐惧叠加。我为什么听到有脚步声？那里为什么有？别怕，等会儿。这段表演里面，大家都有了叠加的感觉。大家靠过来！你在哪里？靠过来！他虽然跌跌撞撞的往前冲，男孩子勇敢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比上次好多了。我还是要强调有行动性。他虽然晋级。天亮了。哎，那个是什么？那是船吗？哎，这里有人！哎，佳儿，哎，这里有人！过来了，他过来了。船这么小。你们两个待着啊，我一个人先上。求你了，哥，你求我也没用。我出去以后，我再找人来救你们。别跟上来啊！天，特别棒！他来真的，我真的感觉到杀气。
从来没有在演戏玩的状况中感觉到有人要杀了我。我跟你讲，年轻人演戏，你可得注意这个安全性。哎呦我的妈！虽然我们不推崇这样的一种行为，但是我觉得从戏剧冲突上来说，行为有了，是对的。朱孝天胜出。接下来是争夺。把它给我。注意安全。把它给我。扔这个东西，利用这个道具，你前面都利用过了，反复运用一种手段是最失败的。你看又没有想象空间。他想的这个去拿水壶是不错的，或许还有一点点水，可能性有了。苏吉胜出。演到最后一个走的人黄硕，所有人都不在，眼看着生命到了最后的节点了，会是什么状态？难度最高，恰恰他的表演经验最少，啊。绝望，彻底的无助，到微笑，我很喜欢这个转折，蛮好的，非常棒，非常好，谢谢老师，棒，好，结束，好，结束，特别棒，好。没办法了，哎，你们帮不上忙，你们没有表现你们自己，不交流你你们是干什么了？你就走来走去。停！阿姨，哎，嫂子。但你是里面戏份比较重的，你就不表演你那个部分，不搞乱整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你是什么？你的人物是什么呀？我不是前男友渣男。你是那个朱美吉的前男友？对，我暗恋他，但他不知道我完全没看出来。没有戏啊，你们没有交流啊。我们完全没看出来你暗恋他。为什么你们跟他没戏呢？我跟他的戏吗？他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暗恋我不知道。按道理要讲出来啊。他刚进来那会儿，演了一下。学长，好久见。我们之前一个学校的。哦，你好。我告诉你，戏就是这样场的。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匪夷所思的场所。你们这个匪夷所思，把人物关系乱七八糟的演出来啊。应该是他有他演，你们有你们演啊。老师，我有一个，我是来找这个人的。我找他也没有说很多对白，你走出来干嘛了？我觉得我没有空可以跟他说什么这些。你是来抢新娘的吗？为什么不抢？你就渣男送了你就走了吗？我要把他抢走是吧？哎，他是怎么理解的啦？怪不得你进来就没有抢送你。我要你送你来干嘛？我先说，老师，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就是我本来进来，我的目的不是为了不让他俩结吗？我现在看到这场面，他俩结不了了，我看一看，我看。老太太，我收工了，老太太。我当时想的是就不让他俩结婚嘛。我的目的也达成了，就这样肯定结不了了，他俩。我以为就完事儿了，所以我站那就不吱声了。好，那怎么样？那你怎么表演？你有自己即兴的对白啊，我们要跟他说话呀。我对你怎么样才有对白啊？我今天还有机会挽回你啊！我以前就是我记错了吗？他女友都来了。是不是你趁这机会，你是不是想清楚呀？当初我跟你怎么，不是就有戏了吗？是。
懵了。啊！天哪！怎么演啊？什么意思啊？我没明白，到底怎么演？崩溃了，我都真崩溃。啥意思？赶紧，我怎么了？我不知道他干什么，我不能理解，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好的表演。当然，它是一个小练习，就是它考你临场反应，看你一直受干扰还能不能专注在这个戏你的这个人设里头。别哭，你这彻底打碎了，哥们儿，别哭了。辛浩强他也有反差吧，一个1.8米肌肉壮汉在栏杆上爆哭，很有意思。他嗷嗷哭，哎呀，快来看，他哭了，快来看，他嗷嗷哭，他不知道在干什么，他觉得很混乱，演得很烂，你知道吗？好了，不要崩溃，哎，不要崩溃。这不就是教你怎么知道干嘛的过程嘛，对不对啊？啊，你要都知道了，对，但你要都知道了，你就不用学习了呀，是不是啊？好，缓一缓。哎呦，别演了，擦鼻涕吧。他崩溃了。没有，他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还是要嫁给你，所以他崩溃了。借着这个冲进去，朱伟杰，快！他碎了。好了。我要笑死。但是我跟你们说，你这一趴我们不是在动脑的，要动这儿。啊，相对来讲，他的状态是很好的，就他就是那个人。他没失去他的状态。因为我以前我其实是不太敢演的，就是这种纯即兴的东西。这一次练习之后，稍微有点感悟，就是敢演。你等我1个礼拜，我要结婚。不管他对不对，你先敢演，想到什么就演出来，不要有那么多杂念，说这样对不对啊？他俩就是极其没有逻辑，不合逻辑，人物也不合逻辑，行为也不合逻辑，两个搅屎棍儿。你老拉着我演干嘛？我们要观察你们的嘛。妈，他身体不好。妈，我哥心里也难受。对不起。妈，这就是你处理问题的态度，是不是啊？就给你们一个引子，适时的提一下，但是你还得。你们自己演啊！他一直在拉着我说：“阿姨，你答应我们的婚事，我真想给他一瓶子。”我不答应。什么时候还要跟我说这个？阿姨，我跟我哥的事。哎呀！我走，你别松开。今天不好意思，那个在格格这边哎呀，你现在不要再说这个事儿了。我知道。哥，你今天先把婚礼进行下去好不好？我还想娶你妹妹呢，你别这样好不好？他一直在非常积极。但是做这极其不合理的事情，就是很蠢的。我不会让我女儿嫁给你的，对吧？这家里都闹这么大事了，还要好自私啊！一直在问你能不能让她嫁我，你能不能让她嫁我？就是我都想说你是复读机嘛，你知道吧？对不对？这也不行啊！就是你真的在这个环境里，你的感受到底是什么？你能抓住那个真实的感觉，一直延续下去，这是演员最难的地方。是的。走吧，来，去选什么？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去哪里？啊！哇塞，这是什么啊？为了让各位顺利避开个人雷区，与志同道合的议员一起组成心仪班级，请认真填写手中的雷区卡，并将其贴在你希望加入的班级所在区域。贴在哪个班级，代表你选择加入该班级。每班限额6人，满员即止。请注意，本阶段的跑组试镜将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考核。这个是雷区卡吗？我讨厌。我什么都不会讨厌。我讨厌马后炮。
盲选啊，好难选啊，怎么办？这个是能贴的吗？我贴这个。命运之神，拜托，让我的同学都是跟我一样想法的人吗？不能看，谁都不能看。不真诚，来，我们俩都是。好，我这里呗。我以为他们以为我真的疯了，要把我送去医院。不会，不会。我平时演一些很普通的角色，我要抽离可能都得1-2天。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保守护。好医保，蚂蚁保官方医疗险品牌。医保之外的大额医药费，它能报；先进医药覆盖广，它能让你放心用。有了蚂蚁保好医保，看病心里更有底，给家庭多一重保障。Hello， 同学们你好，老师好。刚刚已经用避开雷区的方式跟大家分班了啊，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监制，你们也有雷区？雷区啊？雷区是我自己，因为我叫郝雷。你好幽默呀！所以要小心我哦。但他是个好雷，所以不用避。对。这个呢？跟我聊天。跟你聊天？那我再也不跟他聊天了。也不喜欢人家敲死，拍到天亮都不收工。哎呀，好了，现在我为导师来公布一下。好嘞，看一下。咱们是这个班哦，很多都是讨厌不真诚的人，所以他们就变成同一区。哦，那我们看看这些人是谁好不好？好看，这些人是谁？我写的啊，这是我，是我。哇，你的字写的挺小的啊。啊，语音。我讨厌不真诚。哎，这字写的还挺好的。这人是这字，哎呀，字写的真好看。哦，姐姐，我们写的一样的。我就觉得绝了，尤其是竟然还有一张跟我写的一模一样的，我就有预感，咱们就是这个团队一定会非常有凝聚力。我觉得就简直太好了。底下叠一个什么不真诚的人，然后我就塞上去了。我觉得看真诚，然后看那人字写挺好看。好，讲一下为什么你们会讲这种话。我讨厌装的人。比如在对戏的时候，对方就拿个手机在那儿看，然后我一说什么他就然后就感觉很，对，就很不或者很不认真。那我有一次我也说，哎，我说你能不要拿着手机？他不好意思，我的剧本在手机里，真的，他就这么说。然后你再说你就不能在脑子里嘛？然后他就会说你很装。你等我说一下啊，这种讨厌演戏不投入的人，就证明你演戏一定会投入。不真诚的人就证明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这个心理学很简单。你们这班非常投入、很真诚的人，真诚吗？请到这边来，你们成为一组了。第一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跟你说，你们真的应该要感谢我，你们要感谢我。你写真诚是不是？因为我是第一个，所以说你们都是瞄着真诚去。我是的，我也瞄着真诚去的。我们是真诚组，组员都很实在，很可爱。大家在一起就是有一种气场的，就当大家都是很真的人的时候，就会很节省时间，且不需要任何的沟通成本，你会觉得那种凝聚力一下就团魂燃起来了。对，来下一个。好，我这边的，我最讨厌自顾自演戏的人，我最讨厌无端抢戏的人。哪一位同学？我曾经跟一个演员演戏，他看着我的眉心跟我说话，演了很久。不要讲话！老师在讲话，你们两个还在讲话干嘛呢？为什么要聊天啊？好，我读第二遍啊。
我最讨厌无端抢戏的人是哪位同学写的？没有人。我写老师。所以你们就在讲话吗？哎，你我写。为什么你刚才说话不集中？因为怪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说自顾自演戏的，我就说我以前曾经碰到过。那也不行啊。你会在这里讨论啊，你会回家讨论啊。OK， 对啊 ，Sorry。那每一句话在这讨论了，这。对。怎么做节目啊？怪我 ，Sorry。好，第3位。我写的。我最讨厌工作不认真。哦，他会很认真的人。我最讨厌普信男。普信男什么意思啊？普通又自信的男人，是个女孩写的，对吗？啊？哦，怎么会是你？我写的。哦，哎呀，我选择这个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一组女孩多，因为主要里面有什么讨厌不信男，结果4个男孩。就是因为常常合作的过程当中，曾经遇过一些演员，常常什么事情都自夸自己是最厉害的，然后什么都最好的，然后会影响到我的心情。就很普通，但是又很自信那种。对，这些人呐，就要搞得他没自信的。那你会怎么对付这样的人呢？比如说一个例子。就如果不顺气的跟他，我有自夸咯。你比他狠，比他更普信，打不过他就加入他的行列。好，下面啊，不顾全大局。是我。他俩又碰一起了，他俩好有缘。其实我想讲一下是朱美吉嘛，既顾自演戏的人，对手怎么演，你为什么要干预？我明白，我想说的就是，可能我跟对手，我想要交流，就是互相给一点。对呀，很多时候，哎，你给我一个，我为什么要给你啊？对。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啊？不对，对什么对啊？他不给你，你演什么啊？不是，我觉得不对。这个动作不对啊，我为什么要给你配合你？现在生活中不可。那我觉得一切都要围绕剧情嘛。但是你应该靠自己去感受，你也不要管人家要怎么演，就是各自凭各自的能力和实力，你也不要管我，我也不要管你，你能接得上是你的本事，你接不上你也别怪我。对啊，他是这个意思，但我也能理解你的意思。对，我知道啊，但是他有人，我懂。坐下来吧，我就告诉你，现实就是那么残酷的。好，来你们成为一组了，就请坐到这里来啊。我觉得我们组很全面，我们也有喜剧担当，我们也有经验担当，我们也有武术动作担当，而且他们感觉人都怪好的，在关键时刻不会怨我。振宇哥来宣布了。内转没底线的人啊，张伦社写的，就是因为我看过以前的那个超越班的这个节目，我听说他们都去年都不睡觉，就2个小时睡觉。谁不想有睡觉了，对不对？大家都想讲充眠的睡眠，可是但是有时候不是你想就会这样子的，对不对？你要理解，你收工，人家还没收工，灯工还没收工。我一想起这个，我就觉得算了吧哈。来，戏霸，我就是戏霸，没错。就是你一看你就是戏霸的人呐。对，但是我又很讨厌人家管我。那你拍《小时代》的时候怎么去跟配合我就是戏霸，他们都听我的，所以我真的吗？很开心。我就说我有想法，然后我觉得大家要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听我。但是有时候我遇到比我强势的时候，我又很胆小。所以有人比我强势，我就常常就说啊，那好啊，我觉得你也还不错，然后心里就觉得烂透了，这样。所以这个戏剧创作又是集体劳动，又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别难。好了，不被尊重。我不被尊重，对的。哎呦，为什么呢？就是其实不被尊重有很多种，比如说像是迟到啊，那大家要等他，还有就是不被
对白不背台词，第2天才到现场，他觉得顺一遍就没有了。那我觉得你不可以这样子啊，所有人在等你啊。那所以他没有碰到吴镇宇，他碰到吴镇宇，第2天就被换掉了。很多这样的人啊，真的是太多，充满这样的哈。我们听不懂话，迟到，爱装酷，磨磨唧唧，废话多，欠。我老师估计就是你写的，就是你话多，你就是这个欠的吗？对呀，因为我就比较欠，我就讨厌像我这样的人。哦，哎，跟着就不真诚的人，很真诚吗？不真诚，为什么你不去人家那组啊？因为那选没了。他今天太投入了，手受伤了。哦，没事。哦，为什么？表演的时候太投入了，太忘我了嘛，太用劲了嘛，没有不小心了，不小心的，不小心。我说一下，我刚刚差点被他打死，他来真的。就是我这么多年了，我就真的第一次感觉到恐惧，他真的拿个木头冲我就下来了。是的，挺可怕的。哇，妹妹厉害哦。好，最后一个看不起人的人。你曾经被看不起过是吧？也没有吧。你得有感受才行。对啊。就是比如说不尊重吧，也算是不尊重一个人吧。是老板吗？不是。好了，这一组就齐了。哎呦，这个组合挺有趣的啊，有2个喜剧人。当时状态就是我来对啦。我觉得我们队伍非常好，就是男女老少。我们这一组是这样子的：张伦硕是硕弟，黄硕是硕哥。这最后一组了。马后炮。我讨厌虚假。是我。讨厌吵闹、自私、不环保。还有不环保。不环保。不环保是因为我听过一个非常让我不舒服的词，叫防火、防盗、防剧组，就是剧组常常会不注意周遭的环境的维持，然后我就会觉得这样子对地球很不好。好的，来下一位，讨厌自我的人。我对。不准时吃饭。那会儿讨厌不准时吃饭，不准时吃饭。对，这个也是挺讨厌的。剧组常常就这样子了。最后一位，讨厌无脑行为，展示身材。我什么时候展示了？我裹了后，我什么时候展示了？啊，是吗？毛盆，那还好啊，人家展示身材的练，他也是通过刻苦的，跟你展示表演一样的道理嘛。我说是无脑的，突然就开始展示。这个逢人就是这样。哦。我不那样。好了，你们也到那桌，对。哦。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搭过一轮了，然后大家又分在一组，挺熟悉的，还挺好。OK， 大家坐好了。首先恭喜大家已经成班了啊！现在你们选一个班长。班长，各位想当班长吗？怎么那么快就决定？全票通过。我们都觉得朱孝天老师是最有资历的哥哥。他性格很好，他说话很缓，他不会着急。就我们有冠军作为核心力量在这事儿就行。稳，姐你在这稳。OK， 就这么定了。首先靠谱，其次有责任心，情绪稳定。璇姐都有。有没有自愿？没有，我发表一下，汉文哥阅历在那里，这叫见多识广。然后我们其他人都可以辅助您，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一起扛，而不是说什么事是您去扛。好，明白。他我来呗。我选他。我选硕哥。我选硕哥。好吧。我选好了。你一点机会都不给人家反驳，是不是？
就觉得完了，我入坑了。我本来写的就是不喜欢卷，结果我一看这样，那怎么办？我只能说卷起来。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宣布一下我们的跑组规则。首先呢，我们本季首次的加入了短剧的剧目。我们也想看看，当不同的机会摆在你们面前的时候，你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那这次你们可以自由的决定试镜的剧组和角色，只要能拿下角色，就能获得相应的积分。但是请注意啊，本轮考核的最终成绩将以班级总分为准，这意味着你们每一个人的表现都将直接决定班级的排名。第二个，请注意的是，总分最后一名的班级将全员沦为背景板班，丧失第二轮跑组所有试镜的机会。你们每一次失误呢，监制们都会扣你们分数的。功课没做好啦，理解不到位了，精神状态掉线了，迟到早退，每一次都会直接扣除你们的角色分数，10%。所以不要讨厌什么内卷卷不够啊！你要是不内卷，别人班就把你当背景板了。没错，该卷，尽情卷。我不要变布景板，我们不要卷对，卷起来，卷起来！为了团队，为了自己都得拼啊！原本还是一个欢乐组，变成内卷组。我不要做背景板，卷。我觉得我们冠军班长他一定能带出一个冠军的团队。咱都是一帮卷王、工作狂。我反正是我是对。的确是有一种责任感，伴随着这个责任感产生的就是你需要去完成跟需要去奋斗的事情。来了，我们现在要宣布主勋的 KT 板来。来。我不是药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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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数最稳。我没有看过《家族的荣耀》，我也没看过，什么东西？家族荣耀，我演的。这个是港剧。今晚将进行2个剧目的试戏小考。考核剧目1，我不是药神，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程勇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保健品商贩，一跃成为仿制药独家代理商的故事，是一部通过电影镜头反映社会意义的作品。考核剧目2，家族荣耀，是以真心和其多年的好友贾洛仪同一天加入马氏家族，并举行世纪婚礼为线索，讲述马家3代人之间跌宕起伏的家族故事。然后要提醒一下你们啊，你要注意的是这个试镜的时间，长剧、短剧试镜的时间撞档的时候，你只能选择在一边。英子，你就是短剧，不用想。因为角色就这些，我们肯定是要保证我们队伍有分数，不然的话队伍分数低，我们到最后全做背景板，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吧？对。先估分嘛。先估分。因为我们就是正分嘛，对于整个团队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正分，要为我的团队正分。所以说，当看到《家族荣耀》女生就是偏多，就是相当于这个概率会大一点的时候，我就心想去吧，冲吧。因为你演《家族荣耀》，你肯定演得像的。好，那我就去《家族荣耀》。反正《家族荣耀》现在的赛道就是你去，它就是都是很 drama 的东西。所以我真去不了。那你就不要，你不要给我，因为你的应激能力是很强的，然后再加上就算最后你去到那个剧组，然后你也会很适合。我也觉得会比较少人在短剧多，大家会都愿意喜欢长剧多一点。我们先保持一个人物的均衡，3个人长剧，3个人短剧，对，找感觉，明天再一碰头不就行了？也可以看看短剧那边是什么情况，我们说说长剧这边是个什么情况。对，咱们汇总一下。我叫朱孝天，台湾出生的。虽然大家给我面子，让我做了班长的位置，当然我会尽量起到一个带领大家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地方不好，我觉得你们也可以随时来跟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绝对不是一个专制的人。人生上一些彷徨的事情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因为我毕竟经历比较多。我们再稍微做个自我介绍，我也了解一下你们。我是南京人。老乡。我叫王格格，爱人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不会生气，反正。好的，
我叫开思源，作品上面呢，我比较追求完美，就是要求比较高了。我说话就是属于有一点不过脑子，嘴比较快。我叫辛浩江，然后我30岁了，我是河南濮阳人。还可以。学员们前往小考场地进行小考。走，冲啊！冲啊！Go go go！我们出发了，同学们上车啦！留学班好可爱，我好喜欢啊，有种上幼儿园的感觉，有点好玩。我喜欢有桌。哇塞，于一，你穿这个很像《家族荣耀》里面的，它巨像。我穿着像爷们儿。没事，我待会可以把衣服借给你。你是那种挂的红唇那种的，你现在看起来你像是从《家族荣耀》的剧组里面过来的吧？真的很像。哎，你像你这2下我就不会啊。反正轮硕已经定了哈。都定了，大家都定了。我尽量只找自己组的人，对吧？就给自己组的人稍微加一滴，就是大家稍微对一点点戏这样。懂了。他脑袋很灵光，你尽量就是有什么。我脑袋也很灵光。但你现在状况不好，状态不对，好不好？他还是 OK 的。好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跑组，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没关系。哎，怎么我们短剧组都来了啊？干老本行啊！干老本行。欢迎大家辛苦啦！老师好。嗨，老师们好。老师好。哎呀，咋了？不是，老师，对不起。拜年了。对不起，没看见。这是带着戏来的。不是，老师，对不起。我来了。好啊。欢迎大家来到短剧《家族荣耀》的试戏现场。其实里面已经有很多是短剧已经是很厉害的，还拿个奖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短剧有什么不一样，让观众去了解一下。对他们应该给我们示范。对，其实应该是语音来示范一次给我们看。因为你拿过奖嘛，短剧奖。都拿过，他也拿过，都很厉害。那2个男孩也是啊。于一拿奖最多。没有，是吧？来，我们那个箱，这个箱子里面全部都是精品短剧的台词钩子。对，在短剧里面非常流行的一些对白，讲一遍给我们看看。大家请坐，然后一个一个的去抽。好熟悉的感觉。好熟悉的感觉。我在这个场地拍过，是吗？湖州影视城是吗？这个景别是不是很近啊？对，景别会比较近，那你的优势就会放大。很美。在接下来的考试部分，我们要加入一个小小的挑战。为了考验短剧竖屏状态，我们会用手机来拍，任何镜头都可以拍得很近的特写，所以情绪细节都会被看得很清楚。你们谁来试试呢？老师，我想试试。好啊，那你来吧。你要表演的这个情绪是一个决裂的场景。你演的这个角色刚刚被对方又一次开口要钱，你忍无可忍，决定彻底和他断绝这段关系。请开始你的表演吧。又想要钱？这张卡里有100万，还有这套房，都可以给你。从今以后，你我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再来纠缠，我会让你在 A 市活不下去。很好啊，从镜头里看，可以直观地看到你眼神里的那种决绝和压抑。这段戏演得很有层次，值得表扬。接下来，英子，来吧，英子。英子，加油，我英子。哎呦，抽到了我自己演过的戏，哇！我进入台词库了。这句话就是你讲了，柯纯演的那个。我娶你，段家没有离婚的先例，只有丧偶，定下了就是定死了，这是祖训。哇，这好这个词，我这场戏我还有印象的，我们当时在车里演的。对，给我搭个戏吧。啊，我给你搭戏。好啊，好啊。
哎，如果以你自己的演法呢，不要跟他有，就以你的理解，你现在演了这么多短剧了，以你现在的水平，你演一个你自己的理解。那我们就抛开这些规定情节，就以这个台词，哦，可以。对，那就这样。我们不要经典重现，我们要从再造。OK。可以啊，可以，来。都紧张了，替我的组员。OK， 来，预备，开始。段家没有离婚的先例，只要定下，就是定死了。没有离婚，只有丧偶。OK。怎么不亲进去呢？听不到，太高了。也可以这样。好。好，下一位，来这边来个。步步深陷，对你我是真的留不得、气不得、爱不得、恨不得。好，来。对你，我真的是留不得、气不得、爱不得、恨不得。好会调啊！你们这个拉扯感，对，我有时很上。对，哎，你们现在我在想，你们现在表演是不是跟平时演的一样吗？跟短剧平时有改变吗？没改变，没有。没有。哦，那很棒啊！谢谢老师。这么快的速度里面能够把感情推出来，很好。还蛮走心的，OK 啊，谢谢，非常好。谢谢老师。啊。怎么被夸得不自信了？你的这个表情。我其实当时很开心，就是他说不错，调动情绪很快，因为他会觉得短剧就是不停的在说词儿，但是他看到我们演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认真的，一句词儿也是会慢慢的说的，也是会慢慢带着情绪波动去说的，而不是这样。包括大家演的也都是很正常的去说出这句短剧的台词。是好一个乖乖女的词。因为我不太知道你这句话的那个设定，我就自己来吧。你准备好就点头，我就来了啊。预备，开始。你有过一丁点，哪怕是一丁点，喜欢过我吗？他，但我看跟什么长剧表演有什么不一样？一样吗？因为他的台词就一句，所以他没什么不一样。但是如果说你要看一部那个一集，它就会不一样。节奏啊，各方面变化。咱们现在看的是一句，就演员表情差不多，只是剧情给的很狗血或者很爽、很猛烈，是吗？对，然后他们剪辑也会更加的快。对，就是他短剧的那个信息密度就很。对，结构节奏都不同。好了，好，谢谢。那我来吧。好，预备 ，Action。现在的你是我创造的，你这辈子都别想从我身边逃走。如果你听话的话，我可以奖励你一下。没了。 OK， 其实可以找一个人跟你对剪，就会更好。
对，而不用你抓个空的嘛。哦，没关系，可以。嗯 OK，好，谢谢老师。好，下一位。如果知道后来我会那么爱你，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会向你求婚。好。是那种电影的旁白，对。他刚刚那个做法就是把对白讲完，其实没有太多表情的。这个很电影啊，电影常常就非常电影啊。对啊，短剧现在有慢节奏也是这样子的。好 ，OK。谢谢姐姐。我要你记住，你这颗梨，从里到外都是我的味道。哦。回来。哦。回家。感觉自己演的都挺爽的哈。哎呦！哇，你霸总啊！不像是演的。好玩啊！好玩吗？好，好好管理一下你对我的欲望。故意制造误会，跟我传绯闻，天天对我这么狂热，我挺害怕的。好搞笑啊！我们俩搭一下吧。好，我要干嘛？好，你我就爱你，你就站那儿吧。一本正经的。好，来 ，Action。好好管理一下你对我的欲望。天天制造矛盾，你对我的渴望。我挺害怕的，我挺害怕的，我挺害怕的。我喜欢。这反转挺好啊，我以为你转身会走，捞他一脸，哦，这很好啊。对不起啊，姐，对不起。怎么会对不起呢？哎，你好适合短剧啊！很好。医院呐。哦。啊，好多啊！哎，老啊。你不适合那个短剧吗？我怎么觉得你？我们想今天先来试试这个，不进瘾没关系，我们俩后天去冲那个大迷内涵。对，是的。演戏之前什么都先别做，先把心沉下去，然后再升上来。就是你那个角色是什么，你再回到那个角色里面。加油 ！Let's go！ 我们另外2位同学已经在努力了，我们不能输啊！进去吧。好，再来吧！倾巢出动。哇，这么多人！来齐了。那我们开始长剧的剧目是《我不是药神》，这是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巅峰之作，讲述一群病人的医疗困境。明天我们有 A、B 找，如果 A 演不好，就 B 来演，就很现实的，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做什么。好，我现在来介绍一下考核的规定啊。我们会采用沉浸式表演考核的方式，
你们可以在眼前这座医院当中，任意区域进行表演。表演主题只有3个字：人与药。你可以自定义你的角色身份，自定义你跟药之间的关系，然后自定义你自己的故事类型。只要能让我们记住你跟药之间的故事，就可以进入下一轮了。我们要清晰的通过你的表达看出你想饰演的这一小段的故事。好，没问题了。想想好快呀！《药神》这个电影已经上映8年了，我去了解了一下哈，这些年咱们国家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多突破，电影里的白血病其实也有了更好的治疗方法，所以有一款能够报销先进医药的商业医疗险就很重要了。对啊。我知道像蚂蚁宝上的好医保医疗险，先进药械100%比例报销，让患者呢更有底气去选择新的好的治疗方法，健康有了保障，日子才能过得更踏实。白大褂，来一个吧。好难啊！开药，好像很难体现哦。来吧，穿个白大褂直接上。医生诊室、医生办公室，我看一下。我还是更多的是带入到了一个医生的一个角色里。我找你看病，然后我就会跟你说，我说是我药量的问题吗？因为毕竟我没有演过戏，我更需要的就是大家能一块配合，只要能多争取1分就多争取1分了。我告诉你，你要给我钱，懂吗？我就想我是一个病人啊，急需要用药的这么一个病人，因为我想活着，我不想死，对于求生的那种欲望。你自己不能拿药，药是要我拿的。你要乖乖回去 ，OK？ 然后现在过去 ，OK？ 走。我的故事背景是一个少年，他第1次表演很成功，在第2次表演的时候呢，不小心把脚崴了。我想有更多的镜头，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也想为我们队多加分嘛。面前呢是我的一个亲人，然后呢他受不了，就是病痛的折磨了。然后呢我对于他的不舍、心疼，然后呢又对于他的解脱的释然。医生，我在你旁边呗。怎么还一定要跟我最后在一起？你找个地方坐着等，我经过的时候你就上来，目的就是要把这瓶药塞给我，给你的孩子。对。我会尽量丢球给你，尽量去拖，不要因为我阻挡你而停止你的目的。因为独角戏很难那个，然后他说他想演一个来找孩子的妈妈，然后这孩子其实已经不在，对，干脆我演个医生，我们来对嘛。最好是我努力演，然后再加分，这样我们就是稳的。很紧张，很紧张。我不知道碰见吴镇宇老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很大压力，从来没有跟这么多人临场搭过。群体试镜的感觉就是非常懵，非常的没有抓手，就觉得压力很大，属实很大。没有多少时间准备，你就是会在一个很紧张的一个状态，你担心这一场演砸了，就像是一个角斗场一样，对，进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开打了。开始了。吴医生，您是吴医生吗？吴医生，我是上次您看的那个李平安，他是我爸，然后这个药我们已经吃了2年了，确实是。拍戏员那么演，我们家里面放就死脑筋，就一直这样演，我就想。您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吴医生，吴医生，吴医生，您过来，我跟您说。跟他说，跟他说。很想需要争取这个机会嘛，所以一开始我就用沟通交流的方式，我说能不能有别的方法。再后来不行，我就跪下来求了。吴医生，我真的求你了，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家现在，吴医生，对不起，我真的不想这个样子，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然后再不行，我就准备上武力手段了。但是上武力手段的时候，我发现一看振宇哥的背影好壮实啊，
我就不敢了。你也不能太过普通，你要有你的特点。你怎么又在那里啦？你快点起来，快点起来！你怎么又在这里啊？没事没事，我没事的没事的，乖，没事的没事的，好吧？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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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没关系没关系，姐姐没事没事，我们回上床，我再想上去好不好？来乖。我觉得舒淇是比较有想法的一个人，但好像跟着有些事情又回到一个自己就也是要演的状态。那个复查，这个你的这个病情大部分是跟你的心情还是就是你的主观心情是有影响的。但是我现在也在用药量控制啊。就是之前给你开的那个药，你是吃了吗？是按时吃的吗？对啊，按时吃的呀。现在你什么加一点药量，比赛的加。这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 NPC 医生，真的把自己演成了一个 NPC。不行，一直聊，我不知道他在场搞什么。需要配合，必须要配合。老人在乡下没来。是你关键您要是没有身份证的话，我没法给他挂。老人来路上，再晚了就是急诊了。是真不好意思，我们这有规定，您让他再拿着本人的身份证。老人咋挂？没什么好评的，就是没有特点啊。肯定有人抢出来，有人没抢出来啊。大家抢出来，百花齐放，但肯定有人好一点，有人笨一点了。晚安，玛卡玛卡。老师一直没有来，黄叔在屋子里面又翻滚，又摔倒，又大叫，又嗷啊！去门口。黄硕，你要小心点，你不能这么录。你昨天才刚开始扭伤的，你昨天才进医院的，小心一点。你可以去问他。喂，还有一个，干嘛？那个人在这里。吃了就不疼了，没事，你不用惦记我们，放心走吧，我们这头都不用惦记啊。什么？我最反对一来就哭的人，做美美要需要进步的。都没有配合，啊，都是自己在自己那儿，所以就是呈现的效果就不好。豆豆转到哪个病房了？我今天怎么没看见他？不是你，黄小姐，豆豆已经不在这个医院。你乱讲，他不是去哪个做检查去了吗？你告诉我嘛，他在哪儿？我自己把这个药给他。你先回去，好不好？你先回去，然后你得激烈一点，你得激烈一点，你的情绪要绷一下。朱医生，我知道咱俩关系最好了。好，我怕你了。你接受一下现实，好不好？豆豆已经不在了，他已经不在3年了，你知道吗？这3年怎么会不在了呢？我每天都来看他呀，他昨天在的吗？你接受一下现实，好不好？我真的是怕了你的，所有医生你都缠过，没人理你，就
是我痘痘的事情，我真的觉得很惋惜，很可惜。不是我买到神药它就能好吗？医生，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把这个药给他吃。好，你给他吃。你起来，你哎呀，你起，好，我给他，好不好？我给他啊。朱少天就挺稳的。护士，这边主任在哪里？我要去找主任。主任办公室在那里，你看一下这边好不好？好，谢谢。护士在哪里？这个病房，这个病房是吗？对。哦，好的。哎，护士。熊黛林的表演是不错的，就是她就真的是一个医生一样的，有人来询问她就真的回答。护士，这边需要人。我的药没了，你救我！什么事情？我知道你手里有药，求你。你药没了，我的药也没了呀！求你，我妈也没药了。我跟你讲，再帮我买一瓶。你快，你不能这样子啊！请你出去。我请你出去。不是你别说话，你别又求我，你求我没用。我跟你讲，你把钱先给我。大夫，你把钱给我。叫保安过来。赶快叫保安过来呀！这里有人闹事啊！那2个把我也吓死了，因为伦硕跟我是一组的嘛，我们设定的情节里面完全没有铁柱的。我是一个到医院里找人的，我找这个人呢，他骗了我父母的钱。喂，是这个医院是吧？先生，不好意思，我们不能随便透露病人的一些情绪。哎，先生，你去哪里？先生，你找谁？他终于有戏剧的啊，挺好的。跟你没关系。哎，你再这样子，我要叫保安了。医生，我的设定基本是和医生或者护士之间会有互动，完全没有张伦硕。铁柱，你需要我给你搭吗？一会儿，我有我的女儿，你不是我弟吗？对我的女儿也生病了，然后弟弟也在这里，然后因为演戏他不是演独角戏，因为是同剧组的人嘛，我也想就是我们互相搭一下，可不可以就是把这个分拿得更高一点？医生，铁柱在这儿呢。一锅粥了。你别又求我，你求我没用。我跟你讲，你把钱先给我。我靠他救命啊！你不走，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打一锅，你不钱，就不钱，你把快点叫保安过来！你不走，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打一锅。那边怎么了？欠钱的。走开！我告诉你啊，小南，你别在这闹啊，好吗？我要钱，好吗？我需要钱，我不管你得什么病，你死我姐来了，我姐来了，铁柱，给他钱啊！你别给我来这套，哎，我跟你讲，你的药好用，你是他姐吧？你的药好用。我是他姐，我女儿现在也在这个医院5岁，她也需要用药。你们这些人用药，你们用不用药跟我有啥关系啊？我们没有欠你父母的钱。你怎么没欠我父母钱？你拿证据来，你拿东西来。我告诉你，铁柱他们公司一起做了担保，让我父母去做担保人。好嘞，那个房间好看啊，是吗？那个房间。我告诉你啊，铁柱，我是从你们公司，你先躺着。那个公司查的法人代表就是他，你不用跑。我找不着那人，我就找你。来，行，来。哎，你是他姐吧？我是他姐姐。啥病？什么病？神经病啊！我给他什么药啊？给我钱。白血病。你。不，先别急，告诉我，他姐，还能活多久？我不知道。哎，铁柱，你别激动，铁柱。
你才让我享2个月的福，我回去看看我爸爸。我就剩2个月了，1瓶呀，我只需要1瓶的药，我看看我爸妈就。你先起来。哎呀我，你先起来。铁柱啊，然后刘璇他们一组，他们真是在戏剧的情境之中掉在里面，然后相信自己的人物，这个是对的。但演对了就是对，比对更对，就好看。这个书记特别好。对，这个带徐乃麟好像也还可以，那里面也特别好。对，这几个也是好，我们差不多。哎，可以，停，看了。今天我还会多公布3个额外的角色，3个都是100分的哈。还有一个自己戏。好，我不是药神徐峥那个人物，根据那个年龄层了，具少天是蛮适合的，但是如果他不行了，就换成女的，就流传去演徐峥那个。你们年龄能压得住上面的人？我以为他说错了，我是程勇的 B 角。女兽医就给到王铁柱、开熙元跟那个辛浩江3个人去竞争那个人物。明白。好。首先你肯定很想演，因为这个戏里面，我觉得我唯一能努力去靠近的角色，可能就是这个角色了。好，跟着有一个刘希慧是跳舞的，王婷婷、朱美杰，我想也是流传你要拿那母亲那个，好吧？假药贩子就张伦硕，假药贩子，对，哦，就那个坏的那个是吧？对，假药贩子我可以，你也可以，可以。如果轮不到落选的话，具少天你也想想假药贩子那个人物好不好？那洪黛妮你也假药贩子吧，你做院长，因为你比较高雅一点。跟着呢黄毛那个，但是我们换成女的了，我就想舒淇和大月去争这个人物，好不好？因为王婷婷你得不到。好母亲那个差不多刚完舞跳，好的。就一个刘牧师，开戏员哈，王铁柱你也去想一下，张伦硕行，蛮开心的。然后就是有机会可以让我好好努力了。女汉子，那我头发的。刘璇的实力那肯定是强的呀，他戏挺好的呀。铁柱我也挺想碰一下的。我觉得我们团队实力最强，因为我们叫冠军队。因为可能有人有戏，有人没戏的啊。我希望看你们的状态了。这不仅仅要看职业能力，还要看职业态度。我啥也没选上，我可能是一个笨拙的人，我需要一遍一遍的去试、去改、去尝试，我才能找到一个好的一个状态。你们俩没拿到角色。我觉得这个药神它里面，您去看看剧本吧，有没有什么那种小角色，我们可以串上场，就他不在乎年龄的。我觉得我还是一种学习，可能不一定要有什么角色。那万一在现场碰到了一些什么跑龙套的呀这种啊，我还可以获得这样的角色，也可以为我们组加分。我肯定会去争取的。我觉得小角色也是角色嘛。卖药的你总得有求药拿药的，对呀，我觉得挺好的，就当学习了嘛。上周正式艺员成功入班，开始了跑组考核。OK， 怎么不亲进去呢？对我的渴望，我挺害怕的。就死脑筋，就一直这样演，都没有配合，呈现的效果哇。本周跑组继续，艺人们能否获得心仪角色？现在我们最重要的讨论是，明天5个角色比较重的，大少奶、二少奶、三少奶，然后就是二少爷，然后还有一个
他表弟。对，这5个角色，对。所以这次我们尝试是用长剧的方法去拍短剧，会不会带来一点新鲜感呢？所以我觉得还是用演长剧的人去演重要一点点的角色。今天的表现来讲，你们觉得？其实我觉得余音还是不错的，就是挺灵气、挺聪明的。对，把余音放在老三，老三戏也挺多的。然后老二呢，就今天的表现好像可音还可以，还可以，蛮好的。对，他蛮成熟的。今天的表现我觉得很好。老大就难了，因为老大呢，在年龄上可能是谢依霖是对，但是谢依霖喜感太重了，不适合去演那个。如果王可可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就民间化妆师把它成熟一点吧。这他是没问题的。然后呢，耀祖就是哈维，那个还有点那种公子气。对，反正我就只能在那边那2个里面去选。就是姚冠宇和吴天豪，他们2个谁适合演婊子？今天的表现好像姚冠宇出来的感觉好像比较像那个，可以，这几个都挺帅的。对，是的。我们先定了这些，那好吗？先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定了。打底贴近肤色，然后头发稍微自然就好，自然的麻烦。对。他炒六，我不是药神呢，电影我是看过的，徐峥老师演得很好。怎么搞成这样子？如果是我是女性的话，可能还是稍微要再精致一点，稍微精致一点。因为那个角色确实是可以男性演、女性演，他的故事的情节都是 OK 存在的。是不是这个有点气场一点？我儿子还小，整成你跑了之后，生理上的一些反应什么的，那种是根本你演不出来的。所以我当时只能通过不吃饭、不喝水、1晚不睡觉这么一个相对极端一些的方式去塑造这个人物。我听说王晨就是演这个好像2天还是3天没睡觉，咱1晚上不睡觉行了，咱明天还得跑组呢。儿子没事，我前面这病态都不用模仿，往这一站就像。儿子还小，我要再这么继续拖着。怎么会这么哑呢？就睡了1个半小时，但是也正好我查了白血病人的症状就会有嗓子哑。舒儿，怎么样？你是怎么说？争取一下？是，不管大小，先混上去再说。行。一开始我去了现场，其实我是没有角色的，然后我就发现，他这场戏里后边有一个配角，有个护士。哎，这个护士是不是没定的？啊，对，没定。是第6场，一个护士。哎，我觉得这个角色我可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有可能去争取一个小角色的。那肯定是能抢就抢呗，只要有就行啊。有没有老爷爷老奶奶的那种衣服啊？在这里。第一是我想有更多的镜头，然后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然后其次呢，也想为我们队多加分嘛，就给我画老一点了。好的。有点感觉了，感觉我老了就是这个样。现在是什么意思啊？现在是什么意思呀？是随便啊，自己挑自己的角色？是你自己想争取一下，构造一个角色。我那上哪构造一个？我在这里加一个。硬加进去。你要不演老奶奶，我演老爷爷。老奶奶有什么衣服啊？那还有，你这挺像老奶奶的，你不像老头。我只剩里边这个不就是老爷爷了吗？完了，肯定争取不过了，因为我不是药神这边本来就没有给我符合我年龄的角色，还有这么多人来抢一个角色，天哪！我刚刚看了，思慧跟洪小燕是同分的，对，同分的，所以就争取上一个就倒无所谓，所以我觉得你压力不用太大。明白，明白。那我毕竟那的确是前辈嘛，也本来就是你身为前辈，那有些事情就是该挡在前面了。你备选是啥？小心。我备选就是那个张长林嘛。行，不要想太多。你剧本看透了吗 ？OK， 有纸质的吗？你在哪儿拿的？要到了，来。谢谢，谢谢。
好的，这么快。来，我们来第一组演员先来，那个振宇哥去现场来。对一次考，走，快对一次吧。3、2、1，开始。头发剪得挺精神的。胆子挺大的啊！你敢自杀了？吃个橘子吧。怎么会搞成这样子？没药了，就这样了。我担心他们母子之后没保障。老师，我注意力啊，我注意力分散出去了。为什么？我就是有点，就突然集中不了注意力。愿意来拍最后一场戏啊？你们2个熟吗？应该是很熟的，就很熟啊。我们一来要试试，哎，就当没有什么的，哎，就走开啊，自杀呀？理不理解？理解，但是我一开始选择不去碰触它，是因为在病的状况下，因为尤其他自杀了，你不知道你的碰触会不会给他身体再带来更多的疼痛。那你不碰他，你这样呢？是应该有一个动机，说我想要接触，但是我最后没有。啊，来，好，来，我们准备开始了。开始。还不放松啊？紧的那么紧干嘛？喂，什么？叫他干嘛？那朱孝天一来就演就反应很多反应。你看到演的时候，朱孝天没声音了嘛，演不出。你看就没东西了嘛。拍戏员那么演，他有死板嘛，那个眼睛还是太有力了。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叫醒他呢？朱孝天。啊？为什么这样叫他？熟吗？不是，不要叫他。戏不是在这里，你一叫他就没戏了。我其实后来意识到身体有点紧了，算了，不懂你。所有设计就是没用的，没有用的设计。你不相信你的那里面有没有？你不相信，你不相信，就坐的位置不对，啥都不对。朱孝天，哎呀，我不想示范给你们看，但就是那样。我不足是因为我太久没有拍了，然后再来是我的以前同质化的一些角色，造成我一些刻板的一些印象、刻板的一些动作、刻板的一些想法。来，我们来换下一组人，来备，开始。怎么搞的？对他开始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刘璇有一些有变化，头发剪得挺漂亮的。别整，别抖，放松。快把我爸妈都吃光。有心，没有表情，叫心，眼睛，感觉。他是一个脑子里会有画面，然后给你一些很不一样的点。还有一个那个吕受益呢？哎，找那个，张伦硕过来吧。张伦硕，对一下稿，看到你先演那个徐峥那个试试。老师让我有机会去试这个200分的角色，我抓住了，我就是200分。那也不能用自杀来解决问题啊。这个不行啊，这个老外。
反应啊，反应，对，很好。头发剪得蛮漂亮。稳点的，2个手我都保证了没有？嗯。我最后只能留下一屁股针。啊，真好姜不错呀，没想到呀。哎，还是流传可以调，不然我调朱烧天我调死，我觉得调流传比较好调。好，盖，好，就是硫酸演那个陈勇，信号上演病人，哎，对，就这样，别纠结。好，你还是回去另外一个哈。好，就这样。没事，哥。我说没事，哥，反正是那个小新拿到角色了。我们现在至少有100，有100。我就后来我发现我身上的不足就是我太想演了，太想表现了，就往往不是这样的，而是真听真看真反应。哎呀，最后总结一点呢，美呀，还是猴好演呢。不好演。你看我戴着面具，是不是咋玩咋是？是不是？但哥，那也是你努力得出来才有那个。你说别人整这，你不得把这摘下来吗？你早晚得把这摘下来。摘这个很难的，把疼那么难。我也没摘下来。整吧。哎，咱俩演不是，咱俩定了啊，没事，不用那么紧张，咱俩就按照你刚刚那个。但是刘传，你的服装要不要？我就是想看您看一下我那个要换一下。你就保留情绪，你就别再走来走去了。好，您成功了。好，谢谢老师。好，你已经成功了啊，你就别烦了，你就保留情绪。好。事情成功了，好像。耶。这事情成功了，有点懵，还是挺开心的。看来这个，对，看来不睡觉还是有用的。我都不知道在干嘛，这演啥呢？姐，我演的这角色，我觉得其实挺真实的。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朋友，他前几年生病了，看病花了很多的钱，家里都快撑不住了。我懂这个感觉，因为我家里的人呢，之前也担心，尤其是老人，总害怕自己哪一天会拖累家庭。是，你看又担心病，然后又要担心钱。那其实除了担心啊，还有其他的方法。蚂蚁保上的好医保医疗险呢，就能覆盖大部分住院看病的费用。先进的医药呢，也能放心使用，让看病少一些顾虑。其实，在手机上也能选，非常的方便。是，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保证不生病，但提前准备对自己、对家人都是一种负责。蚂蚁保让普通人也有底气面对生活的小考。没错，那我们一起演好这场戏。如果能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些呢，那就是我们的成功喽！加油了，加油！啊，没跑。稳住，哥！现在我主要是我没有看回看，我自己看完回看我都崩溃，我在里边像个侠客。你看到什么？看到很惊讶，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 James Bond， 你就是去 James Bond， 噔，太难受了，我也很难受，我看着，对吗？特别难受，我特别难受。那么他这种角色，他不能特别帅。我其实一点都不上镜，在镜头里边挺丑的，马脸。那你说这话就没有意思了。不是你，咱俩就绕不了了。不是，我知道我这个感觉就是，我钟爱的女神来跟我吃饭，我到那儿我发现我们吃完饭我没带钱包，那种尴尬你懂吗？还不如不来呢。我明白。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百威黑金很浓很顺，邀您观看无限超越班。
了，所以妻子是谁啊？是找了几个人，因为昨天晚上没有确认他们的人选，所以他们现在过来要抢这个角色。饰演吕七的快点出发现场。去快！来了！你干嘛呢？我试一下吕七。不是，你就去试那个少女嘛。啊？没事，那我先在这吧。我都想试一试，没有人了。就直接是他了吧？直接是他 ，OK 啊？对啊 ，OK， 直接是他，不用试了，你去搞啦。OK。搞那个叛逆少女在试镜嘛。好，就直接是他了，搞定。吴老师，什么？我想演这个护士。我懂，还没到护士。咱们仨好像那个，我们三个龙套组吧，一个老头，一个小男护士，咱们仨都能一台戏了。他是你爷爷，我这边就护工。我要出去看看外面的空气。虽然说我们团队可能说是，你像有我和黄硕，我们两个比较小，然后呢，就是演戏经验不太足嘛，可能不一定有什么角色。那万一在现场碰到了一些跑龙套的呀这种啊，我还可以获得这样的角色，也可以为我们组加分。我俩现在真成横漂了，胡漂了。这是啥地儿啊？这看也不像正经地儿啊。我电话就搁这里待着吧。咱们组就剩他俩了。咱俩看有什么能在那上往上蹦的。好，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等着。什么都别想，这个不行干那个，那个不行干那个，啥都不行，算你命不好。对，就别管了。你再演演，再试试黄毛，你也行哥。黄毛，对。怎么还不行了呢？我一会儿试试老吕的妻子。老吕妻子已经完事了，选完了。得调整一下头发，一会儿就开拍了，定我了那个妻子。这，我争取到了一个角色。咱有路人戏，咱演个路人。就他们在现在不是在门口有一场戏嘛，然后有路人在走的嘛，在这门口呢，那肯定得有路人啊。哎，我怎么有一股大碴子味儿了？别闹了，这不能学你的东北腔了。老师啊，这外面需不需要路人呢？我们去当个路人吧。一会儿得需要吧？好的。开场，但这儿不行，这儿不行。好的。这个位置不行。上，慢慢上。门打开有点契机吗？安排了有一个人出去啊，对呀，要不然太刻意。谁出去？一个护士。男护士，让钟美换成。拿钟美换护士衣。对呀。你也一个没演呢。啊哈。快，终于能演护士了，快啊！快抢到了，终于让演了。哎呀，刚才我也想说我去演个男护士吧，没说，后悔了吧？快有背景板当了啊！现在需要有背景板。那我去。去啊，就在那坐着，背景板。在这儿。那背景板那里也可以去做。我的妈呀，那我适合吗？我这一身。王硕，你去问。然后你看他俩往过走的时候，你就往这里面。视线来，亚球。因为当时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新人的演员嘛，还在一个学习阶段嘛，然后我就一直上前，比如说想加一个什么角色啊，我觉得不太好，所以说我就没上前，就一直在边上学习和观察。来，2床病人清创了，家属都出去吧。挺好，过了。可以。我们动了好几次手术，已经快没钱了。他不想治了。哦，这个好。可好了。好，这个好。过了，来转场。对呀，这样拍很好。你看画面又好看，情绪又到，好。吴老师夸我了，我太开心了呀！我想这回稳了，很有成就感，会觉得哇，原来我也能做一个演员，还是很幸福的。
姐，老李还好吗？他不太好。我们动了好几次手术，已经快没钱了。他不想治了，割腕了。小怪发现的结石。头发剪得很漂亮。你这小子胆子够大了，敢自杀了？17岁，怎么搞成这样子的？我没了，就这样了。就等你跑了以后，又断了，就买卖药，一就花我好几天的积蓄，手术、化疗，几乎掏空了我父母的家底。自杀有用吗？解决问题吗？我也不想死，我也想跟你一样，想跟你一样有钱花，更有命花。我就是想安稳的过日子，但我这个病就是个无底洞。我孩子还小，我再这么耗着，最后钱没了，人也没了，最后他们娘俩连份跑上都没有。给人清包了，干什么事的？姐，我求求你快帮帮他，我孩子太小了，他没有爸爸。喂，刘牧师，陪我去趟印度，帮老吕搞药去。你怎么样？拍完？刚拍完。来，我跟你讲个事，是这样子，我这边现在卷起来了，就是我这个角色来抢的人已经太多了。哎，啸天，你演什么角色？刘牧师？什么都没有，就是目前没有。我那个张长林，我还没试呢。哦，我为什么看着就像咬你的？直接拉掉我的200分。行，别给我拉了他的200分。你还是走吧。我对你有成见了吗？强大的恨意。加油加油！不想看到你遮住脸说话。加油！你们组下边加油！好了，我们要商量对策。你们去商量吧。演完吕受益这个角色，感觉怎么样呢？
演吕受益对我来说挺难的，我一直在找他那种被疾病压着的那个状态，尤其是他说程勇有钱花还得有命花，演他也让我感受到了，就是一个重病真的能压垮一个家庭，所以提前做好保障很重要。就像蚂蚁保上的好医保医疗险，能解决看病时的经济负担，对普通人真的是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健健康康，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保守护。写的这个是什么？角色的一些东西，主要时间太赶，有一种没有时间做功课的那种感觉。哦，还要吗？我已经写在了这个上，我这个本儿是我的宝藏本儿。拿到了男主角的这个角色，就还挺开心的。而且短剧这一组在我们真诚组这儿其实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你觉不觉得就时间超赶，完全没有任何时间就去整明白咋回事的那种感觉啊？我们平时都这样。你知道我巨无力，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我还什么都没搞清楚，没有时间去搞清楚。这都是哪儿啊？老师你好，那个我是演员吴天豪，我想问一下，我能够争取一下，就能不能拿到我们荣耀组的一个剧本啊？剧本，我们这边剧本已经拿完了。那我可以拍个照吗？可以。啊，这个你看。好，谢谢。拿到剧本之后，我跟你说，妆造老师那里时刻都有每一个角色需要的妆造和通告。姐姐你人美心善，这个谢谢谢谢。要不我直接拍一下，我看可以看一下他的人物小传。哇塞，这么复杂，还有马世宏，所以一定要提前过去偷。我发现大家都没有想到，有一些小聪明在身上了。马家三少，哎，我发现了有了新的人物哎，在这里头，马耀宗又是谁？他每个角色都长得一模一样的名字。林总，我发现了好多角色啊。对啊。你还有你的老公。哦，对。对吧？嗯。还有你的老公。诶。早。你也来争取角色了吗？对，我来争取角色。哥哥，你的词儿背完了吗？差不多吧。担心别人会抢你的角色，你做好准备。那今天就是一个手累的一个。对，一定要为我们这一组争取分数啊！我觉得我今天可以一套衣服拍2个角色了，因为叶采薇也是这样子的嘛。然后那一边院长的话也是一个女强人，所以2个其实形象还是蛮像的。哎，你是什么角色？没角色，晃来晃去。我过来争取叶采薇，我就直接说我是叶采薇本薇，我是一定不会出错的。我们这些一出生就是凤凰的人才是凤凰哦。如果你演叶采薇会很好看。我原本想说，那我比较适合年纪上啊，配合上适合的看看的位置可能是叶采薇。后来熊黛林采薇本人来了，然后就想说，那我们就把采薇推荐给那个志伟哥。我想过来争取一下叶采薇这个角色。她是叶采薇本薇，她本人。但是演本人我觉得比较难。本来这一部戏是里面叶采薇这个角色是我演的。对呀，你还演那个，就变得就没有特色了吗？换一种方法。我想你就演一个角色，只有一场戏，就是你律师。Chelsea， 很开心。对于我来说，有机会就是已经很开心了，而且是能给自己的组做一点贡献嘛。你不能说我没有主角就不做，那你就真的是零蛋了。我希望你演什么呢？是通天临时演员，每一场戏都看到你们在后面。又是佣人，又是服务员，又是什么不同造型。好，我行。
我今天都完全没有，我就随便百变的。对呀，你去把5级的临时演员有的你自己去找。好，没问题。梁汉文就做爸爸，就是那个马耀祖的爸爸。对。我很开心，我刚好过去那边看看有没有其他机会去争取一下角色。你演大哥，我演大哥，你演大哥。哎呦，我老师，我看到还有个3少爷的角色。3少没人是吧？他不是主角，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3少没人，你来做呗。耶，厉害，这么争取到。就是稍微显多一点就行了，年龄大一点的人物。我在家我就演阿姨，我就一直在家演阿姨，百变的一个串场。我发现短剧很少晃过去的人，长剧很容易有那种插过去晃过去，因为它太横幅嘛。短剧就这么小，只要一个人过去就会很明显。所以我后来发现，你很难在短剧里面蹭一些路人甲的位置。好，我准备好了，王姐啊，对，马家服务30余年。这是哪位演员老师？Hello， 老少，哎，老师，您是在这个荣耀里饰演，你是耀堂。那你是谁？完了，我要修，这修了，你这是干啥？哎，就是刚刚我一准备换衣服换3少，我发现已经有一个演员了。是啊。啊，谁呀？就那位老师。那你就做其他的吧。OK， 好，谢谢老师。我来看一下，你就演你的，没关系。我再看。那我头发是不是要改一下？怎么样？你现在想什么？就是家里的小厮。刚刚太修罗场了，他跑过来很兴奋跟我说他要演马耀堂，然后过去有个老师坐在那儿，2个马耀堂就对上了，到底不知道谁演马耀堂。那后来怎么办？然后他就跑了。你干嘛跑？你就说刚刚导演定了我是马耀堂，啊，等于你抢回来啊？是吗？我就听不得人家煽动我。这次来，这次走了，这有一个不见了。鱼友，这儿，导演在这儿。好，行。导演，因为我看了刚刚确实不是说那个耀堂已经定了嘛，但是我觉得耀堂这个角色呢，他本身就是家里最小的，我觉得刚刚那位老师没有我更适合。我觉得他比大哥、二哥还要大，所以我觉得我还蛮适合，而且我觉得我跟莹莹很搭。行，这样你跟监制说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导演您觉得可以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那我直接换好衣服。啊不，你这个你得过监制，这个你得过监制。但是你跟监制说，我跟导演说过了，导演说您这边 OK 就。没有找到他。话术，这就是话术。对，拱上去，拱上去。学到知识了。老师，有个事儿我得跟您提前说一下，因为我们在比赛，然后可能特别需要您这个角色，可能，因为我刚刚已经向导演争取过了，然后导演说觉得没问题，理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很适合这个角色，然后如果争取的话，就是我跟您说一下，没问题，抱歉，可以，我来就是配合你们的。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OK，没问题，你先休息，绽放了，我来当绿叶。好，你先休息。还好我没有说年龄，不然我有点羞愧了。志伟哥，哎 ，hello。那通常我们去年我们都是用拍长剧的方法去拍嘛，对，所以拍到天亮还没拍完嘛。短剧不可能这样子啊。明白您的意思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一季是很想跟观众一起去了解短剧跟长剧拍摄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按照短剧的那个节奏和效果，其实它短剧的整体的拍摄方式跟长剧没什么太大区别，只不过就是因为它们周期短，所以可能我这条拍完过，拍完过，拍完过。来，我们这次就把这些东西拍明白。
就很好了嘛。好不好？好不好？好，来，好，现场走戏，走了。来，那我们现在走短剧节奏了啊，大家嗨起来啊！你竞争成功了，果然还是恩搭的 CP 呢，看起来就很有夫妻相。从来没有搭过，你记错人了，姐。哎，你搭的是谁？是那个甘望星。我俩还没搭过呢。你好像在这拍杂志，特别像在摆 pose。嚟，兩位非常啊，大林，你兩個坐喺度。哎 OK。哦，父亲演员是您是吧？对。好嘞，来您坐这儿。然后律师。律师的啊，来。一般归属性。还怀着真心，怀着要举的骨肉。待会你们都是坐在后面餐桌的。哦。对。那我就坐这儿，然后你在我旁边。我就这样的。大哥在这里很颓废，大嫂在这边听。我觉得什么时候站起来给谁生气了，他要讲要站。对。你在这边，你相当于说他是一个比较跳脱是吧？对，是比较旁观的一个位置，他是相对比较局外人的一个状态。在这里。对，在这边是的。你是白搭的，你在这里啊。来直拍了啊。好，来。真心女士一共持有32%。她一个人拿32%的股份，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咔。你记住啊，戏不在你，不要太大动作，啊，不要抢戏。你这后面在做太多事情在抢。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来看一下，我相信他们会反对。他毫不关心钱分给谁，一心只想把活干好。他这个太大了，抢得太厉害了啊！你有理已经很好了，你还在抢。不要太大动作。好，来，再来一遍，来，快！现在确定？内容就係咁噶啦。到。你录啊？那我现在去。公布了。再来！他好不是你好啊，你起来干嘛？哦 ，sorry。我相信他们会反对。可以了。来看一下律师的位置。来看。等一下，陈代理，你不要往后走。原位转。他们怕我挡到。没有，你挡不到你起来，原位站，原位转。对，这样就很好了。OK， 明白。那决定这样子。內容自己內容噶啦。到。公布。马耀祖先生所持股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半归属真心女士，加上原有股份，真心女士一共持有32%。她一个人拿32%的股份，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耀祖刚走，你确定现在就要争吗？爸，这事你怎么看？真心怀着要煮的骨肉。來卡。前面唔使咁硬嘅，真心懷呢個沉住講唔好嗌啊，即係穩重啲。哥，因为短剧拍摄的速度比较快，所以我就想很快拍完，然后过去那边。结果就是恩真怀着要煮的骨肉。恩真怀着真心怀着要煮的骨肉。OK。唔係乾淨啲，乾淨一點。真心懷着要煮的骨肉。
公司交给他，就当围绕住守住吧。來咪再試邊？起身同轉身慢翻啲，唔使急嘅。你用廣東話講次俾佢聽。公司交俾佢，就當鋪業做好守住啦。係啦，就係咁嘅嘢咯，就係咁嘅嘢。公司交俾佢，咪就係當咩啊 ？OK， 起身慢啲，穩重啲就得噶啦，轉身嚇，一條過，一條過，沒壓力，好來，好來，準備 ，Action！ 真心懷着要煮的骨肉，公司交給他，就當為要煮守住吧。OK，看。我覺得蠻有趣的，原來跟用廣東話去演是完全兩回事。用普通話去發揮，那個對我來說真的有點不容易，比較困難。但是起碼作為隊長，走現在的一天可以拿到一點點分，也是可以暫時過關。他不習慣用普通話來演戲，不是講廣東話，他馬上表情不一樣。剛剛收到那個消息，就是可以在那邊加了一個戲份。哦，想學嘛？對啊，在那個我不是藥神那邊，你拍完我們一起過去唄。那你先過去吧，我也可以，我得2個小時，因為我有2場戲沒拍啊。這樣的話，我一會兒還可以問你怎麼搶。那我先換那個。好哥。我拍完了，我們可以回去了。是那個應該是副導演問過了，好。我們現在就要扇巴掌打戲了，這會兒。可以 OK， 好，那就下一場了。無論你怎麼搬弄是非都沒有用，從今天起，你要說這話咋說？你說一下我的情緒。就跟你一樣說，我覺得你比我牛，你的嗓門啥都比我大。你不知道就是有理不在聲高嗎？喊的人是因為心裡邊沒底。但是你講話其實我覺得中氣挺足，挺有你的範兒的。短劇上就這麼演，就這麼演。有些人氣勢還比你強呢。對，那麼打就好了。就那麼打呀？拍着不假嗎？单位這個地方會 double 上的呀。俺們都嘎嘎真的。那你要拍短劇，你1個月被打多少次啊？臉幹腫。對，臉幹腫。來，啊，你在這裡。好。如果余音看你說你沒事吧？你沒事吧？以後他就看着你，你就覺得你還好意思講嗎？好不好？原來是你。那個來吧，你對不對？觀眾還不知道你要爆發什麼，所以他問候你還好吧？他也沒有想到你會這樣子，所以你就過去看他嘛。原來是你，都是你，是你。是你弄壞了我的鞋子，害我丟了孩子。是你，是你！大嫂，冷靜點。就上去買個包包，快打開，看。哦，就這樣。看。就回到這裡，大嫂。看。看清楚了嗎？大嫂。是我做的，但是我只是想敲打一下真心，谁知道他会把壞掉的鞋给落遗傳。抱歉，我會給你一個解釋的。如果不是大嫂你天天想着針對我，又怎麼會害得他失去孩子？哎，明明是你一直在跟我們葉家作對吧？葉家，你父親葉先生把所有的材料以次充好的賣給我們馬家，感受到短劇的這個矛盾點和衝突啊，就是節奏上面吧更緊湊，其次就是表演張力更大、更極致一些。不是你們馬家的時候有什麼？作為馬家人，我就這樣，對呀，有這個嗎？以後既然你這樣子做，我就當了那種壓的這個場，我決定要這樣，決心做了這樣。我作為馬家的一員，當然要管。即便如此，你也不應該把一個壞掉的鞋子給孕婦穿。搬弄是非沒有用啊。好啊，
既然这样，我就在此宣布，从今天起，马家将永远解除和叶家一切合作。OK， 不会这样。好，可以，很好。去现场，走了。走吧。杀夫那场。好，现在就是你们两个互起杀心的戏。如果你只是出轨，我就原谅你了。但是现在你明知道那个高跟鞋有问题，你还给他。这个灯箱的变色就是你们一度的杀心的变化。因为他要让你死，所以你就让他死。短剧它需要的是爽感嘛，就是快速的那种多巴胺分泌。为什么不喝？你跟马占红到底什么关系？你流产了，流产了，一个生命就这么没有了。好，对，咱们第一段就到这儿。好的。疼吗？不疼。好，来，我们准备吧。你唯一能爆发力量就是你在掐他的时候。好，3、2、1，开始。一条生命就这么没了，没了！咔，全景已经过了，我们现在拍近景。你知道流产是什么意思吗？一个生命没有了，没有了！咔 ，OK， 好，可以，没事吧？没事儿。生态很顶，生态很顶。前半段过了，比我预想的要快很多，因为你们两个状态很好。我挺变态啊。你演变态挺合适的。戴眼镜的，斯文一点。反正就是这种变态挂的，你没发现你都挺合适的。我们现在放在掐的那个地方啊，因为他这样掐你的时候，其实有机会把你掐死。嗯，掐到你已经眼睛都红了，认不起的时候，怀孕了。这种都市啊、精英啊、复仇、白切黑、黑莲花，就是这个元素我都没有尝试过，相当于就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所以那场戏又是整个戏的最后，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稍等我一下，感觉还得使劲掐，不然我脸没法红。我这使点劲。我不行的话，我肯定会说不行。就拍我。对，好了，来准备，来开机。那是条生命啊！你不是想要人命吗？那就都别慌，都别慌！眼泪下。过了。导演拍到了吗？刚才那个，我喜欢刚刚那个。很过瘾的，演得很过瘾。嗯，这个真的很棒。我觉得演得非常好，眼泪该什么时候流，我觉得他掌控这个功能好。后来喘气、哭，然后变笑，我觉得这么年轻的演员他能够演到这样子，我觉得是真的很不错。他抓你想来过去，呀，有一点点的，然后哦，两下，对，就把他唰，不给他，还闷掉，不然人家不晓得你在做什么。好吧，明白，试试看这个。好的。呀。行，好，行 ，OK， 好，男生没有了，好，然后你收工了这边，哎，好，来，杀青了，杀青快乐，杀青快乐，还给红包啊！他死了吗？我洗掉了，啊，很好啊，这场戏我觉得拍得真不错。好彩有你呀，老師。可能短剧就我理解的张力会更大，然后更极致，可能过程会缩短，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它可以是细腻的好的表演。我等不到这个，救命！对，
不擅长这个，对不起，来。他说他没拍过吻戏。就是一直在调频，我在控制自己，包括我的表情也是，就一直在控制自己。我就觉得我得找着那个频道，我刚才一直在调频。切，额白的，关于头转，尽量向右转，对，好，可以，好，行。有了 ，OK 了，可以了。他好紧张啊！我不行，我正儿八经就拍过一次吻戏，1次哦。厉害！我是纯情少女来的。丁贵守护成长，无限超越梦想。本节目由丁贵儿脐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可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告诉我，你的病不是真的。云飞生病。他这个病可以治啊，医药费也可以报啊。你不是买了好医保吗？人家就这么一个小病，让你给演成了绝症。不过癌症、心血管病，蚂蚁保好医保也能保。蚂蚁保好医保，大病小病都能保，医保报完还能报。可以报啊，可以报啊！回来了！哎，你太厉害了！耶！他已经跑了一个角色回来了，我们啥也没干呢。现在要早知道从上到这样情况下，咱们也上短剧跑一个去了。不是，但是你不敢保证这边什么时候会叫到你。而且他们那边拍得快，就他们那些串的拍完了，可能会来我们这抢角色了。先卷一下看看。张常林、黄毛都得选，都没选过，还有那个思慧都得选。可能需要一个牧师的那个发型，给糊喷一下就行。晚上6个张常林，6个，太夸张了吧？对呀，那个汉文哥、朱孝天、殷凯，给我来个油头，稍微还有点钱，但骨子里是个骗子。张常林听上去这个角色是个坏人，很诱人的。今天一天很可能1分都没拿着。一块蒸呗。桂鱼，你蒸什么呀？我不知道，我来看。哦，你们分已经很够了，你又来在这儿。对呀。不是，你到底是哪个班的？雪儿姐200，他已经300了，他们现在已经。雪儿姐已经估计有300-400分了。女主也是你们队的吧？女主也是他们队的。对啊。那我们第一个回合我们真不做最后1名就行了。对呀，慢慢来。太卷了，太卷了。是。坐下来吧，大家，这会是谁啊？哪个是神父？我是黄毛。来，黄毛站在那边。没有张常林吗，老师？张常林是下一个。下一个。走，不容许那么多人。马上走，现在走。被赶出来了。准备火锅的戏吧。程勇被假药贩子张常林威逼利诱后，在庆功火锅宴上宣布不再代购仿制药，令这帮抱团取暖的伙伴们十分失望，相继离去。1位黄毛，1位牧师，1位思慧。这牧师什么性格？牧师他是一个胆儿比较小。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所以我还是会劝他继续做这些善事。状态还挺像个牧师的。我是中间那根纽带，平时里的那个性格稍微可能跋扈一点。那女儿是什么病啊？我女儿白血病，今天晚上我先把她安排睡着了，然后我跟大家吃火锅。黄毛就是比较重感情，然后一直都在团队里面默默付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也得了白血病。不觉得你病啊？不觉得你很病啊？他比你病啊？比普通人更红润这个脸怎么办？他们3个可以来一个互动即兴，3个人自己发挥一下。
也可以离开一点剧情吧，也不一定。对，当然离开，当然离开，当然是离开。不要都坐在这里。我要看的是人物的感觉和人物关系，好吧？苦难都是暂时的。神会给我钱吗？如果你的心是好的，能别瞎扯了吗？我想要药。这个反叛的王毛太疯狂了，这些真的都不够疯。对呀。我想活着。你怎么了？好 ，OK， 好。哎，还有谁王毛？谁王毛？谁神父？等着吧，下一批药马上就进来了。发达了，这就是我一直所期盼的，爱世人。铁柱，还有一条可能会有反制。对呀，这就看到。你说我干这事儿，我闺女受影响，但是你在救命啊！你在救我们所有人的命。行了行了，不要说了，有什么用啊？你咋了？你在这瞎扯什么呢？他们真的是很难找到人物那个基本的状态，就直接那奔那个主题，他就不行动。你看站着就说话。好，够了，哎，换下一组，换下一组，换下一组，下一组进来。在干嘛？在干嘛？我没说清楚在干嘛。我也，咱们的规定情境没规定好。唉。又是一次即兴考，我又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我就在想，我们出来的时候，我说不可以这样，不能永远都是这样，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哎，还有谁王毛？谁王毛？谁神父？谁神父？谁王毛？过来。还有吗？没有就算了哈。哦，只有一个王毛，你是神父吗？你是吗？我可以是。啊，进去。再试一遍，你来，再试一遍你那个。来。你王毛是什么人呢？农村人。那现在什么情况啊？现在吃火锅。现在吃火锅。你待会。就是不用按照那个。你现在状态是什么状态？你是病入膏肓啦，还是什么？我以为现在场景是火锅。为什么你们老是记得场景？如果给你看剧本就是这样的意思。你呢，神父？我是一个神父，我觉得违反法律去救人，上帝会理解我的。他刚才说过了。这说过可以再说另外一个。我是一个女儿的妈妈，然后我女儿4岁。你们都在复述人家剧情里写的，没有用啊！说说你对人物的感知啊。然后我就是那种，很讨厌在外面展露情绪的人。那你跟你女儿什么关系？最主要是因为你工作为了女儿吗？对，我想她活下去。她几岁啊？4岁。你老公呢？没有老公。为什么没有老公？那天是发生什么事？他跟你说什么？那天是，我不想说。为什么？我丢。他有别的女人了。我不想说。累吗？累吗？为什么那么累？我不想让。我觉得都不容易，我就应该让大家都开心。来吧，我们再换另外一段，让他们演一下吧。可以，好。这样吧，来，你们，你喝多了，非常疯狂的在跳舞。刚才，真宇老师不跟你说了吗？你永远都是压抑的，即便跳舞也是要赚那份钱。现在你就知道没有希望了，所以这是你的最好的朋友。非常疯狂的在跳舞，然后你也跟他一起跳，很绝望。然后你本来在祷告啊，为他们祝福，但最后你崩溃了。OK， 来吧，来吧，今天咱们就大家一起开心一点，跳起来。跳。
哎，毛毛唱一个，唱一个。你们都会跳舞啊，真的很厉害啊！不要跟人互动。对，哎，女儿只有4天就要死了，女儿只有4天的时间。互动啊？停，别跟人家互动。不需要互动，你有自己的那个内心的情境啊。要死啦！你这么年轻，永远就讲出来啊，来开心的。对啊，就是靠演的啊！我要跳舞，我要发声，不行嘛，这个啊。你为什么不能这样演？你坐在这儿，你好就跳起来了。那你得试一下吧。这个妈妈可以，这个对也可以调。先讲，你过来了。我跳是吧？好，我跳。没有，不是跳。但是他是可怜一点的，这样穿，这感觉上很累啊。他不搭，我觉得不搭是对，就不搭，我不应该穿上这个是对的。是的，就我相信他有个女儿。那神父，你还是去你那个反派啊！你的张扬态度跟昨天一模一样，不好意思啊，我们要改一下。没关系。好，神父你进来。那位神父太慢了，开始员为什么老是很拖？王毛那个人打边炉都不懂。你过来。好，开拍就是这3个。好，来吧。好，可以拍。好。赶紧去那个短剧。不要耗在这，没有事。明天白天来试那个群戏也可以有分。今天晚上去试，待会儿看看是几点，9点10点，我们问一下于冠宇，不用内耗，没有关系的，就是不用看了，直接去那边看的，好吧？好，我们还有一个是开场的一个控诉吃完炸药的人，你明天才试。就明天给你们台词，谢谢。就明天啊，看你们啊，好，就这样啊。我现在看见振宇哥，我都不敢笑了。我也不敢笑，我也是啊。我现在觉得最害怕就是他。我也是，我现在也是。车来了。走，去哪？你可以多客串几个不同的服务员。拜拜，放心吧。平时没试戏，失败这么多次，屡战屡败，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好有挫败感啊！真的很有挫败感，感觉自己是什么破演员，我真的。服务员没有什么要求吗？没有，服务员没有，服务员会端盘就行。哦，行。会抢就行，就是得抢，就是会抢。老是跪求。咱们一会儿5个就跪一排得了呗。可以啊。咱们一会儿先拍哪场啊？人最多那个？对，宴会厅。宴会厅是要好看的，你们打扮的像名流一点，立马就直接上。我这气质不像吗？哪里有名模呀？都是那个土包子。你看我，珠光宝气，我里个兜，好发脏，像不像主持？很像那个晚会的典礼的主持。我说天哪！其实，在拍短剧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对宴会厅有一个专属名词叫“死亡宴会厅”，因为意味着人特别多，就是切完这个切这个，切完这个切这个，就是在这个宴会厅上必然会发生很多事情。宴会厅很应激啊！我也是，一听到宴会厅3个字就知道完了，噩梦。嗨，老师，我来跑龙套了，我跪求一个龙套角色。你这个龙套有点太美了吧？归国白月光。对，因为我不想就是这个服务员一进来就是抢了其他人的光芒的感觉。我们说不定可以从你的这个这儿摇到这儿，再摇到哇，是个慈善晚宴啊！把你当成一个 level， 可以。谢谢老师，我当个前景。但会不会剪掉不知道啊？没事，能挣分吗？老师，1分都没拿，在那边。大家都好艰难。
你没觉得这一场戏人变多了吗？老师好 ，Hello， 我们想来争取个角色。哟，我没有抢到呢，我在长剧那边抢了一个小的。快来！老师，服务员来了。waiter， 超卷。哎呀，人家都穿成这样了，你又来了。是。没有那么多角色，你宾客啊，宾客演一对儿吧。哦，好，你俩在这坐着聊天，有角色了。太好了，你看他，这个适合卖蛋糕，这个适合那个请他通知他上。行，对吧？好的，老师，可以吧？可以，好的，啥都行。这现在不光是加戏、加词儿、加动作，还得加人物，还得加内心。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干就可以，只要不影响到别人就好了。老师，我之前看您演的角色，自己琢磨了一下，假想请您帮我看看，理解的是否正确？哦，太好了，做的真认真，都折边了。你以前发的电子文档整理的也很好。我习惯将重点标记好，用扫描全能网扫了下来，再给老师发过去的，阅读起来比纸质版的更加方便，更加高清。哇，真好哎！它这个不是普通拍照，普通拍照会有阴影模糊，边角还会变形，但扫描全能网会自动裁边，一键智能，高清优化。平时我提交证件材料、办事、办公、学习都用它，特别好用。您看下面这些剧本就是我用它扫描下来的。哦，哇，真的很好哎！以前拍戏的时候笔记啊总弄丢，现在不管是剧本解读还是练字，都能存下来了。对，我其实已经养成这样交作业、做人物笔记的习惯了，都这么存，方便归档和提交。这习惯非常好，以后笔记扫了存好，都有记录了。谢谢老师。整个城市最装的人都坐在了今天的位置上，请你也装起来啊！你要想到你是哪个财团的贵公子啊，你是一个总裁啊。你好，有番茄吗？你是那个我是总理办公室。下面有请马氏集团贾洛伊女士为大家带来第一件藏品，掌声有请。还有流产期呢。哦，大嫂把她的鞋，二嫂的鞋给弄坏了，二嫂有意识把这坏掉的鞋借给三嫂来穿。对，好吧，够复杂。一双小红鞋的奇案，在我的理解当中，横屏给予的信息量更多，环境道具，然后竖屏呢，就观众看到的人像为主，这就是竖屏的魅力。但是他的情绪是特别有感染力的，晃。现在就是小孩走体态啊，他气息不匀，他晃。你看在中景里边，他就一直在那晃。等一下啊，那个余音，就是你们是选美冠军，你不要在乎你的鞋，你此时此刻他在拍你的脸，假装这个是拿着伊丽莎白几世的皇冠，好吧？好，明媚一点啊！哇，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东西在我的手上，所以这个脚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脸、表情、魅力。又好一点了。摔出光区，然后在转台下。啊，余音啊。哎，导演海开始的时候，你应该还在动。刚刚从地上起来的接一下戏，你已经静止了，是不好的。好。哎呀，啊，看不到他的眼睛。余音啊，你得让观众看得到你的眼睛。好，不要眼皮垂在那儿。导演，没事吧？他好像没摔疼，就是你一定要是真的感受到疼。好，因为这高跟鞋一崴脚，首先你现在两个膝盖就已经被摔疯了。我有点按捺不住，我跟他说一句啊，我过来，你看就这个动作哈，砰，傻懵，滴答2秒，怎么了？哇，这么多人，我老公，我怎么了？哎呦，我肚子疼。明白。他得有几个过程。好，环境，你们所有人都没有演环境。
有好多人，满屋子的人，假设立刻去演这个结果，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我现在有意识到我在改了。陆叶，没事吧？我的心有问题。可以，都挺好的，可以，可以，没问题。Don't worry, be happy 。挺好的。我们要有真实的感受和反应，并且用内心去带动表演。只有你有过程，观众才会共情，因为他会觉得说，哦，我甚至摔跤我就是这样子的反应，而不是说看了哦疼了，就是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结果。我们需要用人和人的感受和交流去传达信息，就是不去演作状。姚冠宇挺好的，抱起来那一刹那，老师我是带个吴天豪的那个劲儿挺好的。那是实在真的抱不动。我是吴天豪啊，我是吴天豪。对不起，吴天豪挺好的，请原谅我吧。头一次拍抱人抱这么多遍。过了。考我呢？拍大嫂前面。你看他的小状态，这是感受还不错。你的那个眼神多停给那个真心几秒，你从没有那么渴望看到他站在舞台上。好，就算所有人大家欢迎你，还是微微的从他慢慢的眼神移过来。你是从看着直接到 A， 直接到 B， 其实不是的 A， 你是跟着心里的事儿，这事儿怎么会这样？你把你心里的话跟自己说一遍，你的眼神就会跟着走了。好，好。下面有请马氏集团贾洛伊女士为大家带来第一件藏品，掌声有请。就长得不用懒的长，看笑话的长是。哇，今天这笑话大了，今天可太美了，今天你就是全场最棒的女主角。哇，我就可高兴看着你了。然后呢，再看啊，她上来了，这个鞋，这事儿有点大，我并没有想要让这个大肚子摔跤，但是这事儿，然后看着她看，就是哇，心里这个事儿不想啥来啥，突然想，然后就觉得感觉好像是这事儿完蛋了那种，然后就这个女的害的，然后再看这就是属于那种前面哇，太棒了，今天就要看你那什么，就是千万别，好的，知道吧？那种懒掌不要鼓啊。好。哎，这表情特别好，眼神也好，洋洋得意的。他一过去，你的眼神就马上会有变化，让观众秒懂这事儿是你干的。可以，很好，完美，很好，真的很好，谢谢老师，好爽。连内心戏，连表演什么，就是动作细节全讲一遍。对，超级细，好厉害，完全大师课，而且不是上的一级，基本是刘涛老师演一遍之后，他还要向我分析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是为什么，心里在想什么。我觉得我很适合。就是这种学习方式，先从内心理解，再自然而然的去发散。我觉得我要注意一下我平时的仪态，可能我懒惯了。非常对，非常对。因为你每次就是看到你的时候，你都有点这样。好的，我会注意的。就是演员的舒展啊，肢体的舒展，身体的舒展，就是面貌啊。所以你走出来，人家说哇，你看人群之中为什么是他？他就是不一样。对我们为什么要就是不对自己多提点要求呢？对吧？好的，老师。
来那几个人。哎，进来吧，我们排戏。就坐着，哎呀，我能有几个蒙太奇吗？可以，我知道，先做弄一下他们吃饭的气氛。对，气氛啊，然后就是喝酒啊，他们会会有人说啊，有人怎么？生活场景，那聊起来。哎，再有钱你会能干什么？什么之类的，是吧？我给你把头发种上。就真的交流，它就会有东西出来。是，哎，这是红茶呀。这是红茶。来走一遍，然后再热烈一点，别凉下去，一喝就马上。下菜。对，很生活的，别演啊，就聊。生活化啊，所有人不用演啊。好嘞，随便聊。哦，咱有了钱，干啥去？哎，动着给。对，我想去三亚。对，给神。因为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你看，朱美姐一定要不要干什么的？你转过来好不好啊，姐姐？来 A G 摇下来。对。哎呀，来，你看刘传可以。对，这个好。美杰啦，回来啦，美杰回来啦。看这要怎么了？打3下。我这辈子没看过海。你没看过海？我就想看看大海是啥样。那咱们就去三亚。朱美杰状态没什么那么猛，朱美杰你。好 ，cut。朱美杰别加入比他们更豪爽好吗？那么江湖干嘛呢？cut。朱美杰别加入比他们更豪爽好吗？那么江湖干嘛呢？就不要挑气氛。好，还是有一个很忧伤的底啊，还是累的底啊。很怕自己给不够，咱得再接再厉啊！再许正常。可能过去2年的经历也让我习惯性当这个气氛组也好啊，或者是带动大家情绪的也好啊，这个是我的一些固化问题。就生活化，这个状态就好了，生活化，别再讲那么多啊。上来，来，接着。哦，这个可以。哎呀，感谢。开心不下唱。哎呀，饭上了啊！文化人。对，大家只有他一个人在干呢。对，他一个人在啊，一个人给他一个，给他一个。刘璇一个人，慢慢动，往前慢慢动，就不出来，一个人，慢慢一个人，看好，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好，排戏，哎，差不多，哎呀。铁柱还挺好的，但是稍微素一点，稍微塑造一点就更有趣了。好，朱美杰好多了啊。再自然一点，哎呀，你不控制他，他就死脑筋，就一直这样演。我就想，调他们，因为见到这些，如果你不出手，就浪费人才。放松，不是一场拍，放松。开始。5，姐，我走了。cut。朱美杰那状态就是欣赏好就走了吗？出来就看看，别直奔你那个主题要走，演走那个感觉别演，来。姐，我走了。呀，起来。再来。别想迟。老大姐，你们再聊会儿。重来。OK。来点。生活。先生们说你就平静的做你自己就好了，我不能老把它放在保护层下面。开始。你输了。姐，我走了啊，你们再多聊会儿。就没有了。你看过。哦，朱美杰再来，可以。你最主要你就是别反应那么多，就是看着。想不明白，但没力在追究了。他有力，你没力，因为现在太累了，跳舞啊，照顾女孩子。
从明天开始那个药我就不卖了。啥意思啊，姐？你说是人话吗？你告诉我，他给了你多少钱？对，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你看多好，别动了，别动了。对，朱美杰好看，跟之前2个人。来，焦点给过去。对，就这样，别动。来 ，A G 再往后再走一走，再往后再走。这样，不要回来，不要回来，对。我突然间找到了一些感受。我也谢谢你。好，再拍一条。哎呦，朱美杰好，哎呦，好漂亮，非常好，就要这个感觉。只不过他在后面哈，你就一直给他。吴镇宇老师说你有进步，我当时觉得哇，朱美杰天亮了。非常好。好，我们再来一遍哈。你俩得再来一下，当时就看着你滚。就垮塌了整个人，滚！他走了，你过来，你也是一样，就过来，不要太快，就站过来看一下他，非常真诚。无论你帮大家买不买药，主我都愿意祝福你，主会保佑你的。妹啊！我大一点。哦，好。第一句叫棒。是人话吗？哎，好。导师非常的细心，每一个细节都是亲自去给我们指导。哎，好，就快松就可以了。哎，可以。哎呀，很漂亮，年轻山一样。可以。好，开。振宇老师，我终于不怕你了，我真的好害怕。怕我干嘛了？我就是要拍戏啊，就是这么平静去演一些普通的戏的。感觉其实挺神奇的。挺神奇是吧？我没有这么平静的演过这么。对啊，有东西的。对啊，就生活就行了，来生活就行了嘛，不是来演戏，来生活，这样去演到更大年纪都能演，就是这个。就一直就这样演就好，看，就这样，就现在就要拍 group shot 或者是，对呀，来我们在这儿摆一个，对呀，摆一个 group shot 了，我们在这儿摆一个，这不看，来摆，别烦了，来摆，我的妈呀，这场还有几个镜头啊？这个导演知道。天哪！哥，我等到11点我就撤了，因为我得保明天嘛。我必须要试试那个角色。老实说，那么多年，其实我真的没有试过去排队，然后去面试一个角色，我真的没有试过。那个时候已经有点麻木了。我撤了，哥。啊，你不等啊？我不走了。拜拜，休息一下吧，明天见。拜拜姐，拜。好，拜拜。拜。记得转场，来换场，来换灯，来先换灯，转人，换场。换场。没有。喂，终于收工了。我想找个假期好好休息一下，正好也快5·1了，对吧？你也觉得可以去户外转转？哎，那你赶紧跟我一样，在蚂蚁宝上把意外险买了。蚂蚁宝上的意外险，境内境外都可以保障，不仅能保障旅行中的意外受伤，连航班延误、行李丢失都有机会申请赔偿呢。啊，快上支付宝搜旅行意外险。拜拜。换场了，同志们，终于换场了。怎么办？
张长林药贩子，我一天的药神从早等到晚，等了10几个小时，还是一装。我替你算过，现在警察到处查这个药，特别认真准备的角色，加油把它完成。药神竞争非常的激烈，然后大家都很想争取到那个角色，那就尽量去发挥啊。那如果说这个故事我们要用张长林的角度去演绎呢，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嘛？那你就是想明白他在贩卖什么吗？他在贩卖给这些绝望的人一个希望。故事前情：以假药谋取暴利的张长林被程勇搅黄生意后，直接找到程勇的神油店，对他威逼利诱，想高价买下仿制药的独家代理权。我就要一个压迫感，别飘来飘去啊！我就要那个东西棒刚好到了前面啊！哎呀，陈老板，人，我找你谈点事情，哎，你别怕啊，我一个人来的啊。到底想干嘛？我说你怎么突然来打我场啊？原来咱俩是同行。谁跟你是同行？好了，我不跟你废话了啊！我算过了，照你这么卖呢，1年最多100多万，我给你2年的钱，你把这药的渠道给我。哎，你们要注意，我一定要。为什么你们动的动态跟我不一样？好，下一位，陈老板，别怕，就我一个人。你到底想干嘛？要慢慢来啊！我说啊。所以你一走，如果你走路，一走就不开对白呢，你就很难。开始，谁啊？陈老板。Sorry。他还没开对白，你动来干嘛了 ？Sorry。来一杯，开始，谁啊？陈老板，你给我出去！我是来跟你谈点事的。我一个人来的。对啊，他叫你出去，反而再进一步嘛。你到底想干嘛？我帮你算过了。对。你卖那些药，1年也就100多万。我给你2年的钱。对。你把渠道告诉我。刚好。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到底走？你不走，我报警了。报啊！你去报啊！你去报啊！报啊！啊，去报！你现在就去报。对，你到底走不走？看见？哦，松开，慢慢来，没法聊了啊！走，走！可惜啦，这么好的药，折在你手上，可惜了。对，大概是这样。好，下一位，谁啊？你来！哎呦，我是来找你谈事儿的。你看，我一个人，怪不得你会来砸我的场子，原来咱们俩是同行啊。你看，很快就到喽。哦，走太快了啊！好，下一位，原来咱们是同行啊。怪不得要去砸我的场子，还装。那个是这样的哈，唉，我也不想示范，但是不示范了，唉，这不是搞了几点？因为我的标准真的是很难受苦。陈老板，你给我出去！我找你来谈事的，那我是一个人来。你到底想干嘛？我说啊，你怎么会找我场子呢？原来咱们是同行。谁跟你是同行？还装？我也不跟你废话，我跟你算过，像你这样卖的，1年100万，你把我这个药的渠道给我，我给你2年的钱。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走我报警了。报，警察来了，这里查你的药，你还报警，自投罗网。你到底走不走？
没法聊了。走吧，走。那么好的药，可以在你手上可是啊，这个考虑一下吧。就这样，我们要你看，棒停，我一个人来，我要你慢慢的去到，我报警就刚好就得报，就太突兀，就这样要求，就这个节奏。来，下一个。郑老板，你给我出去！有点事要跟你谈。不跟你废话了。我跟你算过，你1年赚100多万，你卖给我的代理权，我给你200。再不走我报警。好，可以了，好，那就可以了。我说，你怎么来砸我的场子呢？原来咱俩是同行啊！好，下一位。陈老板，你给我出去！我是来找你谈点事的，我们是同行啊。谁跟你是同行？哎呀，不行啊，洪代林，你不行啊，你这样干嘛呢？来，原来咱们俩是同行。谁跟你是同行？我替你算过了。你1年这么卖药，也就是赚100万。你早了，你为什么？我一定要到，我给你2年的钱刚好到。2年的钱？为什么你那么早？你差了几步啊？为什么？哦，2年前刚好落定，2年前刚好落定。不是我给你2年前刚好定嘛，你定完你才讲其他对吧？就没有那个东西啦。哦，你不能随便的，拜托，你以为能自由很自由吗？拍戏。你们就是讲完台词走人吗？来，陈老板，你给我出去！我来找你谈点事情，别怕啊，我就一个人。你到底想干嘛？我说你为什么突然来砸我的场？原来咱俩是同行。谁跟你是同行？台庄，我算过了，你这么卖1年就100多万，我给你2年的钱，你把全要给我。对，我钱都你到底走不走？你再不走，我报警了。报警？你报啊！你现在就去报啊！你知不知道警察现在到处在找这个药？你报警算什么？良心发现啦，自投罗网啦。干我们这一行啊，没那么简单的啊。对。我算过了，要照你这样的玩法呢，半年不到你就得进去。到时候判个10年20年，你赚那么多钱能干嘛？你到底走不走？没法聊了。走啊！走！这么好的药折你手里就可惜了，你考虑考虑啊，保重。好，至少天最后搞定，至少天买位，其他收工。哦，至少天。好 ，OK。来，哥哥啊，我们收工吧。怎么那么久收工？给你吧，不用了。我俩都失败了。哎，不对，我们全军覆没。怎么了？啊，没有，就是不合适嘛，那就没有。来打灯吧，你的那个松是可以的，对，你的松是可以的。金老板，怎么？朱少天是演那个卖假药的最佳人选，他好像唯一他有自己的一个演法，加上我就要你接客要讲什么，接步要讲什么，他就能做到啊，他就越来越好。你给我出去！我替你算过了，你这么着卖法呢，1年最多100多个万。我给你2年的钱，你把这渠道给我吧。对，很好啊，这就可以了，很好啊。我觉得他越演越好，他不是那种一上来就会很好的，但是演几条就会很好。对，哎，朱少天可以100分啊嘛，这个100分可以加一点，不务实，看你明天能不能加分。干，好，收工了。好，谢谢导演，谢谢各位。
来，过一下。这场戏之后就是这是蒙太奇，对，开心啊，对，也对，也是对的。好，可以啊，终于选吧。哎，少天，明天看你表演了啊。你卖假药啊？你幾點啊？聽日？我不知道，你肯定比我先呢。先到。哎，好吧。我赚了，我也要拥抱一下。是吧？赚了吧？赚了就好了。哎呀，谢谢。以后都没人这样拍戏了，只有我这样拍。是的。明天见。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宝。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宝守护。好医保，蚂蚁宝官方医疗险品牌，医保之外的大额医药费它能报，先进医药覆盖广，它能让你放心用。有了蚂蚁宝好医保，看病心里更有底，给家庭多一重保障。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难度还是挺大的，因为它对演员的表演的张力、表演的节奏、内心的掌控都是非常有难度的。哇，星爷的喜剧真的不容易，然后他的节奏啊，所有的表情的准确度都非常的准确，也真的不简单。但是我们呢觉得，哎，还是如果有机会就尝试一下嘛。我去替他们看病，天经地义呀。哎呦，好难哦！这个是露外面的吗？选道具了，因为在剧中林云发是个发明家嘛，他有很多好玩的小东西。为了更贴近角色，所以大家先去选一些道具什么的。我觉得我眼睛可以稍微把形儿搞一搞。依琳，你觉得我这衣服小吗？小，太小了。硕哥，你衣服要撑破了。硕哥，你穿出了一种古代那个双开门的感觉。怎么进去吧，怎么进去吧，怎么进去吧。好帅啊，老师！哇！好美呀！好，各位同学早。早。真难得穿了古装，今天大家知道是来考试的啊，要考一个喜剧的经典，就是零零发，所以大家可以用一个很抽象、很无厘头的演法。所以我们先来个热身嘛，每个人做一个最无厘头、最想象不到、最丑的鬼脸给我们看看。OK， 好，谁开始？我来，你来是吧？好，来，预备，1、2、3。你有在做吗？我原本这么漂亮，老师。过来。其实五官挤在一起是丑的。好难哦。张兰硕。人说。对。哦，也还不错。好搞笑。你是谁？我是刘德华。所以我就说你真的很像王祖蓝，王祖蓝嘴巴也是，那个嘴唇很厚很厚。OK， 好，坐起来。他不笑，笑点好高，我笑点很低的。我笑点很低的，但是这种硬笑我有点难。来，夕颜。哎，你昨天死之前就是这样的。涛姐，
也笑了，你看，哎呀，杜兰子，你昨天死之前就是这样的。完了，我今天妆要完掉了，妆要花掉。哎呀，大月经典。哈，没人笑。原来我和老师是助演。这个挺鬼的，还行，又不够夸张。这是啥？你耍帅。吴镇宇老师。吴镇宇啊。有一点了，有点了，有点。再来，等我拍下来给吴镇宇看。他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他都是这样看待你。哎呀，哦。还有手要这样子，哎。干嘛呢？两个人在这里。我搞不懂，我就搞不懂你怎么了？你们这帮人就是哎呀，这是什么呢？OK， 其实大家可以在家里啊，对着镜子，每个人就要做1-2个，有时候考试也会考这个的，斗鸡眼啊。好，马上我们是要考核男生了啊。本次的影视化片段剧情是围绕搞怪又机智的零零发，妻子呢是大智若愚，还有风情万种的情操三角关系展开的。对于零零发来说，需要在2个女人之间游走平衡。每位议员依次的上场表演，然后我和何赛飞老师我们会跟你们即兴的来对戏，以摇铃为信号。听到谁摇铃，就要立刻去到谁的身边表演。哦，你就来回跑。当你听到我们2个任意一位说的下一位的时候，就代表你的考核结束了。哦，考的是你们哦，看的是你们哦，不是我们，我们配戏的啊。哎呀！谁先去？最高分勇，第一个啊，勇敢一点。让前辈们先上。我觉得你先上。你可以啊，可以的。来，哎，好 ，OK， 来，预备，开始。哎呀，知道吧？是你吗？真的是你吗？你怎么3天没回来了？你是不是又在跟那个赵康？哎呀，来，娘子，请坐，请坐，请坐。我给你讲一下啊，花无百日红，酒是陈的香啊。还是陈酒吗？有些酒过期了就不好喝的。娘子，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你知道我是滴酒不沾的人呐。滴酒不沾还把我比成酒。哎呀，所以是藏酒嘛。哎呀，那我问你啊。你的那个离婚协议书到底签了没有啊？你答应过我的。我和你离啊，还是和他离啊？你都没有搞清楚谁是谁，是我说。我听到你的声音了啊！听到我的声音了，是不是觉得我风流倜傥？哇，你今天好漂亮，这套衣服简直跟你太配了，真的。哇，这个绿色，哇，显得你好白；这个蓝色显得你好嫩。衣服重要还是人重要？
这是怎么？好美哦！人重要还是心重要？姐姐。啊？你在想谁？我。不是我。哎。我是很难遇到。你看上他什么呀？天哪！天哪！天哪！怎么可以这样？你们两个人这个何必嘛？到这儿我这里来，你把我放在何等的地方？娘子。下一个。啊，第二个。结果不重要，我还没演过瘾呢，好开心，很幸福，很幸福。姐姐，姐姐，我来了。我刚做了一场梦，你就是我梦里那个人吗？我刚才去梦里找你了。可是你像个孩子。啊，你几岁呀？姐姐忘了，小6岁。嗨，没意思。六冲，有什么好啊？六冲，你懂不懂？我比你小啊，不是，不对，我比妹妹啊，你之前一直说喜欢哥哥。哦，原来在你的心里，我一直是你的妹妹。当然。天哪，真的吗？我一生只爱你一个。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为何每个妹妹都那么憔悴？眼药水。姐姐，你看我的眼睛，都是对你的爱。哎呦，天哪！他的眼泪是假的，你别相信他。好吓人啊！也是这一套，也是这一套。下一个，下一个。我好想你啊！哎呦，想你好久。你是谁？你忘了我了吗？你前2天亲点要我的呀。哎，记不记得这个了？我要你，我会要你像你这样的人吧？一小孩儿。小孩怎么了？小孩会把台球偷回来给你当夜明珠的。好好去读书。好的，好的。那我先替涛姐摇个铃啊。先去那边。涛姐，哎呀，好想你。小心我的琵琶。琵琶怎么了？我们一起来弹奏一个《高山流水》吧。哎，涛姐，你还记得我吗？不记得。不记得，那我先回到那边去了。我说不要你就真走啊！我再也不走了。你难道不明白我是谁吗？不明白我心里想什么吗？怎么了？他摇铃你就走了？我真的。不要再念了。我今天到底要看看，看看。不要再摇了，不要再摇了。不要。我到底要去哪边？你们不要这样，我脑子当时都要炸掉了都。不要再念了，你们不要再念。不要。我到底要去哪边？你们不要这样，我在。反了你！哎，我没事。你敢过？下一个。我其实是希望能够看到，针对每一个学员会是一个新的人物关系。好美哦！宝贝们，
今天怎么这么开心？谁是你的宝贝啊？当然是你们啦。你哪有这种艳福呀？对，哪里有这种艳福啊？我的艳福还是不浅的。为什么打不赢就加入？他好拘谨啊！你瞧他这只手，我的艳福，你有什么艳福？你有什么艳福？哎呀，他还真是来了。宝贝，那艘船准备好了没有？不是说了，你要带我走，逃离他的魔爪。姐妹情深，要走不想带我走，大家一起走。那你这船就翻了。我们的小船是不会翻的。那是友谊的小船，不是爱情的小船。我要把你淘汰了，你反应太慢了，毫无趣味，没点意思。下一个，下一个。谢谢各位老师。我们慢，你要快，把节奏给转到主动那儿来。实际上，像这样的即兴表演也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你迅速的进入去界定、假设这个人物，就是演员在瞬间要迸发出很多元素同时完成。来，五条来，准备好，准备好，来吧。哎呀！姐，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外面那些莺莺我以后都不要了。我啊，发现我以后只喜欢年上的姐姐。你骂谁呢？啊，骂人呢？因为你有韵味啊，对不对？姐姐，她说的是年上的姐姐。对呀。哎呀，你别在这儿。对，我的心思啊，只有在您这儿。我很想知道他敢把涛姐推走，这个咋子？韵味就是我经常可以陪您跳广场舞啊。广场舞，太尴尬了吧！我到了跳广场舞的年龄吗？这是韵味吗？这是活力。对，这是活力 disco。韵味是这样子的。是美酒。哎呀，生气了，我再也不想伺候他了。都是在他面前逢场作戏，你不知道吗？来，走。别伺候他，我手都快断了。手都快断了。帮我捏捏。好。哎，不该你帮我捏吗？钱都是我拿来的。我帮你去他那儿要钱，天天给他捶腿，我现在手都累了。那钱都是我来赚来的呀，以后是你来赚来的。钱都是钱。你在我这儿捶腿拿钱去，你我来捶。下一个。这个太可爱了。好，下一个。我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怎么？我有了。有了？可千万别让大奶奶知道，要不然这孩子又保不住了。哦，是我的吗？对，我忘记了。你要小心，你需要喝点吗？她都怀孕了。怀孕了哦。对呀，我搞错了。老爷，你太不懂女人了。千万别告诉他我有了。快点回来。很快。好久没找你了哦。涛涛姐好有魅力呀！是吗？我摇了那么长时间的铃，你都装着没听见吗？没有，菲菲。刘灿，哎呦！刚才大太太给了我一碗
哦，他把我的孩子毒死了。他可能吃错了东西。你这没后了，你这个窝囊废！我就是下一个，没办法了，你没有变化，你得有变化呀！给了你那么多戏，你都不接。我有了。就是很多人可能在即兴的时候，他先把自己想了一个框架，但是你不要去把你的故事先设想好，因为如果别人的状态和你的故事根本不搭嘎，那你还在演自己就不太对了。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天，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共眠。你来干什么？最近想我了没？想，可是你还没有明确的给我回答。我上个星期陪我妈吃饭，所以就没陪你约会。哎，我刚去街上给你买了幅画像，你看看怎么样？他道具真多。别生气嘛，生气会变冷的。我想你想的整个人都病了，你还是不来。我这不来陪你了吗？啊？你刚才去哪了？我刚……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刚陪我妈吃饭去了。你妈多大了？她今天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别哭啊！她是不是又在笑话我？带我走吧，我不想在这儿了。带我走吧。哦。稍等。我等不了了，你带我走吧。走不了了。你在干什么？我妈哭了。谁是你妈？你有没有脑子？谁是你妈？啊？妈呀！她是你妈。我来问你，她到底能为你做什么？她有什么能耐？你老是到她那儿去啊？啊？她要跟我浪迹天涯。谁是你妈？她是你妈还是我是你妈？谁是你妈？我错了。说。这个女人能为你做什么呀？算了，孩子也不生，为了孩子也不做啊，为了孩子，你还有孩子呀？你们还有孩子？我们没有孩子。我们没有孩子啊？还有什么道具？没有孩子。我可以装看不见吧？我们没有孩子。他是装备怪。装备怪。好。那你就跟他去吧，你去吧，走，去吧，浪迹天涯，想去哪去哪啊！下一个，好，下一个。哎呀，你以为你就碰到风情万种了吗？哎呀，也会碰到难缠的。对，姚冠宇起码他能够马上连贯住，好像他不会你等我，我等你的那种。你带了多少道具上场？我是百宝箱。因为出的比较晚，很多招数都被用了，所以我就各种套道具。好，最后一个为父出巡啊，太子，哎，你看走路看。二位，谁先来啊？不愧是太子。你猜，我们想谁先来？我怎么看你那么眼熟啊？是吗？你知道你长得像谁吗？
你来我这儿这么多次，你居然忘了我是谁？菲菲，菲菲，菲菲，我居然是菲菲！你忘了？失忆了，你再想想。他是涛涛。莫非你是涛？涛是谁呀？不重要。你男朋友掉地上了。男朋友掉地上了，要把他捞起来吗？不，车轮子开过去。对了，这使不得，使不得。你们现在玩的这么狠了？涛涛给他点狠的。好刺激啊！哇，好帅！好，我觉得有点招架不住呢。哎呀！看我的。小阿飞，哈哈哈！杨飞，哎呀，对的，还是他好。哦，结束了。啊？看你也看不出点什么花活儿。好，结束，谢谢大家。非常棒，可是有点累。两位导师辛苦了，太厉害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老师的表演真的是震惊到我了，我非常不擅长这种，很收放自如，但是每个情绪又刚刚好。他们马上能接收到对手给到的信息，马上可能是抱成一团啊，然后又分散开去针对学员啊，就这种临场的反应还可以多学习。OK， 好，你起来评一下。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不要管别人，你是你自己。就是舞台台幕一拉开，那么多演员在，但是不能因为说别人演了什么，你就会去，哎呀，能不能有点不一样的？你是你自己。而且他们两位就抛了很多东西给他们，我觉得东西你们接不住。对，关键是他没有我瞬间的变化，我从柔情变得厉害的变化，你会哎，这怎么变了一个人了？你马上要有个判断，再出现你的情绪这样。这样子，我们再出一个考题给你们。这是女主，我们常常都有机会去看一些猫步，就 catwalk 啊，穿着西装在走吧，穿着古装来走了。好像没见过啊！我想你们走一次 catwalk， 主要测试男生给女生搭一下戏，在每一次停顿呢，女生可以摆一个，对，很美的样子啊。所以古装的时候的人应该摆一个什么 pose？ 其实刚刚两位老师已经摆了很多给你们看了啊，所以你们要参考一下。来，再准备一下，男生在那边，女生在这边 ，OK？ 好，最后冲刺了啊，最后机会。好，来，大月，来，我就这样，我就待会儿可以这样，我就是走，然后我这样，然后我也可以这样。对，然后我是这样，我比个心，完事我这不是还有钱吗？最后我把钱拿出来，然后给你，咱俩分头走。古装是不同的仪态的啊，我们最好不要走成现代人啊。回到这里，然后我们就是情不自禁，不行。 8个男的，7个女的。那个您也走一个呗。我跟谁呀？你跟美美走一个。那这不是好了？她是女皇，我是小太监，可以吧？好，来。皇上驾到！
顾佳。哇，棒棒棒棒棒！OK， 来，预备，开启。好，可以。心里要有音乐啊，要有节奏。好，第二队。啊，女生是这样的吗？武状元。转身。挺好的戏。婷婷主要是她知道要弄，但是她妩媚不够，她是知道她想做这个姿态，但是她没有找到那个姿态，没学过眼神，对。特别慢的街舞啊。哇，还有眼神很厉害啊！你的音乐跟别人不太一样，是吧？特别慢。对 ，slow motion。哎呀！哦，太棒了，太棒了！哇塞，太棒了！你们这组。你们玩的好好啊！好厉害！道具哥2号，下一组哦，我都看呆了，带人物关系啊，带人物关系的。啊，青春，哎呀，还有青春。两小无猜。道具哥来了，道具哥。还是那个算命的，算命。好，最后一个。这眼神也可以，OK， 好玩。我觉得刚刚女生人都不错，出来的时候进步走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跟现在的 K-pop 有不一样啊。觉得女孩子都挺会用眼神的这次啊，对，很好，挺好的。好，那这一段呢的考核我们就
差不多了啊。在我觉得是好玩，就是因为无限超越班就是要大家有无限的超越，就会超越自己。有些没有在舞台表演过，也没有走过猫步的，也有这些没有在我们这个剧里面，拍过电影啊、电视啊这里。希望这次大家能够尝试不同类型的，无论我看每一个人能够演的是重要的角色，还是只是一个普通的角色，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发挥最好的表现。那我们跟2位导师，我们就商量一下，好，看看角色会分配在谁的身上，最好的给观众看。好 ，OK， 好 ，OK， 好，谢谢老师，辛苦了，辛苦了，休息一下。他呢，有可能出来的效果有点惊喜，但是拍摄的时间会有点费力啊？为什么？因为要叫，又叫。那他演那个嘉玲姐，嘉玲姐可以。我盲猜一下，朋友们，我觉得女主不是你，就是依林姐。啊？她呀，不，她是女二。她好像还蛮喜感的。她是怪。可以演出来没效果，可以效果非常好，是我们是猜不到的。那你听吧。OK， 现在我们宣布几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啊，演吕幼彤那个角色是伤心月，谢谢老师。他是你们组的吗？我们组又挣分了，哎呀！演刘嘉玲那个角色就方便了，就坐在你旁边那个刘大月。大月。我做这两个没有猜对，谢谢老师。啊，妻子 ，OK， 我们组的。那可以啊，有戏了，我们组。非常好。好，你们2位啊，待会好好准备。商业。然后呢，岳父呢，就张伦硕。岳母呢，谢依霖。还得是我。至于星爷那个角色，好，是张浩伟。这我爸，我们组成了，我们组站起来了。你们是一个组的，我们组要反超了。我们希望都能够带一点惊喜给观众啊。然后我们另外还会有2个舞女的角色，有人要来吗？舞女，看不到脸的，没有脸的哇，只是个身影。可以的，我的身姿很曼妙。还是在我们你会跳舞吗？我会。哦，她会，她是女团出身。我也会，我小时候学过爵士，我学过民族舞，还学过肚皮舞。扭起来。哦。哎，你们俩真的没有一个人需要休息一下吗？我们舞女精力很旺盛。哎，我觉得要不这样嘛，让他俩跳吧，你演老太婆吧，你歇会儿。好，谢谢老师。对，你演她闺女也行。行，我演她闺女。无限超越班第4季正片，每周6、周日20点20分 ，VIP 更新上下集 ，SVIP 每周6提前24小时即可观看下集内容。每周6 20点20分上线会员衍生无限电台，解锁一元幕后更多趣事。每周日12点上线无限精华版，一键观看超越班高光时刻，还有更多精彩衍生持续解锁。周中微博花絮、一元 Vlog 等不间断更新，锁定优酷。这次会有看优酷就有酷喵 TV， 畅享大屏好内容。旗袍这种服饰，蕴含着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下个你这样。老师说谁造型最搞笑，我就用谁。又封一个。既然来返场了，就是来踢馆的，你们做好准备哦。凡是想哭的都不会被淘汰的。走心，你在演状态，
你现在太书生了，你没有被勾住，多好啊！好，很好。高级的表演需要内心。你先想好好过着。他喜欢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做着顶天立地的事。你看到了他最后一面。提气饱满，太阳你的幸福。微博搜索无限超越班话题页参与讨论，解锁更多节目名场面与幕后故事，赢独家惊喜福利。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但我是看《小时代》，就是你要说那句话，含进去，吞进去，谢谢。好，饿你们，来，饿你们。哎呀妈，笨蛋！没想好，笨蛋没想好，太笨了，太笨了啊！演得好好啊！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不要谈恋爱，或者就是偷偷谈恋爱，不要公开。